三宝6、7章嘛，是不是？对呀、有讲的还是还没？讲一点点。天下呢，皆为我道大，事不效。这个老祖呢就讲说天下皆为我道大，这个道非常大。那事不效，那个不效，效就是像的意思啦，好像不像呢，不像说很大，那个样子，老祖就讲，无为大，故事不效，因为它太大了，所以要比什么呢都不像。要比做什么都不像，没有一个物可以来跟它比，所以呢都不像。若效久矣其细也乎？假如说那个像什么？假如说我们能够细心来观察，这个道它像什么？观察了久了以后。你就会深入其中，其细也乎，就是非常的微细，不管是什么都是向道，这样了解意思吗？老祖用的这个文词它是有一点把那个道的那个味道。慢慢拉到我们身边很微细的这个事情来，那我们在很微细的这些事情当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什么万象都像道，这样了解意思吗？有没有一点点闲？闲之又闲。那底下老祖就讲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就是我们要来保持这个像。大道的这个三宝，有没有把它延伸到那个内容进来的？有没有？有。把它延伸到我们要著作的内容进来，就是三宝。它三宝我们要持而保持，就是要受持，要用，然后要保有它。那么一耶持，这个持就是第一宝，然后二耶减是第二宝，那么三耶不敢为天下先，这个就是第三宝。那我们只要说这个天下的道很大，然后我们把这个大融入到三宝之中，持减。不敢为天下先，那大概我们就可以保有这么大的道，我们就可以保有保有持，保有减，保有不敢为天下先。那整个道就在我们这个身上了。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理念有持了以后这天下万物都在我们的那个慈心爱护之下长大，都在我们爱护之下成长。所以第一个那个持，那第二个减就是不浪费。因为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减有勤俭。就是很勤快，然后又不浪费。
那假如说我们保有勤快又不浪费，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又在大道之中，整个大道就在我们身上。那么第三个呢，这个蛮重要的，三业不敢为天下先。这个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现在呢有一点把中国固有的文化道德，慢慢的都失掉了。那假如说我们呢能够延续那个古圣贤的这些行止啊，那么那个不敢为天下先呢，就做得很好，都会这个持浪都是会修牛啦。假如说我们不敢为天下先的话那个在外面开车就不会争先恐后。现在看这个外面的那个交通那个开车都会争先恐后，对不对？有没有？那个为什么都会争先恐后？就是怕慢拢要踮人的头前，行伫人的后边，那不敢为天下先就没有做到了。那个古圣贤是说你都唔免遮早死会使慢慢来啦。我都说爱较紧的，较紧的，较紧创啥？较紧去死的虽然没有讲出来可是就有那个意思因为我们都会抢先可是我们没有把那个抢下来的那个几秒钟好好运用，对不对？当然伫咧唱我唔知唱乜啥，唱的车驶去，人用无代志，都这样那个就是没有做到不敢为天下先，所以老祖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礼让，要慢慢来，生命呢它有一定的长度，唔通还未到我就要赶紧去复习，这一边呢老子跟我们讲说呢，不敢为天下先。那么底下呢，老子就讲说夫慈不能有，他慈悲了就很勇敢，这个是自然的，我们得从慈悲发挥的勇敢那个是正确的。那么俭故能广，那一勤俭的就很宽广。那么不敢为天下先，故成器长。那个器就是有形有相的东西它能够成为有形有相东西的长官，就是主宰它，那一些有形有相的东西。那么今老祖说现在舍其耻且勇，把那个耻丢掉了，可是很勇敢。各位先生，耻只要丢掉很勇敢会怎么样？就会造孽了，对不对？无自卑还足勇敢，迄种要比拳头舞大粒的啦，知道意思吗？比拳头舞大粒的，迄就有功力对不？所以舍持且勇，迄就唔好迄种已经坏爸爸。那么舍其俭且广，把那个俭舍掉了，可是很宽广，华安海那个偷贼各位有看过偷贼吗？我们生活之中有没有偷贼？我们把那个能用能吃的东西都丢掉了，那个就叫偷贼。
可是呢，我们大概也会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呢会走入那个现象，舍其后其先实力，唔慢咧慢慢来，拢要抢伫咧头前，迄就是咧讲，我较对我较大些事啊，你留得较慢咧，你老得较慢，相同意思吗？有没有这样的人？倒是有所以福持以善则胜。我们用慈悲的那个心来战斗的话，那就胜。然后呢，以守则固，以止来守呢，就能够坚固。那么天呢，将救之那个上面会来救，救这些呢有慈悲心的人，他的那个遭遇都会得到呢施学。那么以慈为之，用那个慈来保卫他，这个呢是67章三宝章。那么接着下呢，讲68章，不争，不争章。善为士者，不武，士，士农工商。善为士不武，就是呢不用武力他就是用真理的，不用武力。那善战者不怒。那个善战的他不发怒，所以发怒的就不善战。那么善胜敌者不语，那个不语就是给就是不给人，不告诉人他的内容所以那个善胜敌都不给人家知道他的内容。那么善用人者为之相，善用人的话呢，他就为人这个比相，不会在人的上面，是为呢不争之德，他呢都不争，不跟人争，是为用人之力，用别人的力道。都不用跟人家争，是为配天苦之己跟天相配，他的那个心都跟这个天能够相配，所以这个苦之己，苦之后能够到达最好的行为就是这样不争，能够到达最理想的状态，这一章倒是很短，了解意思吗？那么69章用兵，用兵呢有缘，吾不敢为主而为客，这个古时候用兵都是不得已没有办法的时候不得已最后一个策略才用兵。他说用兵的时候都不敢为主，为主就是要攻击敌人，为客就是等待事情有那个缓和的时候，他不敢进进而退迟，是为行无行，就是他在行为的时候已经没有有为的行，所以叫行。
有为的行啊，就有企图，就有想的那个战胜，所以无形啊，就没有，所以这个是最理想。那么人无弊，人呢就是咱的胳膊，咱的肩胛头，肩胛头会出力，出力，手的有武器，就会伤人，所以要胳膊要出力时阵，我才无胳膊，要摕兵器来伤人，我才有臂，才无迄个手无手，无胳膊佮无手，就无法度去伤人，对不？所以这个是最理想的状态下。所以我们在呢这个要跟人家争论打斗的时候我们讲这一句人无臂，我也无胳膊，嘛无手，你安怎跟人打？那个时候那个要跟人家那个争夺的心消失了，容不容易？一定不容易。这跟我们在做内方下有点一样。我们观内方下，其实已经没有胳膊了，然后也没有手了，没有，全部都没有。要不要放下？要放下。这个是有形的，然后要放到无形的念头也放下。好不好做？那头拢社会不爱这个有前贤呢等一下后学这个声音没有的时候有一位那个普里的前贤，11年前听后学讲的正贤观，他就很努力在修了。也不是说想在一起所以他就很努力独自很努力的做，功效都一直呈现某些地方要停下来，他也没有停他说无梦唔知影直去做做到拢会呈现所有的一切那一些现象出来。等到在一到后学问的时候我说那样会过头了，他说他已经做过头了啦，他要把他那一个过程做过头了会怎么样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各位了解是提供给各位做参考你要不要做是你自己要拿定主张唔通讲伊讲你就安尼去做，知道意思吗？因为这个是或许直接教导，然后那个过程也都有跟，虽然有中间有断断续续可是都有连着，有连着他把那个什么功效、什么毛病都讲出来，这样的话对我们帮助比较大，因为有毛病我们可以预防，有功效我们可以前进，对不对？我们天天做，或许教都教到自己忘了，教都教家己袂记哩伊甲我问的时候后来个回想起来，我说那个正贤观是一个过渡时期，过渡就是我们要修道的一个过程里面一小段，你可以做，你可以做，可是假如说做的话，对你的那个自信心会很强烈，而且对我们那个集中精神会很有帮助，不是说完全都负面的。假如说全部都负面，我也不会插手了。有很多都是可以取用，
尤其那个精神急躁，我们人都有一种懒惰的那个惰性。当你有看到你自己那个佛性之光然后有看到一些那个天堂殊胜的景象，那个动力会很大，那个触动的力量会很大。所以呢，或许有请他讲，可以要不要听啊？要听才讲我们这个不勉强的而且就是把握我们就是修真理的这个只是一个过程知道吗？就是一个修道的过程它会有功效，一定有，而且很快。或许说不用半年，也不用1个月，大概在6天，可能也不用6天了，功效就有了。快不快？很快的那个有的马上做马上有功效。而且正显观也不是后学发明，是有一本叫做《道中姓名》道经姓名一本册内底有教人7节玄功里面的一节内底一段也好像是南极仙翁做的。因为那个后学在后天庙学来的，后天庙因为没有法门所以有看到就赶紧学安尼学到安尼安尼，真有迄架势，很快双盘一坐，然后2炷香，就在我们的前面3手还是3手半，远啦，距离然后2手半靠甲点，你得爱甲你的眼睛平行，目睭看去都头淡淡，下面都白白，你甲咱咧点的香，我们那个香1炷香刚好1个小时，你甲点到伊都有过1点钟，安尼就差不多会香真的差不多了。把那个2炷香本来是2炷嘛2炷就把它收成一点红红的就1炷了，变成1炷香那1炷香就在我们前面所以你看那个阴阳两仪嘛到中间来就是真空呈现就有一支香走出来，还有1点所以很容易做，就简单的可以这个可能开类都有那个印象的，有没有？有印象的。要不要先给他讲？我们先给他讲给他讲，看他能够利用多少时间。他剩下来后还有剩的话，我们再来讲道德经。好，那我们请那个林讲师林村的林讲师，请到给仙佛三鞠躬，你要站的，好。呼吸，喝水不紧张。
同学啊，首先感谢陈恩师的，感谢在座的美老师感谢老师给同学的机会来各位同学结这个善缘同学自我介绍，同学名字叫林轩，同学住湖里，很高兴认识大家，同学大家好。大家好。同学是什么相关来讲同学先来讲，同学在77年与刘师认识在湖里的东明仁爱之家不久同学的与佛堂的这个姐妹们知道刘老师很会讲经典大家就一起恭请刘老师到佛堂来讲经或学第一次呢听到《金刚经》心里说不出来的这个高兴以快乐感觉非常的欢喜就拿起来看同学就感觉到说听到《金刚经》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快乐，感觉非常的欢喜同学连睡觉的时候都还会笑很高兴快乐，连睡觉的时候都会笑就是说带在被子里面都还会自己都还这样同学呢就这样问自己说，为什么我听了《金刚经》呢会这么快乐就这样过了2天第3天后同学就去请那个讲师说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有讲师就跟同学说，那叫做法喜充满是好现象就是同学第一次听到《金刚经》的这个反应讲出来各位同学分享，因为真的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讲师，真的从心里打从心里出来的那种非常欢喜非常快乐，好像我曾经什么时候听过，但是又不知道在哪一世在哪一世听过这个不是这一次，因为这次是第一次听到，不晓得是从多久以前有听过，但是不知道，但是这一次接触到的，真的非常非常快乐，非常非常的欢喜，就这样欢喜高兴了3天，或者很高兴或许再讲一个第2段的说或许回想起或许在921大地震后的第2年或许你的这些道亲再一次恭请刘讲师到湖里来讲经典讲师呢看大家修行的这个定力都不够就发慈悲心教大家做正显观这个课呢差不多他讲了1年的时间金刚经呢讲完了就过了不久过年课也停了这个后来呢机缘不成熟，没办法继续请讲师来讲课就这样回到好几年在这个讲师连续但是或许没有放弃做正显观每天至少都会1个小时的每天至少1个小时，或许都会看香，找时间这个大部分是找晚上，因为晚上来看得很清楚或许就这样找时间每天晚上找1小时看香，让这个精神中很快呢就进入这个玄妙的境界或许呢是讲这个正确观或许每天晚上或许就没做什么事情，比较有时间，比较有父母就在晚上有空的时候或者就是有人就叫这个正确观或者是做看看，因为他讲课的内容或许没有很认真做，等到他没来讲课的时候，或许就想说，那也没有再请他来讲课，那或许就去做这个显观。我们天晚上就把3楼自家有和家庭过来，中间呢就是一个书房，或许呢就不关了，然后就加上点住下对了，刘老师教的这样或许就这样就坐在那边就看一下。登岛的时候看的那种柱香就看的那种柱香的那2点红点，然后慢慢就会
1次2次，后来候选没有几天就能够2就变成1注了，就看那点分别。然后每天1炷香都有1个小时这样看到它一直会显现这受水的这个过程这个显现的话就是一团佛光，佛光非常的妙，非常的炫。它是金黄色，有时候是金红色，有时候它在眼前这样很妙的旋转然后或许就从来没有看过，我就是想看，一直看，就每天晚上就看有时候看到自己他们很玄妙的时候，有时候这个自己的过程，这个有讲是蛇讲的说，这个道是可以意会，不可言说，真的要讲不知道怎么去讲。我觉得是这个时候，然后看就像每次看一看就集中，看到了红点的时候，看到有时候它是自然的眼睛自己会垂下来，就剩下2根，2根的时候这就闭8根开2根，变成这个样子，它很自然，或许没有去刻意去调整它很自然，到时候它就这样，或许就在眼前看到眼前看到一片的是这很金黄色，很亮，好像是大海那样的亮光很亮很漂亮。然后它就是或许是看到从左边在很亮的这个海边好像一个海，又好像一个很金色，那个云海很漂亮。从那一头又有一个山头，它从山头的地方一直慢慢浮出来的太阳，那个太阳光这样就或许眼睛张开看就美了，或许又恢复这样剩下2根的时候又看到，就在这个时候又看到太阳呢，它有一个光线这样子，它太阳出来的时候，好像我们早上太阳开始出来的时候，这个光就这样光芒都是出来有时候呢看到的是太阳，有时候在左边看到就是变成一片月光，好像月亮这样，好像或许在大地上，感觉在大地上看那个月光，那15的月光里面然后感觉到就有一个太阳，一个月亮，很柔和的这个月亮这样。你要月亮看到就不美了，那我们就很认真去做，就很玄的去做，然后或者是这样一个，他们都看了半个月的时间可是或许这个时候虽然说很玄妙，看的，因为这个正学呢是有一个着力，这个是有法进入的不像我们现在在外面放下全部放下，有一个着力，所以或许这个着力就很快就进入了然后或许就看到越看越可能越不想睡觉，连续差不多根本没办法睡觉，那个时候好像不行，接到说做正学的时候是好像没什么事情，没做的时候好像是自己身体就很不行了，然后或许躺在床上睡不着，怎么办？然后或许那个时候在床上，整个因为我们做正学的时候，整个气上来，然后血压140多，然后早上朋友同学房姐她是助理长，房姐长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搞的，因为现在怎么变得血压都高了。我跟他说我在做正经的然后就或者就这样讲，后来呢，或者问就做这样在做很危险，然后或者那个时候也没有气球，那有老师，因为他们继续来讲课，然后或者就自己那个前段也听他说，你做到集中之后就不能再做，或许就是不知道，就一直做。他说每天然后就真的很头很胀不舒服，我就想要放弃不做。但是当我不想做的时候，我在床上，晚上想睡觉，睡不着，不焦虑不安，然后或者眼睛闭着是没睡，听到就是有人在耳朵旁边弹的，好像吉他，好像是琵琶的那个音乐，就一直弹给后学听，很大声吵得没办法睡。然后他还会唱歌给后学听，然后后学说这么吵怎么睡这是什么东西？
哦，说眼睛当都看不到什么东西，眼睛闭住了，他就一直唱歌，然后就弹不晓得是什么乐器，或者听，一直唱，然后跟后学讲话，我听不懂啊，我说我听不懂啊。后来呢，后学有那个解说就跟我说，到底那是什么东西，常常在旁边这样弹啊，这个是讲什么？他说那是天界，你是感应到天界。感应到天界它就是天理天路天意你听不懂。我说是这样这是后来请那个讲师的所以这段歌词或许是也有一点点这样的感应，但是你要是讲的这经典就是还在下面三界里面，因为我们真的要修的话，真的我们是要前途，现在是前途要放到万年放下。真的是万年不下，然后把整个国际呈现出来才对。这个是后学的正行的，但是后学分为3次最后一段因为这样这样就是最后一段这个就是说有一次因为这样跟刘讲是这样断了一段时间，用他的记得就是这样过了。有好多年有一次呢，就这么巧，就有一次有那个湖里的讲师就问起说刘讲师就问或者说那刘讲师他现在在哪里他说他想要向刘讲师要一些经典的资料他也是一直有保留刘讲师的那个电话他说每天40杯，您是想要的这个一些资料可以或许帮你打电话像他一样他就是说那或许就这样，这1年又再一次跟刘老师联络上然后刘老师呢就鼓励或许说你要不要继续再研究经典或许就断断续续已经过了77年，到现在跟刘老师已经这个也20多年然后或许就这样我就鼓励说你要不要再继续研究这个经典或者说好那就再继续来研究他就说，他就请了些刘讲师就从他北部所讲的这些经典都有那个些陆陆续续就记下来的后学后学就这样认真的听这些CD 的片子他就认真的研究这个理后学是或者刚刚讲过，后学是家庭主妇，时间比较多这个孩子都在这边，先生工作去，或许时间比较有时间或者写修建的时间比较多或许就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或许如果是刘老师所讲的这些重再继续来做但或许呢那时候或许刘老师讲或许方面但是或许方面练法越多越多以前呢刚进入到前都叫做正学那或许比较喜欢做正学做这个是做手续那后学呢直接就是做手续做手续呢然后后学见到线下前身的互动然后开始动就给他自己口子然后后学就尽量一直放手他就一直做后学就这样做这个也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或者白天晚上这个就带进去白天晚上或许就认真的做就让有时候自己小气的或者就是做这个手的时候见到手权的时候进入到那个说有一点点体悟一点点的体悟这个体悟跟做之前的是不一样或许有时候见到极点的时候刚开始也是一样看到一团火光被人然后是很亮这个像大海那样很亮的那个光里面然后或许就这样做到最后没什么睡觉然后在白天的感觉在晚上的时候或许会让整个屋子很亮整个屋子非常的亮就像或许在外面躺在大地上看着白
天，看着天上亮度那么亮，就是这么亮这么亮，或许想说这么亮，更睡一场怎么办？好，或许医生他们说或许就起舒服了，然后真的到一半真的非常不舒服的，因为昨天晚上想睡，然后这个看到那个整个是亮度都是白天没办法睡，然后我就去找精神科拿药来吃。可是当或许吃这个药的时候，慢慢当那个亮的时候，或许说在那个很暗的地方，会看到我们眼前就一盏灯，一盏很亮的那种灯，本来是看着火光，然后眼前就在我们显灯的地方显出很亮的那种灯。那个灯呢都是白光白光非常亮非常亮。然后或许一直吃那个药下去的时候，一天两天慢慢一直它一直缩小，然后就本来这么大，慢慢缩小这么大，然后就到最后就剩下一点点。或许再继续跟他吃药，让他休息的时候全部就没了。就是后续这个构成还不知道说后续所做的这个是正确是不正确是后续的这个过程假如来各位可以去做参考如果说对地方进行就是这样点师刘老师等一下，给各位提问啊，有没有人要问？问你们想要的问题。好。原来是这个请教一下是你有问题就是说你在做这个学科的时候看到妙境，那会不会因为你的念头，就是说因为念头也会产生变化？因为在礼拜后有问那个有讲师嘛，就是说要离念，包括念头都没有，那你当下有没有产生什么样的念头？后学做正显观念头是这样的，是后学后段做手型的时候，然后做到都放松的时候，也不是手型了，也变成好像一直放很松的时候那个时候当然还是有点，但是还在念中还是有看到那一些就是现象这样，没有完全都戒掉。是，那请问你就是说做正前观的那个耳根圆通因为耳根圆通是可能包括你的念头会产生，就是上礼拜自己家问那个是不会听到声音，那这两个方法可能会不一样。那请问你讲师就是说做正前观，那有关耳根圆通的部分，就是说看他听的部分有没有听到什么？还是只是说只是显现在眼前这样？听到什么？或许就是听到在静的里面这种静态非常静非常静，是为什么静？就是唱歌跟音乐讲善歌跟音乐。没有听到唱歌跟音乐。那个是做正显观的时候，这个那个做正显观的时候也是有听到那个天界的唱歌也是这样做。那是就是说在做的时候，做完了没有做，但是就是那个集中没办法放下来，躺在床上的时候。因为后学就是说在睡觉的时候也常常会听到声音，听到唱歌然后旋律就是后学就是很正常，因为后学从小时候就听见一个声音，但是慢慢来讲的话都是不管的，但是确实有听到，真的是在有旋律有歌曲还有一些真的就是说，怎么他自然会有整首歌会这样唱，而且就是很好听。那后学是之前都没有，是做正学观后才有这些才有听到这种声音。后学是这样子，跟前是不太一样，是有点。那大部分都是只是光看到光嘛，没有看到什么影像。因为后学就是说里面来讲的话，如果看到的话，后学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当看见的时候，有时候说先跟魔
就是说我会相信他，跟着他一起变成。或许是都没看到什么，只是看到光啊、太阳啊、月亮啊这种光，然后或许是没办法睡的时候，就是很近很近的时候，如果一点点声响，就好像有东西打到或许的时候很不舒服这样或许有这种感觉。是，那这个也就是说色香味触法，就是说有关那个法的话，就是说你身体的那个，因为候选人也是有，就是说第一个身体自然的律动，这是第一个嘛。那第二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说你的感觉部分，就是说会不会有产生一个感觉？什么？精神面的感觉。精神方面的感觉。是。你是说听到的声音？就是看到的时候。看到的时候就是就是或许我想看啊，因为从来没看过啊，就是很想看，一直想要跟他看啊，但是看过头了就变成产生生理上的这个病，身体就发生这个身体就发生变态出来，后来就是看医生，当然看医生之后的药吃就一直没来。你没有办法去突破这一关，或许是没有办法。对，是，好，谢谢林老师。谢谢。啊，这可以了吗？有点事。难得机会。没有，这或许也是没做什么啦，这些断断续续哈，有时候也做一段，然后觉得不舒服了就不做了。因为身体的，毕竟就是可能是自己德性不够，没办法说这从道一直钻进去，所以一段时间就会很不舒服，就开始生病。看医生呢，真的是把它压下来就自己调整。一直不想做，然后要过就正常的生活，所以或许就是陆陆续续做。后来就是刘老师到同一宫这边来讲，就开始教万年放下啦。我们就觉得好奇怪，怎么他之前没有教这个？现在来这边怎么教万年放下？怎么之前不教我们做万年放下？那我们做的这么苦啊？或许觉得说，我做的太苦了，又生病。我就问刘老师，你怎么这么偏心啊？教我们做这个同一宫教这样，我说这样万年放下很好，做下去很好睡。然后后续之前的一些病都压着，没有药没有办法睡。然后后来慢慢那药一直减少，然后万年放下变成慢慢一直在恢复了，一直很好睡了。现在进入一直很好睡了，身体又好，有比较好。所以说这个过程也有一点点体悟了，但是也把这个为了这个功法，让这个身体也苦了好多年，真的苦了好多年，好像有病又好像没病。你说没病又要看医生，没有看医生又不行啊。那个中医或许都这样一直看，只有看精神科的医师才有办法让或许稍微静下来睡觉。不然的话，就好像就是会焦虑不安啊，因为你没办法睡嘛，长期没办法睡，就焦虑不安啊，就很累啊，然后就这就不行，就或者说不管它了，还是先睡好了。所以还好这个医生他所开的药只有一个松懈神经的药，或者是安眠药也没有用，安眠药它整个会转，那个吃那个什么焦虑的药或者都没有用，可能是因为整个精神集中在头，没办法松懈下来。他开的是一种松懈神经的药，让后血这个神经这样放松下来，后血才有办法睡，然后才过我们人的正常的生活。不然那一段时间后血是说，哎呀，看这个也不是很好，看到这些自己活性的东西功能，这个是算功能而已后血没有真把活性请出来，是功能作用而已所以会说，那个时候不知道，刚不知道是很爱看，后来说，变塌了，我不想看了，不想看的时候，你想要不要它了，可是没办法，推不开了怎么办？我只有靠药物就这样调息，然后到一段来就是万年放下，万年放下比较就一直让后血一直在静下来，一直静下来，所以把前段的一直要放掉。所以这一次后血刘老师这样后血起来讲这个后血一直在回想，我已经把它一直放掉了，一直在回想。刚刚还要问老师，我是看了2炷香还是3炷香？对，后血已经过了，不晓得。我想是你这样偏心
然后我这样受折磨这么久，你在同一公交这样哦，他案子上很贴心。他说你这样做，这个你有这个过程啊，你这个过程的话比较，那你就以后就比较坚定了。说哦这样哦，可是我也是很折磨的，身体也很不舒服的，就是后血这个这几年啊，已经1、2年了，就是一点点的这个体验啦，也不知道是正确不正确啦，所以说这刘老师都这么慈悲给后血也讲讲，所以说我讲不对的地方那刘老师你就来纠正一下，后血不知道到底是对错是正确还是正确？谢谢各位先生，谢谢莲师，谢谢各位先生。我问你。没关系，这个时候才会真。李老师，各位先生大家好。我想问一下，你刚刚有做那个前观的时候，华子充满，那你刚不是那个是听经的时候，后学分3段讲，他是刚听讲是讲第一次《金刚经》的时候。华子充满。那你现在做万缘放下，都有没有华子充满？现在做万缘放下很好睡，但是后学有时候也不是每次做了有办法做，有时候能做的时候都很舒服，好像整个气流都很顺。但是晚的时候惨了，起来的时候我下半身都会很硬很麻。然后我就赶快问刘老师，要是你这个万缘放下，你自己做会不会这样啊？他说会啊，我会这样，我曾经也会这样说。那怎么办啊？我脚都很硬啊，很麻。你去运动走一走啊。然后他后来有跟谢姐说跟谢姐跟后姐说用米酒泡脚。后姐是没有泡啊，后姐还是出去这样运动，因为毕竟还是没有全部放掉，只是说放到脚这个气还是没办法过，但是觉得说比以前好睡多了，也说没有进步呢，静静的回想也有在进步啦，也是说这样好像金钱都平静然后药物又放掉很多，然后又好像又比较好睡。因为有时的时候，有时候做一做很想睡睡很久，起来了又很想睡，又去睡，这样或者现在万缘放下只有这种体悟而已。谢谢。因为后你在今天的有种那个金刚经的时候，曾经已经有那个华子充满，可是他们继续做的时候，哇，差别很大，现在根本就没办法静下来。所以说我现在是可以做那个正行观。正显观，前显后显跟我现在一直不好，一直在看东西，像我这样。前显后显跟你讲这个正显观是后显也是那个有讲师是看大家定力不够才这样。现在你们做万缘放下，集中不要做这个是很快集中，但是你要做到集中就不能做了。后显是不知道做过头那做过头的话会产生不舒服。如果你说的很集中，然后头会很大还是什么，你马上要放掉，不能再做。因为后学也是很苦，就有一点点的体悟，但是也是累积，这个从这个不舒服换过来的，这是总是有对待的啦。你求他但是你身体还是。然后有很多问题，我遇到说晚上好像找不到了，可是要拉再出来的时候，哇，一直要让他出来。因为你有起心动念。就是你看他要出来的时候，你这不要起心动念，那个念头都不要起，然后你静静的一直看，它就会出来，这个我们也不要说，我们修道也不要追求太玄妙的，可是这个本性就有了，这个本性我们本来就有了，但是或许这个过程是真的，就像王凤仪老先生一样嘛，他半夜这样走路，一直要去救一个同伴嘛，被关了没有？一直不平的时候，他一直想一想一直问人，然后问到晚上变成白天，有没有？他只会我们吃一顿饭的时间，一餐饭的时间10分钟，然后他知道3界的事情，后学没有，后学真的很不舒服，但是后学把他吃药，但是后学没有说马上吃药，他马上消失，他差不多有3天的时间才消掉。本来是很亮这个亮度就像这个白色的亮度，就不像我们外面的太阳的亮那么亮就好像在外面躺在大地上的亮，让你真的没办法睡觉了。我说这个怎么睡啊？我还去
跟我普里的一个临时讲啊，我做这个我在做功夫我看到什么什么，我不知道不能讲呢，我还跑去跟他讲，我做到什么我再跟他讲，后来就很苦了，糟糕了，我讲一讲，好像差不多半个月之后他一直跟我听后学讲，他说然后后学就这样感觉他很亮，我也没办法睡，但是我身体很不舒服，我也不行，这样，然后吃那个药下去你会感到说，那亮度会缩小了，有睡了然后第二天又收更紧，第三天，然后他你看到一直缩小的时候，这两个眼睛真的老师讲的一盏明灯，真的我们眼前真的有一盏明灯，那个灯是自己的自信光，而且所看到的都是白光。都是白光，但后学没有看到什么天堂，没有，那些后学都没有看到，后学只是一直看到自己光而已，整个就像这样，但是很大，还是椭圆的而且慢慢一直消失，然后后学现在不敢做，一做正弦观不舒服，连手弦后学都不舒服，后学就是要放下才有办法睡觉，像这样，谢谢，好吧，别生气了。要是比较下，道场上传统都是说手学嘛，僧人静坐。现在我们说的正弦观，我觉得是彼此引导，对，观有分享。这四种可不可以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差异在哪里？谢谢。正弦跟手弦还有真人静坐。真人静坐。对，万年放下。很多考后学后学还没有程度那么高因为后学现在只做到这个地方，万年放下跟手弦，做正弦观，还有什么？真人静坐。放下，万年放下后学就说，先讲万年放下就是刘老师讲的这样嘛，就是全部都不想，这样放松，然后放空嘛。后学是这样做，然后他这个会循环很好，然后会很舒服，这样。可是后学还没有做得很好做正弦观，它的不一样就是因为你精神集中在那里看那点香嘛，那种玄妙，那个是属于外放。我们万年放下是一直在放，是属于内在的放下然后再从我们身体，然后再一直放，然后再手外面的一直在放，就是从这个身体放了之后，再从念头一直放这样那个正弦观当然是从一点佛光这样集中之后你就会很快，然后念头它也会没有，你一集中在那看它就会念头很少。然后做手弦的话，手弦呢很快它念头就会没有，但是后学是做的时候做一做它就会自己会调整做到最后它身体前部会动，会打通这个脉的时候，它就自然会调整做的时候到最后也不是手弦，就好像一直在放的时候就好像手这种境界就是好像你有在手弦，又好像没有，很自然很自然的时候，那些功能作用它显现出来，这样真人静坐，这个真人静坐就是这样是真人静坐怎么解释？因为他问的太高，后学还没有到那边。大家都听到了音乐听到了音乐，你完全没有听过。刘老师说这个真人静坐就是后学做正弦观的时候听到的那个天界那个是属于天神他所给后学听到的就是我们凡尘所没有的这样他就是这个叫真人静坐。后学在努力的修，以后知道的讲，这个刘老师教后学讲。可以吗？谢谢，对不起因为后学还在学习，真的后学还在学习，还没有到那个程度谢谢，还有刘讲师来解释。我对不下去，后学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谢谢点社，不然谢谢各位谢谢刘讲师给或者这个机会。这个由别的地方的道亲来讲说，或者对这边的那一个修持方法有多么的提升，有多么的容易，所以北部都会嫉妒。怎么在同一宫教大家观念放下？在他们那边呢，叫他们观念头。所以我们呢，这个因为有一些问题都在刚才那个林讲师讲的之中，所以呢，就先提问，半个小时现在呢3:05，我们呢先提问半个小时，延续刚才我们那个脑筋里面所挖起来的疑问，有没有好，你说，麦克风，没关系，我是很大。好，你说。那个。有了，没电了。好，讲师有说，我们如果多手闲的话，我们手到最后精神集中，血压就会上升嘛。像您讲是这样子，如果继续在手下去的话，可能会难受。是正确的嘛？还好，您讲师没有再继续手下去。他这样是要吃药是正常的，对。如果在手下去的话，就不好。所以有讲师给我们大家一个观念，就是手闲也不是好，手闲是收拾我们的杂念而已，到最后是要我们放下。那或者在做观念放下的时候，一直都前伸手放下的时候是非常轻松的。但是是不知道说有没有找到那个心，就是你会觉得很轻松，你旁边的声音都是聊你，就是这样子，就是没有很长的时间嘛，就是有时间就做，有时间就做，做的时候就觉得很轻松，就是这种感觉，是手闲到最后不是说这种感觉。好，请坐。因为我们要了解到，刚求道的时候我们那个玄关是很重要，一定呢要那个点开玄关我们走的道才有效所以那个求道的过程不可无袂使无，一定爱有迄足重要的。咱求道以后那个第一门功课就是要把杂念跟妄想去掉。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呢手闲，手闲很快可以把妄想杂念就去掉了。只要我们妄想杂念没有了，没有以后就要放下，让我们的那个血脉回归正常。那假如说我们都一直一直守，假如说我们培养定力够，然后我们手闲的时候，又有人帮我们护法，就是防止那个很大的声音发生。这样的话我们会还没事了。那假如说我们在手闲，又碰到很大声响
那个假如说已经呢微血管都充血了，那个时候再来一个冲击的话，那个微血管会断。各位讲一下，微血管断会怎么样？会中风了。那所以我们不要说为了修道修到中风，那就不好了。所以一定要知道说，他修行的目的就是要集中精神，放掉妄念、那个杂事，那些全部都去掉就好了。就好了以后我们一样要守邪，可是守住邪妙的关键，一不一样？守住邪妙的关键跟守邪一不一样？不懂了那邪妙的关键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这些无性本体，那就完全很大的不同，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这叫做摸到根了。摸到根的呈现做佛摸不到根瞎修行。你刚才会样守贤唔拿去守住邪妙的关键，佛性本体都无爱去摸，那不会错这样了解吗？不相应要问吗？没有，或者要跟那个部长讲一下，首先到资料是不正确的，不是正确的，是不正确。那你刚刚说首先主要是要是正确的，对那个是已经有犯下、有犯病、犯病，那是不正确的。或者就是那个奇美医院的精神科医院，就是有发现很多这种。他就是静坐，静到最后变成那个精神病，还有那个也有人静坐坐到那个脚呢变成不能走路，也有这种人。我们修道呢，都是要这个身体健康，然后呢，那个生活很顺遂，所以不要有发生呢那个奇奇怪怪的毛病。那刚才讲说呢，这个守行正仙观跟真人静坐那个真人咒是老前人提倡的。那我们身体是真人还是假人？我们身体去静坐是真还是假？就不对，对不对？所以真人静坐就是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呀。佛性本体会静坐吗？各位？会不会？真的会不会静坐？怎么那么确定呢？我们行之作恶全部都在静坐了。要知道说那个外有形象静坐只是短暂的，行之作恶的静坐是长久。不管你在行事作恶，都是静坐，都是走路我们性分他在佛性里面的静坐，从佛性来静坐，那个才是真常之道，那个才是正确的，那个叫真人静坐。这样了解吗？所以或许有讲过说我们生活之中不被外面的所有景象，外面的景象不被景象束缚，然后我们的内心不被我们的意念固定。一方面不被外向，一方面不被内心。那外向内心全部都拼除了。它都不障碍我们，不拘束我们，我们那个时候才叫做静坐。有没有自由自在？我们就是要我们的佛性本体自由自在，
不要被外相束缚，不要被内心这个搁置。这样的话呢，逍遥自在，那个才叫真的是静坐。所以我们对静坐都有误解，认为说身体是那边坐的，你那边坐着，你能做事吗？能思想吗？整体都是口差啦，对不对？我们要不要莫求他人来？要不要？不要啦。要自由自在，不被外向，不被内心，都不被他们拘束，很逍遥自在，这样就是好还有吗？好，请说。你说。30年前有去那个庙，那个主持在静坐，在打坐，或者去年看到他打坐到。都盘起来嘛，但是最后一个脚也落下去，一只手落下去。那经过没几天，那个思路就走通了。所以或者听刚才那个老师那个演讲师说，他做到最后那个半身退麻，那是什么原因？气血不通气血不通了，对，那要怎么做才会通？怎么做？这个要生活正常。对呀，生活正常，那你那个所有吃也吃得下，睡也睡得着，然后那个血液循环都很正常，自然就达到了对不对？就很简单嘛我们都把它复杂化。还有吗？好，请说。各位老师，在学习的想就好。就是昨天整个晚上就是很不舒服。然后呢，应该算是后学有在多万放下。然后呢，这个不舒服在后学做万年放下的时候就会被后学退了。那后学想说，是万年放下，只要有那个正确的万年放下，那就可以一些邪气比较不容易进，是不是？后学感觉到用了2次的万年放下，就是感觉那个痛苦感觉就好，请说。因为你要到达那个正气能够都常驻在你的身那要长时间的培养。长时间培养，就是在做万年放下的时候就是不能有那个杂念，所有的业都要拼除，拼除到一段时间以后，你那个正气就有，正气就有的时候有一些不好的要来干扰你那一些正气就会把它消除掉。对那正好对治你就对治就好了。对，就 OK 了。还有吗？好，请说。或许你要深入探讨有关那个真人静坐，或许请那个刘老师给后学就是一下或许另外那个白水圣地他有就是亲自开发，就是真人静坐是不拘形式，然后规定的时间，所以跟同样要那个我们那个就是双盘或者是单盘静坐，那是不对的。所以提升到真人静坐的部分就是说什么时间、什么形式都可以做，睡觉的时候也可以做。那刚才在讲的话，也是说就是说后学上礼拜有误因为后学说实在的一点就是说，
当然你讲的是他的部分候选一部分都曾经经历过，那关于风的部分，当然来讲，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很好。因为以前听过就是说可能会听到的声音，有时候或者说一次换面药，有时候真的是有感觉，然后很多以前候选也是觉得说很奇妙的一点，就是说。当候选现在睡觉的时候，然后就听到一个声音，他说有2条路让你选择，第一条你要选择健康，第2条路要选择财富，只能2选1。那候选选择我要健康，那后来候选就开始生病了，选择健康他就开始生病了，要我开始生病了，就这样子跑了10几年。所以候选一直有时候在讲说。候选也曾经吃过药，精神科的药，曾经进过。后来有时候在问那个候选的那个精神科的医师，我请问那个，因为你是我的专科医师嘛，我就说，请问你神经跟神经差一个字，差别是在哪里？差别是差很大，差别在哪里？因为还没说听个，这是。候选都常常听，小时候的时候10几岁像我那时候听过唱歌，那声音都很漂亮，就一直在要把跟天上的月那个5月5那什么就很好像很好听，他就唱嘛，说今天我都会做头，马上把它掏，我马上会发，但是一起来马上就抛光光了。那候选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就是说，可能以后就是说，候选做一个分享，就是说，可能以后就是说。很多人想要去做，那做包括说，就像您讲的，候选也是就是进入嘛，进入开始报不晓得哪边去了，没有办法收回来。所以候选觉得说上个礼拜问得很好，候选觉得说今天来上这个课太好了，理念，或者就这2个理念让候选充满法喜，因为候选出去可以用说放的方法，就是说我不会被睡。那也不会被说随着那个劲或者它整个走。那特别的一点就是说，因为真的让我们了解说真心真的是很奇妙，因为佛性就是具足嘛。让我们更能确定说，那我这一条路是自动自发，所以候选这种有好处，因为在候选在道场就自动自发，不能加，因为候选很清楚，就是说你不走就是不行，因为确实它就是了解你。所以候选人说要进入去尝试一下也可以，但是念头很重要。因为候选人说有时候真的一进入的话是魔，真的考验就都分不清楚。有时候就说是好像是老师的声音，老师法相，但是你怎么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所以候选人就说听可以把收回来，说感谢有讲之后，也都讲的是。理念这2个字我觉得说到最后候选之前这样子是很好，然后到最后还是要外野放假过程，我觉得这是刘老师讲的真的是太棒了，感谢你以后选上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要问的？一问你看，才会角度才会宽广，知道的才会多，心里面的结打得开，有没有要问的啦？好，请说。老师，可以请大家不要唱。为什么我想请问一下，候选听播然后跟了，这为什么不见了？什么不见了？就是在那个方向，在早上那个根，因为把它充满了，你们知道哦，早上那个根，你说为什么又不见了？因为它不见了你才能够容纳的更多了。假如说每一个都在你心中留住的话那你那个就很窄了，知道就不多了。所以不见了没关系，会有更多的。或许是那么说，我在听那个刘总在讲那个金刚经，想这个是因缘。记得我们
你去帮他们？哦，不是的，只要你了解到你自己本身的不生不灭啊，追求佛性本体，不管你到哪个地方，你都在修道。不是我意思说，因为我们的佛堂的前线有的人，因为晚上2场，那你早上你如果下午去上课，晚上要在自己的佛堂看都没时间。可是刚开始后学也是在选择啊。那我想说，我要来跟上，我就放弃那边晚上上课。可是那边前人想说，你为什么都不来这里上课啊？怎么样？可是我后来因为身体上这里身体不好，那我没办法这样子。他甚至有的身体很好的结果，我也跟他讲，自己真的非常好，就找到，因为很多事情是因为上次我也讲过，因为人与人是很好，或者说别人是很好，病好的时候我们会饥渴，可是他病以后，我们慢慢的得到自信，得到我们这个不生不灭的主人。可是，在佛堂可以延伸到佛堂，因为我们是可以来这里讲啊，可以把这些不生不灭的真理到佛堂里面讲啊，可以吗？可以啊，就假如说那个人间的摩擦，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在凡尘啊，那个最基本的就是人的一些礼仪呀。你只要说把所有的佛堂的人都得罪完了，你还要不要来佛堂啊？你跟所有佛堂的人都为敌呀，做敌人，你敢不敢再到佛堂来？或许现在，没有，我没有这样子啊。我是希望前人能够真的来这里找到自己的真心，那个不生不灭，这条根，因为我已经修了10几年，都抓不到。那之前是我都有觉得非常好啊，那我就想说，为什么我那么前为什么来这边？对呀，你可以引进他们啊，你可以引进他们来这个研究啊，因为他在人事摩擦的那个方面啊，他没有所取，他的行为啊，没有让人不能够忍受了。假如说他在人事摩擦，让人不能够忍受，他自己不敢回来，敢回来啊，佛堂没有不接受的，一定接受，一定也会就是讲经说法，一定会得到我们的那个根源。然后有时候不好意思问你们，就是说，有的是他们已经有业力了，他们是已经找到不同的真心，真主人。你这个一支笔歌你压多几轮来，因为有一些我们要了解到了那个外面的是点传师、是讲师、是坛主、是办事人员，那个都是名号，假的名，假的号，假的啦。它主要是我们要传达现在上天大开普渡，让他能够得度，得度了以后，要追求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这个是最重要的。你能够追求到，你就自己按照你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去修就好了。所以就不用管他们所以不用管他们有没有不生不灭的看起来。你搁把那根本拢去掉，那才。你名相无去掉，把那根本去掉。好，请说。理想我们修道以后大部分都会生老病灭嘛，你又是讲那个归空的问题对，归空，对，我在讲归空的问题。有的人没有修道，但是他归空的也是生老病灭。还有呢，他说呢，他在所
时候也是完全的，这种吗？那个在考人啊，考人你听懂吗？考啊，我们不是有考试吗？那个就是在考试啊，考一考你的智慧啊，够不够？哦，所以或者就讲，假如说那个归空的，刚好旁边都是老道亲啊，这个时候它会让那个尸体啊硬邦邦。这个时候就是要把这些老道亲啊考倒，这懂意思吗？那假如说哦，这个旁边啊都是没有求道的，都是求道也是很新，那么这一位归空就身软如绵，没有求道哦，他一样有一些新道亲安尼高嘛能够过，迄个考人的智慧啊，考一考人的智慧。所以有时候不要见相，我们都住相，他就是不要我们住相。那个我先生的太太啊，她也是出，她是讲是假的。你先生的太太。同样的人。高兴，然后生老如年，他还在讲，他都是一个练国嘛，他说，他这里小一小一个狗狗嘛，他这个小狗狗恢复是那个外生老如年，当时他很高兴，他跟我讲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了解到他一生中都是行善，又不跟人家争，都是默默的在行善。这个是人的部分的。那假如说那个畜生的话，你也要了解说，畜生也有那行善的，也有好心的那一些狗。还也有很凶恶的狗，只要他都是行善的，他的心里面充满的那个慈悲啊，所以他归功的时候，一样也是身软如绵，也是给我们一个说，你看卖讲你老啦，迄狗啊你做好都感官那里身软如绵，是给我们人一个印证。那要再转世来，他狗呢要求道的话，要转世人道才可能得到，没有像人那么幸运的。好，你说。有两次后想要再回国，有讲之前不是说我们不可以随动物回国？那如果说那个动物是真的，那有一天他就跟着我们自己回家，我们也没有让他回家，也没跟他结什么缘。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怎么办？你就养它，跟你有缘嘛。那这样是他就是道理。那个是管他这一生这一世没有说要负责他生活啦。你养宠物的话，你就要负责他生活，差别在这里。还有吗？
还25分。有疑啊就问。好，请说。刘讲师啊。好，请说。后学可能问的比较偏一点，后学因为前段时间待在大陆，然后去度一些有缘的人，那后学就是待了几个月，觉得大陆的文化跟环境可能有点太技巧，人心有点就是太聪明了，像台湾就是人比较单纯一点，然后生活也比较努力一点，在那边好像整个社会风气啊，还有可能也是有这个就是有上往下压，可能人的生活比较就是一点，所以技巧会比较多一点。那后学在那边也是有机缘碰到一些吃素的人啊，还有一些拜佛的人，那只是感觉到说好像那边就是敲打念唱比较多一点，地土中啊，然后打禅期啊，然后感觉上跟道理比较远一点，然后斋节也比较多一点，人性比较技巧，所以斋节比较多一点，所以后学有点担心啊，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修行人不要只想自己啊，因为我想这成熟的修行人或是学佛的人，不是只问自己怎么样，而是要把这个修行的心往上提升，像老师啊、仙佛一样，都是去帮别人做事，尤其越来越大或者是要越多，他都想别人。那我也是在想说，去到那边很无力啊，然后有缘的也可能心也不在那个上面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现在看看这个世界，美国现在也都是那个地震啊，该出现的地方都出现。所以后来一直在想说，刘讲师可能就是有这方面的就是感应啊，或是修行啊，看看刘讲师有一些想法，或者能够后面的这些后续能够一直这样继续的有信心这样往上走，这样谢谢刘老师。好，请坐。难得有这么大的那个花心，可是就是要来到我们众生的那一种共业，那个形成了以后真的是很凄楚，我们都要去接受了。共业不管是好人坏人，所做下来的事情我们都是要去承担。因为要了解说，就是救人不是没有，而是他那个太大了，好像那个老子在讲这个我道大，事不孝，下面不行啦。伊迄个都已经大到这么更厉害，可是我们造的都是点点滴滴一直渗透到那个很微细的那个道理里面都是勾心斗角。我们要了解说，一有勾心斗角我们很难去摒除咱一定拢去滚伫内底嘎了拢伫内底，所以你要解救众生的你就是要付出那个心力，这个它会有效果的啦。只要你肯付出心力我们看一看那个寺庙要叫人救世，你甲洗一个来个出来伊咧救啥？救济啦，所以你就会很灰心都在这方面在围绕旋转，怎么去救所以就要看我们众生的花心有多少就出多少，我这样都出管这个，这样才重要。
我们拿出来不是承担这个现在大概普渡的责任嘛，要使每一个人都能够求道，都能够得度，对不对？所以各位假如说能够花一点点心啊，真的也度众生，把我们周遭亲朋好友，都把他拉来求道修道。那前提就是我们本身要做。你本身假如说没有改变你的脾气毛病你要度人那是很困难人拢咧看你看你像安尼安尼买啦，我照我旧的生活就好对不对？这个又是很痛所以救度众生呢，要付出劳力。还有没有啊？还有20分钟，还讲课吗？休息一下。那个候选有那个候选就是那个声音如果沙哑的话就跟那个柠檬干的是加柠檬汁那个罗汉果泡开水，或者是感冒沙哑的话，就吃掉我们那个沙川贝枇杷汤。那或者刚刚有听到大家很多说要修心灵运动，其实老大姨来我们这边有讲过说，我们还没有到那种境界，但是我们最好是少那个轻重，因为他说现在时机非常非常的时机，他没有好多老是静坐到那灵魂出窍没有把它收回来。他说还有时间再去帮我们然后喜欢做到那个做到那个经跑出去的话，那收不回来，那就变成有神经病。老师说他为什么没有到我这里帮你们做那个？所以你们最好要进入的时候温柔一点，但是就害羞了。表示没有那么清醒的话，就最好不要。那是老师在那个访问时候有讲过。有一件事情，或许放在心上已经很久了。其实，因为早年我先生他有学到后来他又有去皈依但是以前都没家己很能够解靠过哪边伊刚那边知道不用了，我们先关一点开了就点开了哪有说一点再点？老天或者在老天身边老天有时候有问这一个问题他们老天就讲说你的身份点了就开你什么你家己对家己无信心直直到处在问要不要再充电？你对道就没有信心了没，我们一点就开了自己要守住自己的自信。要可以要来这边参拜也可以你不回来这边参拜没关系老天实际上说你一求到了你就自己去修自己去拜，没有说固定在一个地方没有了。你讲足侪话啦，敢若听到对。他就是说求道这是皈依后不用再求道。假如说这个成事不见，老天都突然讲4个字：成事不见，就是你完成的事情
不再建议啊。假如说还没有完成，这个就不可以了。为什么？因为你求道求仙佛为师，你去皈依的话是皈依人，那皈依人是真细啦，你真完的无爱去作事，那就不可以。不过已经成事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老天就讲成事啊，不再建议了，已经拢成事就好啊。他说他想再回来。对啊，要是想回来就回来，回来以后就不能再变心了。所以叫成事不见。我想再请问，那之前师母在展片的时候，是也要重新接线之前的道清的那一段，那这个要怎么解释？那是要给所有已经在办事的点师看。那后来老天接了，他就以老天为主。各位粉丝好。好。因为这个问题，或许在国外遇到很多这种问题，是求完道以后，然后再去皈依的。那以前我讲过，会都是偏袒。所以因为这个也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这次点师去柬埔寨开法会，会为这个问题特别请示老师，说这个要怎样去做。有的人他来到以后，他不知道不能再去皈依，所以因为我们要把他成全好，要照顾好，所以他就让这个带到那个佛教去皈依。这个错在他现在又有人把他成全回来道场，他才觉得说，这个不可以，他也很紧张，很多人很紧张的，很紧张这个问题，然后又听之前我讲过，这个会多是偏袒，那我们现在不懂道法上的事情，为他解开这个问题，所以这一次会不请教老师，所以等下个礼拜，他们现在的成绩回来，我们再跟各位同学答案好，谢谢。因为或许在老天身边生活有一段长时间了，那老天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大部分或许都在旁边。那对所有大小事情的处理或许都很在意，因为那可能都也不知道说以后会落到我身上来，所以那个时候都非常在意，所以每一句话都把它记下来。所以遇到这个成事不见了，那个也是说已经事情都完成了，而且就是去皈依的人也不知道不知道错，不知道，所以老天那个时候的应对就是说成事不见，所以后来才讲出来，看了解吗？也不是或许自己想的啦，都是有思索那个老天的处理方式。还有吗？还有10分钟。好，请说。那个佛经里面有讲那个佛也有10种名称嘛说如来应供正念之迎行主善事世间解无上师调御上应天师佛世尊，是有10种不一样的意义。那个全部
讲解一下。那个里面的意思啊，全部都不一样。要讲那个里面的意思啊。那个字义的意思大概讲一下。那个如来，就是如其，因为我们众生啊，就是有愿，愿成佛，所以如其我们众生的所愿，拿到来呈现，叫如来。那我们了解到，这10个名号，是固定的，只要成佛啊，一定有这10个名号。那我们本身啊，我们本身也是如来啦，可是在这个时候啊，在讲的是他成就的那个名号，第一个就是如来。那这个呢，就是应供。应该供养，就是啊，他已经呢，修了3个阿僧祇劫啊，经过的苦非常久。那我们所有还没有成佛的众生啊，要来供养应供。那第3个呢，世间解。就是世间所有再怎么困难的事情啊，他都有办法解开。世间解，解开啊，完成所有的困难。然后明行足，就是佛啊，他所走的那个道路都很光明，不会说是我们怎样。明行足，然后无上士，最上殊荣工商，它是无上最上的殊荣工商，无上士。然后调御就是要调伏。像我们太太啊，在调伏那个先生的所有行为啊、语言啊，调伏丈夫，有没有听过？没有啊。然后什么？善良的善啊。善什么？善事那个是啊，就是死亡。善事那个善事，死亡的那个事就是他所有的事情呢，都能够让他很圆满的过去的善事。再来呢？正片知。那个正片知就更会了解正知啊。各位同学，正知是什么？正知啊，万法唯心；骗知啊，心包万法。正骗知，正知骗知，正知啊，那个万法唯心，骗知啊，就是心包万法。正骗知，然后再来。天人师，天道人道的老师啊，天人师，然后世界是，那个世尊他不列入10个名号，这样稍微记得来吗？真多名号真多，
佛，佛世尊呢？佛有列入名号，世尊有没有？还有吗？还有5分，还有没有再问？成果文经。拄则有一个前言讲咱会使坐禅，即马开始咧坐啊。还阁剩5分就好啊，第5分。还没有问的。好，请说。或许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回归本位，我们本位是佛。你问到这个倒是很重要。我们本来都是佛了，菩萨还没有到佛，所以不是回去菩萨回菩萨我还不是回就滚。还要回到佛的本位。菩萨管了，佛管。所以要了解是佛。你到达实地菩萨的话，那个才叫等觉，跟佛平等的觉性。要到佛的时候，才叫觉性圆满，那才叫本位啊。好，请说。大地跟次第比较大还是佛？大地跟次第比较大还是佛？大地跟次第那个是佛延伸出来的名号，从佛延伸出来，它不分证他们哪一个大哪一个小，把他们同类。像说这个清太清有没有？那个也说是同类一样平等的相对待。还没有分大小，还有没有？可曾细分了？好，请说。离念跟短念有什么差？离念跟短念。短，长短的短还是短？离念跟转念我们要理解那个离念都已经是一种我们在讨论的本来问题已经都结束了离念了。你转念的话要搁伫咧讨论这个代志讨论要未了，只是转一个角度来讨论而已。安尼啦，差伫遮。迄就是说，咱讲那个。我思不断，迄个脑咱迄个连藕断丝连这我去开个老转菩萨藕断丝连，所以了解说离念是比较理想。那转念的话我们又转到一个角度去思索，它还在那个思索的念还在。离念就离开了我跟他离开了，要学那个离念。好，请说。就是你刚才在那个第68章第3章的地方，善战者你说不怒是不怒还是不是？哪边？68章的最后一句，古之己善战者不怒才对啦。
不怒才对。哦，假如说不是印不怒的话，就印错了。他印成宽恕的事。宽恕的事哦，他印错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已经2、3次印了吗？都拢足侪唔对啦，所以一印再印，一印再印，直印。我是心中。
师、各位坛师、各位先贤，大家好。不写占道天师德小千千堂，以及感谢各位先贤给获学机会学讲。各位先贤一定觉得很奇怪啊，怎么没多久的时间啊，会瘦了这么多？没有？这个叫减肥成功。不过同时也是呢，告诉大家说，这个我们健康的时候就是要把握，不能克谁，克谁拢赶加用，这个很快一下子就会产生变化。所以或许呢，就好像失点了，就是有不是很胖的很胖的状态下，一下子怎么变得瘦那么多就很单薄有没有？所以要了解到虽然说在身体状况会变化很大，可是呢，各位可以从这个声响可以从这个或许的这个讲话声音之中了解说，精神还不错对不对？所以呢，或许一直在鼓励自己，说这边的承诺都还没有完成，不能走开，对不对？所以一直在努力这个调试自己的身体，虽然是假的或许一直在讲身体是假的，可是毕竟没有把它照顾好，还不能用要很健康的时候才能够在这边讲话，对不对？所以或许会这个就是对自己的身体会就是很注意在健康部分所以也劝各位呢，在这一种健康的那个前提之下，我们人生呢真的是很短暂纵然是很健康，那也只不过是100年而已，很快一刹那就过去了，所以一定要把握当下。时事古今不离当面，只要我们没有三心，过去心没有了，未来心没有了，现在心没有了，那我们现前的一念即被万年。所以这个这个真理我们虽然有听可是都还没有很实际去体会。那我们呢，就是要努力的在我们生活之中切实的第一个先体会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一定绝对要把它这个启发出来。各位都有做到吗？什么有的都不敢回答，只是理想吧，就是理想理想要做还没有做到，真的要努力就是要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然后你做久的时候当我们万年都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那个了了不明，那个解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那么要成佛就是这个所以一定要对它认识，然后认识了以后我们就是培养。那么培养之后我们就用本根圆通，让我们的佛性延伸一直到整个虚空。那我们先延伸到我们生活的环境，对我们的环境都能够了了分明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对自己的佛性就更有把握。那现在各位可以说稍微有一点摸到这佛性本体
可是啊，都还不敢戒定。那我们要了解，对自己的佛性啊，没有戒定的话，那对很多事情啊，都没有办法产生那个力道。那我们只要说对自己的佛性已经切实的掌握，要了解佛就在自己身上。那我们呢，从自己的佛性本身去发挥，那么发挥出来的力道很大，所以一定呢要从这个方向。简不简单？只有一个回答。各位都觉得不简单吗？简不简单？不困难只要我们有心都不困难。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是基本功。我们呢研究心理心法，这最基本。所以对自己的佛性本体我们没有摸到，没有掌握，那么再讲其他的就有一点割靴搔痒，起不了作用了。那假如我们确实摸到，会一步一脚印，很切实的，我们都能够在生活中去体悟，原来自己本身就是佛。所以刚才我们那个歌不是谢谢你吗？原来我们本来是一体，有没有？那个确实就是天地之间本来都是一体的。那我们你看缘起缘灭然后呢这个相交错有很多的那个生活之中一些遭遇，那个都是虚幻不实在的，不要把它当成真。那我们就更容易去这个掌握自己的佛性。那对自己的佛性越重视，对凡尘的万象就会越不那么住相。不住相了以后，我们的心就会脱离烦恼。我们的烦恼都从住相里面来。那不住相了以后，烦恼就减少。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都是从自己本身做起的。一定最基本就是一定要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先摸到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或许我一再强调，有没有？那一定要做，有没有做？一定要做。这个不困难。我们做了以后一段时间一定会有所领悟。那么那个领悟的时候，我就会华喜充满，整个原来天地就在我身上，那个华喜充满。可能我们都还没有努力做，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只要我们肯用心去做，这个不远，就在眼前就可以做到。离我们都不远。可是假如说我们不做的话，那就离得很远。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研究已经快接近2年了。9月26，今9月几号？3号。在23天就2年了。我们讲的也真的不多了2年才2部经对不对？那我们往后还准备讲免经那一部这个1年就恐怕都讲不完。所以有没有稍微翻一翻看得懂吗？有的懂，有不懂因为或许是时常都接近经典，说起来都是白话。可是有一些或许这里的白话，很多前贤说脑里是连文的，
可是解说了以后，我们了解说原来是这个意思那个就说真的是不很深，讲的不很白话，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就受用，可以把经文转移到身上。那我们能够转移到身上我们受用了，就可以进入真理世界，不困难的，自己一定要有心有心追求才能够到达。我们共同努力。那我们呢就翻开这个道德经，我们讲到几章了？69，69章。用兵帮忙，狼无弊这个用兵这个狼就是用我们的手臂来推就是一种推把那个我们这个眼前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万象推开，推开一定要用手臂用手臂来推开万象万事。可是这边他那个用兵切狼无臂，没有手臂没有手臂要跟人家打架，可不可以？用什么跟人家打？就用手跟人家打。已经没有手臂了，能不能够打？都不能够打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老子告诉我们平常的话假如说已经呢都把自己的手臂就已经好像都消失了，没有了。那没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动怒那个生气是不是想要出手？那个时候没有手臂，他就怎么样？那个生气那个想要打的就消失了，没有武器要打人的那个原因没办法完成。所以老子告诉我们，就是把那个因我们想打人的因让它消失。我们为什么想会打人？心里面不平，对不对？这个呢就告诉我们，老子告诉我们，从我们的那个心里面去消失这一种对人的那一种不平，对人的不满，对人的厌愤，你都从心里面去解决。心里面完整都能够解决这一些产生的负面的那个情绪完全都我们了解，让它整个都消失。那么整个消失了以后我们就会越提升自己的那个心性提升了自己说那个打人也才一个人，那我打这个人打赢了又有什么用？我们应该打什么人？应该打什么人？应该打敌人对不对？那最大的敌人是谁？原来是自己，所以我们应该打自己。我们有没有打过自己这个是很有趣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原来我们在生活之中很多这个事情那个产生了
有一些都是不必要的，不必要的事产生。所以我们从我们的内心提升以后，我们就会了解说，原来我们自己的内心有这么大的那个敌人存在，所以我们要克服，要降服。所以能够降服自己的，那个就是真的英雄豪杰。所以我们有那个讲以前的圣贤讲，说战胜别人是英雄，那么战胜自己呢，就是圣贤对不对？我们有没有战胜自己？有没有？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我们有没有战胜自己？没有，因为不想跟他打。为什么？既得利益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考虑，原来眼耳鼻舌身意，你拢安尼做主，拢遮大胆，有时拢甲压甲互伊拢抓袂起头，头都抬不起来。对的佛性头有没有抬起来了？有没有在当家？都没有让他当家嘛？有没有？有啦，有时候有让他1、2次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因为用佛性来当家，我们大部分在现实生活来说会吃亏那我们要学着吃亏，因为吃亏就是占便宜。真的吃亏就是占便宜。只要说我们占人家便宜那真的就是损害到我们浩然正气，反而得不偿失。那我们能够吃亏培养自己的浩然正气，那个培养出来自己很高兴。原来我可以做到。自己要试试看，可以的，我可以做到的，对不对？所以要了解到，有一天我一口气不来那不能做到的事，怎么样？就真的做不到。你还有一口气的时候这个我可以做到我们就可以去实践。那实践了以后，对自己的那个自信帮助就很大。原来可以战胜我自己，可以的。所以这个要请那个6根下台，要请佛性出来。这虽然讲得很久，可是能做的很少。同不同意？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这个忠言逆耳力行，很利益我们去行持。所以我们请佛性出来当家，虽然说眼前吃亏，可是那个往后的高兴，往后得到的那个内心的满足，以及浩然正气培养，那个真的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所以我们就是要自己努力，要学着去走，请这个人，我们的这个感官已经让他当才很久了嘛，对不对？有多久了？
大概700年、几千年的哦，有没有？哦，大概有哦。好啊，你做这久哦，会使啊。哦，请他下台。那请佛心出来。我们佛心当家了哦，差不多离成佛啊，就不远的，很近了，快到达了，是不是这样？他说我要努力啊，去走，可不可以做啊？要记得哦，自己承诺，自己承诺答应的这个乃无敌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啊，这个乃无敌啊，就是我们啊，这个已经啊克服了我们内心里面的这个敌人。那么我们呢，要面对的已经啊没有敌人了，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已经染无蔽了以后，从内心去修持，就已经没有敌人了，内心整个提升。那么持无兵，就是没有兵没有兵让我们去克谁，去持我们都有时候都克谁。我们的那个兵各位学姐，咱克谁兵里都一样，就是我们的钱财是不是我们的兵？因为有钱讲话就会按声的对不对？是不是我们持？我都有这个武器有这个钱所以你看那个钱使贵下无，对吧？就这样。那我们当这边那个钱已经无边，你要执着所有的因为内心已经提升，所有的执着，你要克谁都该消失掉了，所以没有后台让你克谁，所以那个词就无边了。了解意思吗？咱安尼讲话按声，会真摇摆，会真骄傲，就是拢克谁啦？有时候是社会地位，有时候就是财产，那有时候有另外的原因可是家己真水，可是家己颠倒，有没有？都有所以协调说我们说都是假的，也靠谁拢无去要靠的那个背板靠的拢倒塌，无谁人靠，无谁人靠这个时候要靠谁就是靠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整个都呈现，理不理想？很理想所以我们就是来了解说，从自己的内心去努力，祸莫大于欺敌所以老子跟我们讲，这个祸灾难莫大于欺敌。就是轻视敌人，我们看清了我们的敌人，就是看清了我们那个内心我们的六根所产生的坏业，那个就是最大的灾难。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六根我们要请他下来，还真不容易，一定要想方法，用那个很柔和的办法，请他下台，不能用刚强，用刚强他会反扑，所以那个欺敌就是看清他，不把他当一回事，用真理来讲，你六根就是我们佛性在用，是使用的。
那么佛性是主人，你是佣人，你是婢女，你要听话。我们假如说用这个角度的话，是不是用那个以大压小，那个叫轻敌。那轻敌的话，那个六根一反扑回来，力道很大。所以我们要了解要先跟他同学，跟六根同学，先来有一半的前边，给六根掌握，一半佛性，来当领，这样呢，慢慢的把那个整个那个注意力转到佛性来，那久了以后，这个六根知道他自己的身份地位，他就会退，所以就很柔和。了解意思吗？因为复学有经过的阶段，说不给这个六根当家，就要佛性来当家，那个反扑回来的力道很大，大到自己都很惊讶，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道啊？才知道说，没有跟他同学。那后来用那个柔和的办法，就可以了。他慢慢的欣喜真理，所以这个欣喜真理就很重要。我们每天呢，在接收的那一些信息里面反复中都是真理。那么这样我们听久了，自然那一些真理要融入我们整个那个性分之中。那么融入性分之中，我们整个那个思想，就跟真理相应。那么跟真理相应，我们那个佛性出来讲就很顺。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这边老子讲祸莫大雅，轻敌，看清它。轻敌则积上无宝，轻敌话就会丧失我们那个最宝贵的，我们最宝贵的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就因为轻敌我们会丧失它。所以就是要了解到，要保持那个觉，那个觉都要保持。故呢，这个抗兵相加，哀则胜矣。那个抵抗，抗兵呢，来相加，已经相对待了，已经比头前渐渐这样的抗兵相加，哀则胜，就是不要用那个霸道的方式，就是你很柔和。就是呢，跟他呢协调，这样呢，那个呢，哀者胜就会胜，战胜他。虽然呢，这个老子呢跟我们讲的是另外一个角度，可是呢，我们把它引用到呢，心理心法，这是更好。就是对我们要把那个六根产生的那个六识，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识，那个是我们用的习惯，所以我们要跟他呢对抗，他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在用的时候都不知道，可是当你要把他的前病整个都这个改变的话，那很不容易。所以就像老子这样讲的我们去做。做的时候，自己一直从内心提升，一直提升了以后，所有的事就会很顺利。了解吗？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用兵，就是要面对自己，敌人就是自己。那么第这个70章，怀玉章，这个怀玉。就是呢，我们呢，
这个胸怀里面啊，有这个玉，有叶啊，叶啊想对待的我。我们呢，现在这个朝代啊，比较不了解。以前呢，我们看那一些像员外啊，或是比较有钱啊，这个帽子这边都有一颗玉，有没有？那一颗玉啊，可以保命。假如说有那个生命交换的时候，比如讲有一部那个车子撞过来，本来这个命会丧失了，结果那一块玉就救他。那一块玉啊很碎了，结果他安全。那个玉可以救命，可以保命。我们现在都比较不知道可是要假是给他真的才可以。你有这么给，这么很多都是假的，对不对？路边摊摆着1个5块，那就没效了。你弄起来也要所以我们了解以前那个都有灵啊，灵啊它有灵。像以前的那个当机，机灵机啊，那个灵你看盯着电它一直响，有没有？它会跑你灵啊比较长的你招到那种魔一样，跑到别人家去了。造灵啊灵，都以前的一些那个古时候很有价值的东西都有它的作用。那么现在为什么都越来越少了呢？因为我们要了解到天之间我们的善良的心越多，天地那个金银财宝那个能够让我们看的都很有价值的东西都会呈现在我们眼前。然后我们的人心变化了，一些呢那一些很有价值它都会定位头下落，在土地可是你不知道你都一样越定就越轻的无去就消失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修道人都讲边斗，可是呢，为什么六道那个布施里面是第一个？那什么？怎么讲？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六度波罗蜜。那六度波罗蜜第一个为什么是布施？那宾德他要先解决众生的生活困难。第一个呢，就是要改善众生的生活。那为什么要那些宾德来剖析改善众生的这个生活？各位知道原因吗？我们不知道可是那个修道者他就知道。假如说他要帮助的众生是值得帮助有德性的，那个修道人就会指点他那个地方有金银财宝，你挖了你就会看到，可以改善你的生活。所以第一个就是布施。这样了解意思吗？无用无钱你那布施。所以我们了解那个一修道者就是不同不一样的。他能够了解到天地之间的那一些金银财宝它在哪里。我们完成了这些我们要知道那个天地不看重。各位可以了解那个921大地震你看天地之间这样一摇摇了多少钱？
不是金银财宝比土沙吗？你拢真宝贝，有足个厝啊，有足个财产，伊甲你摇咧啊，是毋是拢比土沙？拢爱卡掉对哦，拢无价值啦，无爱啊。所以天地之间他不会看你的财产，你的财产再多呢，他一摇啊，你就双手空空。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法财，对法的了解，对佛法的了解，然后我们呢，真正的努力去修持，能够对我们有帮助，产生作用，帮助我们脱离苦海，真的能够成就做佛，这才是重要。追求凡尘的这一些金银财宝，那都是很笨。可是假如说我这样讲，都不要追求了吗？大家反过来会骂你才笨。所以要了解到各的价值观不一样。那我们以脱离苦海、成仙作为主要的追求目标，不追求这一些凡尘的这一些财宝。凡尘财宝，你追求的太多守财奴而已啦，一口气不来都是别人的，有用吗？没用啊，那何苦呢？用心计较，绞尽脑汁就是要赚钱。所以或许都讲，我们现在吃得饱，穿得暖，有个遮风避雨就可以了。那在我们台湾来说，这样太容易了，容不容易？很容易所以这一种条件，生活条件已经充足了之下，努力修道。所以每天的生活都在修道，不用再找时间，不用再找地点，什么地点、什么时间都在修道。只要我们能够时时刻刻回光返照，自己的觉性都能够照顾，这样容不容易？可是太容易了啦，对不对？想不想做？大概是想追求金钱比较实在。追求金钱或者都讲我们够吃够穿能够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就好了，就不用刻意再去求。那剩下一定有很多的时间，有很多的那个心思放在修道方面。那这样一定会变化。那我们内心一产生变化了，已经以佛性为主，那么就会看清万象万事。那万象万事一看清，我们那个心性整个就很宽广，就很清净，那就恢复到我们本来，这样不容易，还是很容易的啦。就看我们肯不肯做，只要肯做都能够达到。有一些就可以放下，不要积极的追求金钱，放下，我们放下，心就宽阔，跟人相处就容易，对不对？我们现在跟人家相处有没有斤斤计较？都没有了吗？有
还真诚实啊所以有时候想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容易。可是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要越宽广，走的路就越好走，心越宽广，然后福报过来，也一样，越宽广，这样善性的习法，不要说以后等到上我们里边当下就是了，就生活在天堂，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怀疑我们每个人都有，胸怀里面都有一颗宝玉，我们要好好的运用。无言生一知生一行。老子呢说，我的话呢很容易知道，也很容易去行持，是不是这样？老子讲出来的话很容易做到，也很容易去行持。我们从开课的时候就讲，我们每人都有良心，对不对？我们把良心掏出来，每天生活之中都应用，那个就已经是道了，对不对？那发挥出来、延伸出来都是德。那我们都不变叫做经。那道德经就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都能够实现，对不对？所以老子讲说，无言生一知生一行。我的话很容易知道，很容易写，这个都是讲真话，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从这些简单的老子所讲的我们去做，把那个那良知良人用在生活之中。不要讲说有良心的这个已经过世，这个要出世，那个是借口啦，自己不爱做。有没有听过？还是想听所以我们的人心作用大，不想用道心用人心，所以才会那样说。那我们了解说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为什么？苦害我无想是啥啦？就是这一些对不？在讲话拢不爱负责任的这。他说一个已经过世了，一个还没有出生，是不是不负责任？他不想做所以讲这个话。那我们就是要了解，是真理的话，我们就去做；不我真理就去做，这个无唔对啦。做久了，我们都会很高兴。所以要了解到老子讲的很不错。所以从那个第一章那个常无跟常有，常无跟常有，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贤贤之又贤，众妙之门，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常有跟常无，常是常住不迁。有形有相，无形无相。那有跟无合起来是什么？我们就要了解到老子的常有跟常无就是真空妙有。那真妙有这两个合起来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这两个同出一起出来，可是一个有，一个无，不一样的名称两个都很玄，有也玄，无也玄，众妙之门，就是我们
那个仙官，众妙之门。那么天下呢，莫能知莫能行。老子的话这么讲的这么清楚明白，可天下呢都不知呀，因为天下的人都住相，住在形象。老子讲的是那个无形无相，真空妙有，所以就变成了天下莫能知啊，不知呀莫能行，不知呀就无法度做所以为什么不知呀？就是不追求，不追求真理不追求性理心法。所以老子在《道德经》整篇所讲，都描绘了那个大的状态，那个朦胧恍惚那个都是在讲我们那个大的呈现，就是佛性的那个呈现。我们呢不了解，都不知道老子一直把那个道用文字尽量的描绘，让我们去体会说都是安不是很困难，只要我们用心都能够体会，都能够呈现，所以这个老子很感叹，天下莫能知，莫能行。然后我们现在有研究了，知道了知不知道他能行了吗？就是要勉强，对不对？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勉强去做，可是呢，这个勉强做一段时间会不习惯，会习惯习惯了以后就自然的，那个时候做起来就很容易。所以我们从那个老子那个感叹拢唔知呀，拢无法度做。所以底下呢老子又讲言有宗，所以老子所讲的话都有宗旨，有踪迹知道意思吗？就是我们要所追求的那个目标、目的地踪迹我们让你踪迹下面就是目标所在。所以老子讲，我咧讲不是天马行空，不是咧讲起，拢有意的踪迹它都一定有所指。它对我们有帮助所以言有宗，那么事有君，这个事就是事情那么讲的话都有宗旨，那么这个事情都有一个那个经就是主人，代志拢一个主人。就是讲出来的事一定都有他的那个所讲的那个最主要的想要表达的都能够呈现所以呢这个事有君，那么夫为无志是也不我知这个福是一个发语词，没有意思。为无智就是没有智慧就是没有那个知觉，唔知呀所以唔知呀的人是不我知，都唔知我所有咧讲迄个内容拢有真大的迄个宗旨，真大的迄个目标，要爱咱去做。还能去写了解意思吗？所以这个很大的感叹是不我知，都唔知我咧讲出来嘅的所在伫倒位那知我者喜就是知道老子出来那个重要，就是很少
稀呀，就是很少的意思。哎呀不是无啦，有啊真少。所以我们就是有一句话叫做曲高和寡，这讲的太高了，然后要和的人就不多，所以老子有那个感叹，知我者虚，咱要我真少了，是不是很大的感叹？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希望我们去追求老子所讲的内容。那个言有功所有讲出来都有宗旨，然后事有据，讲出来的事情已经都有它的主要，那个据就是主然那个主就是有它主要的想表达的那个目的所以言有宗事有据，所以老子很感叹知我者虚，则我贵矣就是知影我少，安尼物以稀为贵知影的人真少，所以我就安尼比较足管的，所以老子他就讲我则贵所以对自己就可以了解从这个地方就了解说，老子对自己很自信，很肯定，对不对？我们有没有这样自信？有没有肯定所以要学老子这样表达出来，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学。是以圣人披和怀玉所以圣人这个披和披和就是讲穿的拢是一款出家人一款安尼真无价的一款外口的衫穿起来拢粗布衫披和，知道这个意思吗？可是怀玉那个黑衫你甲迄内底拢夹了解意思吗？我们现在刚好相反，那有夹的人讲夹了，可是你看老子他就讲披和怀，就是把那个不好看的摆在外面，那么很贵重的就是在自己心里面，都不表现出来，所以我们了解说，老子希望我们学，不要你那么那个出钱，咱去卖那个社会现象，拢真粗浅对不？拢有表演安尼以前了不起，对不对？都会他有多少容易一眼就看穿。我有高楼大厦，有轿车，是不是这样？可是以往的圣人一大的厝拢会草帽，用草帽去起去，安尼看，所以外表看起来这拢我做违章清楚，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以往的圣人为什么心里天就是因为他住的那个环境用的草帽起迄拢甲天相同塔所以心时时刻刻跟天都相通。我们现在因为环境的关系大部分都拢住在那个钢筋水泥大楼里面，所以我们的心就被隔开了，心跟天隔开了。所以看我们只要拿那个电晶体收音机
到那个大楼底下，无声，电波收不到，对吧？好像汽车啊过山洞，滑，电波无去啊，是不是？所以要了解到，那个也影响到我们的心啊。我们只要时时刻刻啊，心与天通，所有的起心动念啊，绝对都是天理真诚，都不会超越。可是我们现在起心动念很多都是自私自利，对不对？也都被钢筋水泥隔绝，所以我们没有感觉自己的起心动念已经跟自己的佛性相违背，跟真理不相应。那我们假如说有空闲的时间都接近大自然，这样的话，让我们一方面透透气，一方面心理天通，最起码在那个时候一放开了心整个心跟天都相通，所以要了解到外面没有关系里面最重要，所以批和怀疑，我们就是要学到这一种那个不管外表现象，只自重内心。这样这一句话知道吗？好，知道那个意思了。那我们也要去做。那么这段呢，我们也就讲完了。那么底下71章不病章，不病，知不知上，不知知病。这个老子跟我们讲这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个知不知上，咱什么拢知影，但是表现外口什么拢唔知，安尼最散，了解意思所以知就是讲你什么拢知影，但是表现出来不知，这个人就是最上人。你什么拢知，但是拢无爱表演，拢伫你内心内底，安尼了解无？所以知不知上，这个文字很有意思假如说我们不经过那个了解，然后我们看，好像在玩那个文字游戏，知不知上，不知知变，就整个那个精髓都不知道。那我们了解，原来知，你什么都知道，可是你表现在外面什么都不知道，那个就是最上等。告诉我们为人最上等就是这样，你什么都知，但是你表现出来什么都不知，跟我们的那个现实生活是不是差很大？那么底下这一句就是我们现实的社会，不知什么都不知，但是呢，人一个问答案都知，有没有？有没有这种人你敢问我知，你知影道？我知，道理什么？我知，知影你嘛讲来听我知。所以我们现在知影1分要讲到10分这样呢，我们就是了解到，它已经不符合我们那个做人的修持。你做人一定要批和怀疑，要知不
不要说这个什么都不知，可是人家问了，我在。所以老子要加一个字，变，变不变？真的变，所以老子告诉我们不变章，要怎么不变呢？就是知不知上，咱什么拢知，但是呢，袂讲安尼炫耀，袂操蛋。操蛋，这个操蛋讲伊安怎讲？错谈。我们容易可以遇到这种人，对不对？所以老子在这个5000年都知道了，这个是那个不知什么都知。可是那个有修养的人他知道，可是呢，他表现出来，就是那么平常平凡，不会炫耀，不让人知道他内心到底知道多少，都是在内心里面，所以这个很理想。无为无变，那个无样是发语词，没有意思。那么为是唯有，无为变变，假如说呢，我们已经不知道自己的毛病，那个才叫大。唔知家己的毛病这个病才真大啦。若家己知影家己的毛病这个病真实。真修所以呢，这边讲为变，了解意思吗？所以这边的文字它都一样他了解它的含义老子讲的意思，虽然不变知道自己的病的所在所以就不会再有变。我们假如说知道自己的缺点，还要努力去改进是不是那个缺点不久就会消失，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了解知道自己的毛病所在所以就没有变了。那假如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那个病会不会延续？会不会扩大？就是会扩大，会延续所以老子是希望我们都不变不会呢有病。那圣人不变圣人呢不会说炫耀不会呢以不知所知，所以他不变是以变变，所以他知道病的所在，还能够努力去改变，努力去实践所有的病都消失。那我们众生的病在哪里？贪嗔痴太笼统，他这边老子所讲的那个就是在讲我们的那个自己不知道自己怎么样去改掉我们的生活上的不合真理的习惯，意思吗？不能知道不合真理的习惯，已经知道这个病，所以他努力去改掉，所以他没有病了。那我们众生呢，就是因为不觉，所以这个病才大。各位都觉了吗？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要保持这个觉觉者就是佛。那我们要保持这个觉很不容易，我们都会
不觉。那不觉啊，就是无明，无明啊，就起惑、迷惑，迷惑就造业，造业就受苦，那受苦又迷惑，这样了解吗？哦，一直来心烦。那么从哪里来？从不觉来。那不觉从哪里来？不觉啊，从哪里来？从觉来，从觉产生不觉。哦，又跟老子的用文字一样，从觉啊产生不觉。只要说的不觉，没有觉在支撑啊，那个不觉啊没有作用。了解意思吗？了解是吗？哦，所以呢，这个觉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要保持啊，很不容易，因为我们都会这个一恍惚朦胧，不觉就来了。为什么？起心动念。所以起心动念啊，叫做不觉，不觉才让我们起心动念。所以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知不知道？知道哦，咱要那些起心动念哦，那个就是不觉。那假如说我们发现啊，起心动念不觉了，那么这个时候啊，它还可以转换，把那个不觉啊，又转到觉。这个转换就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那个觉跟不觉啊，那个差别点呢很小。那不觉，假如说没有觉在后面支撑啊，那个不觉没有作用。那不觉啊，它可以啊延续啊。一直延续很长的念头，对不对？那很长的念头啊，是不是要有觉来支撑？不是从佛性在支撑哦。那个这个时候，假如说我们又突然发现啊，我怎么有这么多念头？又是觉的，返回来，从不觉啊，又返到觉。可是这个觉就怕它没有办法停止延续，又等下，那不觉来。所以我们因为起心动念太频繁，所以那个不觉已经很习惯。那要这个习惯的不觉去掉，就一段时间跟它搏斗，它就是敌人。真的哦，你时时刻刻假如说发现到自己起心动念不觉，这个时候那个念头有没有办法延续？当你发现的时候念头有没有办法再延续？已经没有办法了哦，一登体啊，所以这个时候登体已经回到觉。可是回到觉的时候，要了解到，它又很快，又会产生变化。为什么？外面的万象跟万事，还有所有的这个声响，都会又让我们产生了不觉。所以要对这个觉能够这个专注的去让它延续。就是要培养定力，有定力了以后，我们知道万象万事，声响都是假的，已经不被它引诱。那么这个时候，那个觉性，它就会越来，越有力道。那我们的觉性越有力道，我们就要了解到那个觉，就是不生不灭的。呈现佛性本体，这样了解吗？虽然我们说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就是佛性本体，可
可是啊，我们在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应对万事万物啊一样在万事万物的时候啊，我们一样可以保持觉性。只要我们的定力够，只要被外面的万象、万事引诱，我们那个觉性可以时时刻刻让它都存在。那么让它存在的时候，各位贤贤，我们会有负面的念头吗？绝对不会。那会做错事吗？不会。那会造业吗？绝对不会。所以都已经回到真理世界，是很理想的。可是这个要经过一段努力的时间，培养我们对佛性的自信，培养定力，从佛性产生定力，从定力产生对觉的那个认知，然后呢让觉越来越有分量，越来占据我们的那个心胸越宽广。那这样整个就在真理世界之中。那我们整个已经自尽了真理世界那绝对不要说以后当下就是佛了，容不容易是不很困难，可是做起来就是要有恒心毅力。那对完成的事一定要看透，完成都是眼细则生，眼善就美，都是虚幻不实在，都是假的啦，不真，所以不要住相。这样呢，我们就很容易离相，对不对？离开形象，我们就了解到《金刚经》里面就明确记载，离相名佛，有没有？只要离开形象，也就是佛了，是很容易的。可是要离相，容不容易？比较困难一点。所以要从真理学习知道万象万事都是眼细则生，眼善就美。它因缘的那个身体生灭，我们那个谢学里不是有说吗？缘起缘灭，有没有？每一段的缘起缘灭，我们都能够圆满，有没有？这样的话，我们就都在真理世界之中，不会困难的，只要靠自己努力，一定要学习真理，每天呢，都能够听一听，这个真理的，那一些讲法，不要听完成式，完成式越听越烦，有没有？说它叫烦完成式越听越烦，所以以后呢，人家来跟你讲完成式，你就跟他讲完成式，越听越烦，那他讲得下去了吗？他就缺少了，我们就不会有那个烦恼了，对不对？那个烦恼的因就不会再引起。这样就很理想。所以我们要自己追求自己的生活，一定要努力朝这个方向。其实一章又讲完了我们还剩下这个35分钟，留给各位问好吗？好不好？可以各位比较多的问题可以发问，小的也没关系这个不问的话在心里面就是怕感，问了就解开了心就轻了
所以一定要发越问的我们修道就越容易越高兴现在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自己偷笑？还是翻来覆去唉声叹气？安尼困到暗夜，一个唱我哪会唱？这样才可以有没有？刘老师，这边美国道清有6个问题，好，请说。那第一个问题，求道不是可以上天堂，有过错就光天岛或地狱吗？为什么有的道清变往里，有的还下地狱呢？这个问得很好，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我们求道了以后这个有保证万法逍遥，可是这个保证就是要我们能够真正的守住那个我们求道不是有那个上下持理要我们立愿吗？有没有？各位都还记得吗？我们立了什么愿？对，就是立了10条大愿。那我们要了解说我们有按照那个10条大愿去做就可以这个升天了。可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很多都没有按照我们立愿的愿去做所以就不能够按照那个跟我们保证说万法逍遥所以有的呢还会变亡灵。假如说你靠谁讲我都已经修道会当万法逍遥做了拢做唔对为非作歹，然后讲的又是让人家那个产生负面的那个情绪那要不要下地狱？要就是要下地狱，因为他所作所为都违反一个修道应该有的基本认识。他连基本都不做，想上天堂，可能？不可能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咱这吃几杯硬菜。伊力量硬菜都无吃所以无法度上西天咱食几粒爬也爬袂起对。伊拢无吃，你哪爬去？所以要去地狱应该。好，再问。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睡着了还可以听到自己的打呼声？这个就是他的那个修持他有做那个回光返照那个应该是算好事可以听自己的打呼声它可以改善可以改善人的身体方面的一些习惯性打呼声会影响到别人所以看看怎么样可以把那个打呼声去掉这个是好事再来。为什么每次做万缘放下一念不生就睡着了？那个表示他平常这个太多的外缘绊住他拢给他拔掉了，一个外缘外面的余缘给他拔掉，所以他一万年放下睡着了，那个就是放松了。好，来问第4条。中午过万缘放下一念不生，不久就有恍惚现象，似睡非睡，约20-30分钟。清醒后精神非常好。刘讲师在8月6号课中有提到，若做2个钟头，不可能恍惚维持那么久，所以2个小时正确做法是应该如何做才对？
万缘放下一念不生，然后有恍惚现象。接下来若睡着了便不算，也不可能继续恍惚，更何况恍惚也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所以之后1个多小时是应该什么状态，或是如何做才对？要了解呢，或许都有提过，那个恍惚跟朦胧那个都是我们进入一个绝对的状态，就是不是相对的。所以老子呢，在描绘那个道的呈现的时候都是要我们在恍惚状态之中呢，才能够了解到那个道的道体、道的状态。所以他假如说有这么长的时间能够进入到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一种恍惚朦胧，那个算是已经修持一段时间以后的成效，不可能长时间都这样而且那个也偶尔遇到1、2次，那不是坏事，是好事。是修正以后，而且他又能够很清醒的描绘他所经历的一切，等于他呢那个万缘放下没有做的彻底，做的彻底不知道所经过的一切，那个才叫做做的彻底，万缘放下。所以要他努力在万缘放下。不是还有吗？那个浅显说，背了心经就忘了弥勒真经，再背心经经便忘了心经。请教有讲师，您是如何背熟这教经典语气语，过目不忘？以往呢，在这个过程之中因为或许是蛮长时间投入了。所以开始的时候也都是用背的，《金刚经》也是用背的，《心经》也是用背的。《心经》倒是容易了，260个字而已《金刚经》就比较长，它有32分可是后来经过了这个了解到这个里面的真正的经的含义、精髓呢。那或许就把所有的那个背的都全部都把它放掉，就不背了。可是不背的时候用的时候，可是可以朗朗上口，就会很熟悉的那个讲出来。连那个天庙，或许是有讲那个台语那个解脱真经嘛，那个那个什么瑶池金定慧解脱真经说这个解脱非难，解脱为难，难在定慧。心是大定变成智慧，智慧即生解脱就易，很容易欲求解脱，先读六节，命不停歇，若不实现，心不求物，意不得物，口不贪心然后呢，心甲配合，精气意识，中用活脱何然解脱？就这样那个时候在念的时候是在修定的量无甲背即嘛经过这久。那个是13岁的时候开始伫咧修的即嘛都68，是不是很久了？竟然有时候拢无咧甲想就甲念出来，很自然自然而然。已经呢，这个或许就讲在兴奋之中用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所以努力的时候努力看，忘的时候就把它忘光光了，忘光光也要用，又可以把它拿出来。所以一片白云很虎口，几多归鸟尽迷巢，有没有？什么意思？
我们要成全人嘛，对不对？可是我们变成那个横在虎口的一片白云，然后那个黄昏的时候，那个归鸟它要回到家，回到它的鸟巢都被这一片白云遮住。外厝里都有影拢看无，了解意思吗？就是我们要帮助人、渡人、成全人，结果把人家要回来那个道路都阻塞了，这算是帮助人吗？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当一个带头者，你不要当一片白云横在虎口，很有意思所以这个也都是在看的时候努力把它背，可是背过以后就把它抛开，往后要讲又拿出来，这样所以很多或者都是用这种方式，不然你们突然一问，我怎么会回答？还有吗？第6个问题，电视报道有一个美国自称可以通灵人士，可以让每个过世的亲属交谈，满一屋子的人，每人收费100元美金。请问区凡人又不是仙佛，有何能耐可以随便去地狱把任何人请出来谈话？在场的人有人哭，说是他死去的亲人没有错，所说符合以往事件，这怎么解说？地狱往生的有在受刑的去投胎，如何随便让人请出谈话，岂不是乱了地狱吗？这是真的吗？其中有道吗？因为现在有一些那个催眠术，它有某一些功能可以帮助人家治病。那我们要了解说能够把你的那个往事把它这个召集出来，那个都是夸大其词。各位姐姐，我们轮回6道轮回有几千几万那么多的那个次数，你要请哪一生哪一世的父母，你要请哪一生哪一世的眷属，都一些，因为请都一些。了解意思吗？所以那个有时候我们不要去破坏人家赚钱的门路，我们了解那个夸大其口，要了解6道轮回已经不计其数，几千几万世，有几千几万世的父母，几千几万世的眷属。你有法度拢请出来，你比迄个阎罗王较大。我们请那个地藏王菩萨，他大概都办不到。各位了解意思吗？太多生太多死了，所以佛经里面才有记载。假如说我们把我们累生累世那个轮回的过程，轮回的父母眷属，全部都把它名列出来。那么天下的男生都是我的父亲，天下的女生都是我的母亲，天下的所有众生都是我的眷属。你看，你要请哪一生哪一世的父母，哪一生哪一世的你的子女，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要了解很宽广的，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窄
就是讲哦，顶一心，顶一世，哦，那个都很不容易啊，哦，都很不容易的。那我们不要去走那个路线，那个一走了以后，我们那个神灵啊，清不清？就已经不清了啦。那让我们的神灵不清，这样好不好？不好，所以我们不要投入那个方向，不要使出那个金钱，都给料，我会被人骂。还有问的吗？好，请说。各位讲师非常好，后学不是要问问题，后学刚刚看那首歌，想说谢谢你，后学是看到那首歌，后学想说非常感谢刘老师，感谢朱天师傅，因为后学来之前后学也没有这个事情是后学会想起，是临时看到那个谢谢你，后学真的是很惭愧，觉得一个负面的这个修得不好的这个，在台北后学认识很多姐姐，她们那种精神真的是值得学习。因为上个礼拜有讲师已经所有的课都停止了，后学要讲的还没有问那个杨师可不可以把它讲出来，但是后学讲我们路上从台北，因为刘讲师身体不好，我们几个人约了，蛮多人约了一起去看刘讲师，因为怕打扰刘讲师，所以说好听的是可以去看刘讲师。在路上其实那个杨讲师是司法公益的杨讲师，他很早之前就跟后学说，你们同事都好有气哦，要不是老师的妙手一挥把那些人挥掉，你们到现在还没有资格听到刘讲师讲的课呢。他说，因为如果有一些别的点的在这边，他们可能不会答应刘讲师来讲课，因为有的人他们是认为自己本身已经好了。然后我们在路上的时候，杨讲师就跟后学说，后学都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几个，我们这边组个团但是没有问刘讲师，他不敢说。私底下没有请问刘讲师，他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组个团去跟你们同工打打气啊？你知道这个法真的很好，尤其是一生病我每天都是早上跟劳科医先后走，刘讲师绝对不可以走，你们同工才听了2年，我们已经听了这么久了，那2年还不够，刘讲师还不能走，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刘讲师留下来。然后我们同一工的人，他想说来用法体系，知道这是法，他不是要让孩子，是说我们一群人去让同一工的人知道刘讲师讲法多宝贵，多宝贵。然后有很多人都附和说，真的要去，我们也很想去，但是他没有经过刘讲师同意，他也不敢来。那后学是自己跑来，后学非常感谢刘讲师，但是后学说不好，后学讲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后学在民国60几年就在台北了。那后学经过大姑这边有一位大姑这边几乎都知道的学姐，绝对知道有一位李建平表演师现在去归空了。他归空之前，他是跟着老前人，跟着大姑到处去，他是学生时代跟舍身大家，学生时代在火车上就付出，然后就讲经说法。后学经过他很多经典，后学还买了他的钱，又读韩经，他开荒到跟着大姑老前到南非，到很多国家，印度很多国家，美国也去过，美国也到处认识他。结果可是他归空之前得了癌症，痛了，他大概50多岁，后来被风体的人打醒，但是他归空之前痛的身体哇哇大叫。有一位廖华强也是跟后学讲，那个时候因为他住在崇德大楼，大姑在台北有10层的大楼，但是他痛的哇哇大，很大声。那个廖经理就跟后学讲说，很多点就是为了这件事讨论，是不是应该要让他住在大庙里，
到亲从国外回来访到了，听到有这样子大师考到，可是我们却很荣幸的后学认识有一位中医道亲所以你看这个点文字这么放假，其实说法几十年，可是大归空之前，他还是没有后学想他还是没有找到那个不痛的，所以他才会痛的哇哇大叫。但是有一位中医道亲他只听了几年，没有很久的课，他也是个癌症，他只是一个普通道亲，不是什么讲师，不是什么经历，但是他归空之前也是痛的哇哇大叫。痛的哭，痛的癌症后学知道这骨癌痛，真的是会哭。结果可是他后来想起来，讲师告诉我们有一个不痛的，他就努力去找个不痛的，结果真的让他找到了。等他找到的时候，他很拔胸还打电话给他的佛堂的讲师，他说他找到了，好开心那当他找到的时候，他会跟他太太忏悔。他跟他儿女忏悔，就把他太太吓到了。他太太赶快打电话去佛堂，我现在是不是得了神经病他以前是痛得哇哇大叫，现在怎么还跟我忏悔？后来那个佛堂的讲师就告诉他说，你前身已经少了一佛经，所以他能把起松反，所以他不痛了。所以我们真的很荣幸的听到刘讲师这个课，就像那个杨讲师说的，你们真的很有福气。那个杨讲师，因为他常常也是出国开荒，他说他跟后学说他只要在国内，他还要有时候去看他妈妈，他妈妈90多岁了，去照顾他妈妈。他说只要他没有照顾他妈妈的时候，他每天起码要听5个钟头有讲师的课。他说真的每天听，他说他很认真的听，所以他很想来同意告诉我，他得到的，他很感恩有讲师，他得到的非常的多。然后后学也曾听有些前面说，哎呦，后学邀他来同中听课，他说哎呀，有讲师讲的我听不懂那后学想起来，我们以前在中医的时候，有一位李金可，各位前面有很多前大概都认识他李金可，他很早的时候，他最早的时候是跟他先生在宜兰开钓虾场，钓虾场那个24小时的钓虾，24小时的，所以他先生常常还要去河边抓一些小鱼来喂他的虾吃，虾吃饱他才能够不要让客人把他的虾都钓走了。但是就是因为24小时有客人请他抽烟，但是他不知道那个烟里面有毒，他先生就中他那个咖啡因的毒很深，结果他先生也给他抽，他有2个人都中了。后来他先生就得肝癌过世，后来又回到我们中医的同一坛住，但是可能是因为以前的医缘很不足，后来他出了佛堂带来他女儿有时候半夜会做梦，会打扰到别人，所以可能有些人就不喜欢他。后学不应该从中帮忙，我越从中帮忙，结果人家就加速的管理他本身后学讲，后学看到他的女儿因为佛堂很多是清修小姐，那后学本身是结过婚知道，对小孩子有时候你要去搂他抱抱他，后学就跟金鹤说，金鹤你有时候抱抱你女儿嘛，给你女儿点爱，让她知道爱是什么。他说刘姐，我跟你说实话，我不知道爱是什么，因为他开钓虾场的时候，可能种下一些因果，他儿子掉在那个钓虾场里面死掉了，结果他先生又得肝癌死掉。他爸爸也是在车祸死掉的。他说：“刘姐，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我怎么给我女儿快乐？”然后后学刚好那个时候知道刘讲师讲得很棒，就请刘讲师去中医上课。那他也跟我讲，他说：“刘姐，我跟你讲，我每天晚上睡不好，我要喝8、9杯的咖啡才能止痛，晚上睡不好，我白天还要做工，做水泥工，他白天做水泥工。然后他说我真的听不懂，然后我上课又打瞌睡，我说金鹤，拜托你来听，因为我们那个课大林经理答应，所以我们只是做一个座谈研究的课。我说拜托你来凑人数啦，做个给我们打点气啦，因为刘讲师从那么远过来，基
基隆，结果他真的很认真的听，后续讲这个只是说，经过他们在做工做水泥工那么累回到家，他最后听到法喜充满，他有一天高中后援，他很高兴的高中后援，他了解我跟你，他这种情况为什么很不容易？他因为中义道心排挤他，后学帮到被排挤的搬出去住，搬到一个，因为那个时候刚好闹分家，闹他们要脱离母子之恋，刚好闹分家，所以他也排挤得很严重。然后他就搬到那个4层楼，住在顶楼，不是套房，是那种浴室还分明的。他跟他女儿住一个很简陋的房子里面，还自己搭帐篷，不是搭一个棚要做饭，就蛮辛苦的。可是，在那种情况之下，他法喜充满，可是他这时候到处跟人家讲的人家也会记住他，因为那个陈秋兴，当他走了以后，陈秋兴曾经也跟我讲，陈讲师他也跟我说，其实我都蛮信他的，因为他真的修到法喜充满。后来他很开心的打电话跟后学讲，刘姐，我告诉你一件好事情。我说什么好事情？他说我以前每天喝8、9杯咖啡，我现在每天只要喝1杯就够了，已经那个头痛减轻了。然后我跟我女儿现在已经相处她心里在想什么，我全部都知道，而且我们两个相处非常的融洽，就是因为她非常的认真，她每一次都把刘讲师的记背起来，记忆背起来，因为她说她头脑不好，头会痛，所以她到处贴刘讲师的记忆。可是结果引起别人的误会，人家以为她贴记忆在骂别人。所以还有一个中立的道心，不是我们这边，是大陆那边的。他那个听刘讲师的，听到真的是他听刘讲师的话，不看电视，回家不看报纸。结果他自己高中后学说，他女儿还男朋友跟他讲什么话，他预先都知道。他女儿的男朋友跟他女儿求婚，然后讲什么，他全部都跟他女儿讲。结果没想到真的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就他女儿吓一大跳，妈妈你怎么那么厉害？还没有发生的事你全部都知道。结果后来刘讲师，因为我们分家之后，刘讲师就没有去中医上课了，大课的道心也没有办法再去继续听课。结果后来隔了1、2年吧，我同学没记得多久，他还跑到台北来听课。后学就跟人家就说：“哎，这个刘姐好厉害哦！这个刘姐她能运会来的哦，她马上都说掉了，没有了，不见了，已经没有了。她以前真的是还没有发生事都知道。其实像这种后学知道好几个都会有这种情况，就像刘讲师说，其实我们都有6口。后学讲这个事情，只是说。”真的，我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不要说我听不懂我就不来听了。我们很多听了刘讲师的课的道心，真的都是大公无私，不会分你是同一宫，你是哪里都不会，大家都很热心的想说我同一宫，法喜充满，大家都怎么想处，都会鼓励说刘姐你一定要回去鼓励他们，一定要怎样，他们还一直都鼓励我，所以真的同学非常感谢刘讲师，真的我这个道要不是刘讲师这个课，真的是想要世界大同是真的不太容易啦，因为听了刘讲师的课真的是蛮宝贵。然后台北的道心当初听刘讲师的课的时候，因为大概顶楼很晒但是他们为了不要让刘讲师吹冷气，真的是那种下课的时候那个汗如雨滴啊，真的是这样。可是他们还能够很专心的去听，北部的道心都是自己发心去听课，是我们同一是老师拜托我们来听课，所以我觉得真的各位学不晓得北部道心，你说我们很有福气，真的我们很有福气。刚刚看到那句谢谢你，后学真的是说真的要谢谢刘讲师，后学很感动，后学自己做的不好，真的今后真的要努力，真的要做到放下。后学太抽象了，谢谢刘讲师，谢谢各位学姐。我们谢谢你这个刘讲师，他也是刘讲师啊，他是引进的后学到这边来讲的人，所以大家也要感谢他，没有他引进后学也不会到这边来。
还有吗？我们还有5分钟。好，请说。如果这个地球人类是先有实验室的话，我们是高等的那种云，到后面再到30年，我看到那个微风的那些从大陆过来的那些潜他们微风火位都会很高。到台湾的人微风多的火位好像是只有那个仙人大的火位。那我或者再问如果说以目前来讲，说有台湾跟那个大陆潜水来，当初大陆潜水在台湾传导那种火位来比较的话，我们台湾人如果依照这样修的话，可以达到很高档次，还是说大陆潜水来台湾的精神比较强烈，还是说我们这个台湾人目前在修持那种成就他们不一样？这是一个我是或者一个感觉问一下问题。好，谢谢。好，所以我们要知道呢，所有的名跟所有的相都是假的。因为要让我们还在凡尘在修、在办、在打拼的这一些前贤，都还有这个后续的那个动力所以我们已经这个归功的前贤就给他一个那个名分，那个一样都是假的啦。各位就不要在那个名分之中去计较它大，去计较它小。如来菩萨他就大仙，所以就不要去自重这一些，因为这一些都是假的。那是要我们在凡尘还在佛的众生，还在佛的道经继续努力。假如说这一些已经归功很打拼的所有前贤都是亡灵的话，那我们就会花气唔累唔免修对不对？所以那个是给我们动力要继续有动力。假的，我们本身就是火你才封一个菩萨，才封一个大仙，那还很低那努力的空间还很大，对不对？所以要相信自己本身就是佛，本身就是一个绝对体。假的，所有的名相都是假的，知道吗？知道。还有2分钟，还有问吗？好，请说。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你们讲得好。好。我是想请问一下老师，我们这些回宫的人有没有机会可以听到讲师讲到解吗？那或许现在讲的不是三宝心法讲解三宝。就已经这个谁在讲了吧？或许所讲的全部都是三宝心法。都是我们很高的一个修持方法，尤其或许特别记得43跟那一章讲那个真的是高，或许回去看了都吓一跳，怎么都是超越我自己写的那个讲义各位假如说回去看，或许不是有写一本那个道德经讲义吗？有没有？那你回去比较一下，那个所讲的那个真的已经超越，因为在写的讲义里面都在人事方面，都在现象方面，可是在讲的时候完全都超越，已经无形无相。我说怎么讲得那么高都很起来，所以就觉得说那个已经把所有
天地的精华，都泄尽，所以才一下子瘦了这么多啊。各位你要了解那个代价，你感受就让你感受，瘦的真瘦，瘦不瘦？很瘦，减肥成功了。所以要了解到那个就是最好的三宝心法。那边呢，后来因为大家都睡着了，所以要多写一张讲义呀。台北前贤一直感谢，同一宫的前贤睡着了真好，一直感谢，一直感谢。你不睡着了同一宫都睡着了，就没有那一张讲义了。所以睡着了真好。下个，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先贤，大家好。不学三道天师的老先生大德一起看各位先贤给或机会学讲。我们时间呢过得很快啊，一下子50天，经过50天，非常快。那因为或许看我们所有唱的山歌里面这一首这个谢谢你呀，是我们佛老师把整个天地之间的真理都融在歌词里面。所以学究呢特地的说要把这一首歌意思把它讲解出来。让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佛老师一个字就包含非常多的那个内容在，可是我们没有研究的话呢，不会了解。各位先贤，谢谢你呀，是要谢谢谁啊？谢谢谁啊？这个范围非常广泛的谢谢呢我们所有周遭的亲朋好友。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知道这个意思吗？就是呢认识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它带着我们已经累世累劫前生前生了。所以在这个歌里面老师都把它整个都呈现出来。那可能我们唱一唱呢就过了，没有深入的去探讨。那不知道呢它的那个意思或者很想说把老师要这个表达的都把它学着说出来。所以呢开头就讲说深信深深的相信，深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生我们人在凡尘一直在轮回生生死死那我们呢一定可以留下那个累劫累世的记忆那个劫各位请你就要了解到是在哪。可是在这边老师的意思是说我们有这个缘会，缘会知道吗？一缘129600年有12会，一会呢有10800，对不对？那我们也都知道说南极老仙峰成道以后已经经过几个混沌，它就是等于7个缘会那我们也就是那老仙翁的7个坟沌我们一样也经过，有没有经过我们的那个基有没有留下痕迹？经过7个坟沌，就是7个缘会。那我们要了解到，在南极老仙翁还没有成道之前，有没有缘会一样有有缘会。那我们现在往后有没有缘会一样有缘会。
啊，所以这个累劫啊，就是所有的这个缘会啊，我们都经历。我们能够经历啊，是一些这么长时间的那个缘会啊，要感谢谁啊？就是感谢我们不生不灭的珍惜佛性。他能够带领我们啊，长时间经历，所有的缘会啊，我们都经历。所以那个累劫啊是缘会，那累世啊就是我们六道轮回了。那我们要了解到，一个缘会啊，它一半嘛，6万年没有人物，6万年啊有人啊，所以我们6万年来，各位知道各位已经经过多少生多少世了吗？知不知道？都不知道。我们假如说大家都有积德，都有行善，而且时时刻刻啊，都是以人的那个现象呈现在完成。那平均啊，我们都活了一甲子，一甲子几年啊？60年。我们以60年来算，我们经过6万年，有几生？1000生。我们已经假如说全部都是人道，已经经过1000世，1000生啊！咱知道咱几世无？知不知道？咱唔知，我跟人讲，我这世我即马几岁，经过几年，是不是都很短暂？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一个缘会里面啊，就有假如说全部都是人道了，就有1000生。那1000生的里面啊，我们现在不是有社会上很多人士啊说，他会看因果，他会知道因果，对不对？那各位先生，我们大家都会看，为什么？因为有1000生，你随便讲一讲一定都会准的。1000生来底啊，你拢会拄到。那假如说这一个1000生没有，那么往前推了，往前推的话，又一个缘会啊，是不是又1000生？那我们跟南极老仙翁一样，经过7个缘会，就有7000生了。那我们讲出我们的人生的因果啊。是不是很容易啊？能够收走，收的都很你讲要真准呢，对不对？所以各位要了解到，凡尘都是虚幻不实在，不要去相信那些这个不实在的话。最实在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珍惜佛性，这个是最实在的。它不会变化，一定都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本身显现在眼前，我们眼前现起的一念，我们自念是不是了了分明？那么这了了分明的这一念跟十方之佛一样，都是同体大用。没有不同的，所以我们每一位都是佛。那我们为什么没有成佛啊？或许不是有讲过吗？有没有？我们不愿意成愿不愿意啊？我们接着说凡尘很好很好玩都不愿意成佛，所以我们呢就用了很多的不正确的见解。正确的认识，害我们自己成不了佛。那假如说我们把这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全部去掉，不要没有，那全部没有的话，我们已经当然现前一念的心性跟知佛菩萨全部一样，
同体大用，整个呈现，这样知道吗？所以成佛不是很困难，很容易的，只是我们都心偏了，心歪了。各位心有没有正啊？大家拢不正咧。要了解到我们自己的心没有很正，它没有正的话，我们容易起心动念。那我们了解念就是业，我们起心动念就已经造业了，知道吗？我们很多都不知道说我起心动念是在正业，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有一些年岁大了吃饱饭没事做胡思乱想，就遭遇就很坎坷，那个都是从我们念起心动念的念来的。北部都要穿夹克了，南部还很热所以开一下冷气大家凉快。这个或许有听说了我给你讲阮咧度孤告样，有这样吗？或许是不会阻挡我们打瞌睡了甚至讲我们在打瞌睡的时候是朦胧有没有？就是那个意识不清。那在这一种现象之下，我们要了解说容易见到那个道体、道之体就在这一种现象之下能够呈现让我们去看。那假如说我们都很精明、很清醒那是绝对看不到的。所以或许不会阻挡说你袂使度孤，袂使打瞌睡，不会啦。倒是希望享受，希望各位能够享受打瞌睡，这个叫响应。所以在人生之中呢，我们就是要告诉自己，本身就是佛，身外没有佛，我们的心就是佛，心外没有佛。假如说呢，心外有佛，那个呢不叫做信心叫做邪见人，他的见解已经呢偏了，不正确。所以我们本身就是佛了。那平常呢，我们为什么会说不用呢这个心意识来修道？那刚才很多学姐呢一直在问说，怎么样来做耳根圆通那可能各位浅浅都有做，可是呢这个正确的那个方式都还没有去抓到或者是先鼓励这个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各位都没有做，得到什么结论？有什么效果呈现？起码对自己信心比较多了，对不对？所以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就是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要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这样因果一致才会成。那假如说我们用心意识，用还在用的心，那修不成道了不管咱修偌久几世拢袂成，因为因果不一致。那我们日常所用的那个心就是根尘相对。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跟六尘色声香味触法相对，然后产生以后我们有六识，就是心我们都用那个心
对不对？不是啊，我们不用那个心，它那个心呐、变化无常，根尘会不会变化？都会变化。所以呢，这个所有经典啊，所有修正者啊，都告诉我们，不要用心意识来修道。那么他解说那个心就是忌讳是讲合在一起知道吗？有很多现象合在一起，我们的心才呈现，对不对？所以这个心它不是我们要修道的心，它是变化无常的心。然后意就是回忆，我们有经过，我们认识，我们知道，回忆呈现出来了，又是很多的因缘际会，所以那个也不要用。然后心意识的识，认识的识，就是显现让我们知道。那我们呢，显现出来让我们知道，是不是要有很多因缘？它会不会变化？又会变化。所以我们把心意识全部都去掉，不要用，我们就无心了。各位知道吗？各位有没有心啊？都有啊。那有就心意识呢？体会一下心意识全部都抛开，不要用不要用的时候我们心就没有了，没有心。这个时候有没有两边？有没有？因为无心的就没有两边了，所以这个无心的心就是真心。无心的心即心即佛，这个心就是佛啦。有简单无？你看，咱安尼摸这个心拢唔对，对的心咱拢无爱，对不对？那个无心的心就是真心，就是佛。看，我们都不要呢，我们都要心意识家己再来烦恼，家己再来做罪，对不对？有了解无？所以要研究，你看都是不一样，跟我们完成的那个认知都不一样。要无心咱有心的时阵会扣完呗，会不会？可能情况对了我们大概年岁也都蛮大的啦对不对？这个对另一半有没有意见？我拢点，有嘛唔敢讲，所以就是了解为什么有意见？就是有心，有心千生万世我们都是众生，要无心，无心才是道。有了解无？要做无心有真简单无？真的有吗？是很困难当升起气来的时候，算心，那个也是心消失简单，很简单很难消失的。所以我们要无心真的是要努力努力修道，修道无心真正的无心的那个心就是真，不会变。那个心就是佛他们成佛的是这个心无心的心就是可以成佛。这样了解吗？我们努力的方向就可以确定了，对不对？努力怎么样？无心。让他在给他骂，开始无心，会不会？袂使阁有心甲记条条，你甲我记的。那绝对冤冤相报，
无完啊无了，一直啊害家己，是害我们自己啊，拢在害咱家己，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心意识啊不要全部去掉，根尘相对，我们六根对六尘，有现象。我们学习啊，怎么去处理？处理的圆满就好了。抛开，全部呢都不要有心存在心上，全部都无心的。无心就是佛，无心就是道。整个道呢不现，所以现前的一念心性啊，了了分明，那个啊就已经啊，我们不是讲十四古今不离当念吗？有没有？整个我们的那个整个需要去探讨研究要达到的，整个都出来了。我们就是要这个要我们的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那个时候一出来以后或者都我们没有起发心我们被业力推到现象来，对不对？然后呢，这一个现象过完了，我们又过生，又另外一个现象，对不对？拢直直过心，直直过心啊，过到今麦也未了，过了未？还搁咧过后摆要过什么心？爱这个佛的心体要全部都成就了，回本位。所以我们郭老师啊，把很深的道理啊，在几个文字之中呢，就已经呢讲出来。我们没有解说的话，怎么会知道累劫累世啊，就是以我们的无量无边的那个生死，无量无边的那个生命啊，一直在支撑。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他谢谢他能够让我们能够知道所有智慧，能够知道所有六道人全部呢都能够去经历，全部都能够去改变。努力的修持以后我们先认识佛性本体，接着再把佛性延伸，这个时候就做耳根圆通。那我们为什么很多人说要安怎做听得到啊？是不是在听得到啊？我们在听安尼算算讲耳根圆通啊无？我们都不敢肯定要了解到这个在我们身上来讲第一个就是听，第二个就是闻，第三个就是闻切那听耳朵的功能作用伊个耳仔咧听到无意思啦。这么说咧，第二个闻听到加入我们心意识咱的心意识内底伫咧讲迄些内容伫咧分别伫咧讲迄内底对我好对我歹那个是实语闻。那第三个闻性闻性它是不落入现象，它是了了分明了了分明，那是咱的闻性。所以或者是之前就讲说不以所闻分别来见，但你能闻讨个消息，有没有？大家拢害我笑，听来讲佫害我你较免负担。要知道那我们在所闻去分别来见，那就自找麻烦了。咱若听到这个内容直直分别，直直咧计较是不是烦恼真多？有没有？很多烦恼，所以我们不要所闻分别来见。但你能闻我们能闻，谁是能闻就是佛性本体，对不对？我们讨消息，这个能闻的是啥人？能闻的是谁啊？就是佛性本体。佛性本体能闻，可是它不落入两边，不落入生灭，不落入对待。我们要了解，
我们在做耳根圆通的时候啊，要这个记得这个声无啊，即无昧。没有声音的时候啊，我们闻性，我们没有昧。声有亦非声，有声音吗？咱的佛性无生出来。佛性伊无昧无生啦，伊长久不迁，拢伫咧。你甲用伫咧，你无用伊嘛伫咧，知道吗？所以我们就是要守这个拢伫咧，这个真常真。为什么真？因为它没有形象，不会变化，就是真。无息就是真。常就是住，拢袂变，拢永远伫咧。不管万年前、万年后，拢伫咧。要不要追啊？就是要追这个拢伫咧的佛性本体。所以老师给我们讲出来，我们应该呢，都能够留下累劫累世的记忆。我看咱拢袂记了了啊，会记你几世？我看一世嘛袂记，真是啊了了。所以老师讲深信啊，深深的相信。那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这个深信，就是从佛性本体啊发挥出来。深深的相信佛性本体没有生灭，所以它永远在。它既然是永远在，不管再多的缘会，多少个129600年，我们都在；多少个六道轮回，我们都在。在不在啊？都在。要不要去六道轮回啊？德那个德啊，现较济咧，好做济1000世啊，拢咧做人。咱若做了歹咧，会变啥物？变精神啊，对无？咱若出去做鸡啊、鸟啊，是做猪做牛啊，哇，迄毋那1000人咧。各位了解，迄一只鸡伊的生命偌久啊？很快所以完成了一无定理，袂使讲这个偷欠，人讲欠无爱害，欠无害迄天地真公平啦。你无爱害伊就互你去出去做鸡，然后去互杀卖销偌济，200、300，你讲欠一个3000，爱出世几届，多10届你人迄个出世一世人，你都爱出世10届的鸡，是不是多出来的？迄六道轮回又搁加出来，都加足济。若做了搁较唔好，走去地狱，去恶鬼道，恶鬼道有没有听过？其实咱即马伫环世间，我那看会到啊。咱咧大病院迄复健科的病人看到地狱有没有？迄是不是地狱啊？很像像不像？我们愿不愿意进去啊？都不愿意所以各位就是要了解到，上次啊。我就讲，唔通靠这身躯真用，对不？真紧补一下都消风啊啦这个或许很厉害4天掉树，快不快？真快。不过这一次医生老师说，无你是安那食，1个月安尼加6公斤。他说太快了，慢一点。3公斤就好，现在咧论斤论两。所以各位要在身体健康的时候，赶快修持让我们的佛性真的已经脱根脱尘，离身离境，跟整个宇宙虚空合为一体，理不理想？不用受苦了完成了，是不是苦海？记得不？咱本来福报真大啦，安尼大家拢安尼钱摕咧机票买咧就出国去游览，
假如啊，各位学姐，假如说像这个泰国，现在整个国家淹水，对不？咱若做去活伫个泰国，咱安那？其他摇悬悬，下面，塌落去都水啊，摇悬悬。所以那个共业形成，要了解到，众生的共业就形成，大家共同受。那因为我们台湾都还蛮善良，都一直在行善，好不好？哎呀，我都很善良的，好不好？哎呀，拢伫咧做好心，所以灾难拢离我们远去风台的讲安尼要来啊，伊嘛经过洗头，有没有？今年很多次都这样拢洗胃主要去做。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大有大的因果，小的有小的因果，那个因果是一定的道理，绝对的，那只要我们能够行善，就可以化解这一些灾难，所以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就是要多多行善，去掉了心里无心的全部都是真心。全部呢都是佛心，用佛的心来生活，这样好不好？非常理想不对啊？我们呢了解到说，心地一改变，环境就，环境改变，整个周遭的亲朋好友跟着改变，都很跟我们亲近。那假如说我们有心啊。人会惊的，这个有心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都会勾心斗角了，那个麻烦找来就很多了，最大的还是自己遭受灾难。那我们努力走入真理世界，所以了解说这个时间对我们来讲。我们呢现在六道轮回才有那个空间跟时间的约束啦，咱的佛性没有，佛性时间跟空间都无给咱束缚。了解时间空间嘛？空间咱今嘛伫台南对不？时间今嘛经过100年对不？都没有时间空间给咱束缚掉的，拢叫绑掉的佛性没有了，佛性这个时间空间呢，它都束缚，我们叫做自由自在，所以在经典它4个字叫做自在分别。自在就是自由自在，然后分就是了了分明，所以经典里面的分别不是分别心是了了分明。修正者呢，就告诉我们，我们修持就是要了了分明，只要了了分明就好了。我们生活之中有没有这样？大概是不好回答了对不对？要那，我们在现象里面学习什么样呢能够圆满？我们应对，应对以后就抛开。不要记在心上。那我们在真理部分就一定要牢记，牢牢的记得，真理不会变化，所以一定要记在心上。所以我们老师跟我们讲，说我们一定可以留下记忆这一些这么长远的经历可以留下。所以接着呢，老师就讲，我时时心存感激。我们有没有这样？我看没有了。他们时时迄心拢咧怨叹，讲别人拢遐好业有钱，我哪会拢无，拼要死拢无存钱。有没有这样？有啊。顺嘴答啊紧有。我们要知道
假如说哦，这个环境太坎坷哦，那个是上天在成全，伊咧甲宣传啦，那拢无钱吼，啊个真拢做代志袂顺吼，是不是入骨啊？有没有？会不会这样？还是消极的？那上天教导人哦，很容易啊，哦，会趁钱，啊，互伊哦社会的地位啊真悬。会甲靠倒，伊要阁受倒人，毋嘛吼，伊拢靠说遐钱地位啊，对无？你看安尼正面较好啊，反面较好，看我们利用都没有固定的。你只要说很有钱，很有社会地位，哦，那你可以登高一呼，大家来收刀哦。啊，若很有钱，紧哦吼，把这钱摕出来布施，和一寡艰苦人拢好生活，那不是很好吗？对不对？也可以啊，好好运用啊。哦，那我们假如说哦坎坷的话呢，要反省自己。我哪会遮歹命？是不是哦？倒位做了唔对？这样的话呢，反而促成啊，我们更积极的投入啊，修心养性。心性啊一培养，哦，内涵就有，是不是能够到达淹没雷声？各位还记得那3句话吗？念念看，麦看笔记。不错，都还记得嘞。哦，司机而龙现，哦，淹没而雷声啊，神动而天水。这个呢，就是我们古时候啊，他们的那一种涵养。司机呢，就是在家里面居住了，没有出门。龙现哦，就是神通万物。他都人没有出门哦，可是神通万物。哦，表示呢，他的修养很好。哦，能够啊，这个帮助啊所有众生，他帮助在不着痕迹的那一种情形之下。然后呢，第二个啊，淹没淹啊生淹，没静没，点点啦。雷声打雷的声音啊，就是他的德性啊，就好像那个打雷的声音，很感人啊。我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等在车了正在找看有没有这一种让我们很感动的人。拢麻痹啊！所以啊，现在现实社会啊，你做到要让人感动都很不容易，所以那个莫雷声比较不容易呈现。那个神动天水啊，神动呢就是啊起心动念地呀都跟着。现在起心动念啊，天理有没有跟着？没有啊，不拢对啥？对名利那不好哦，一定呢要天理跟着动念呢天理都跟着，所以。这个第3句啊，老师说，我时时啊心诚意，我们真的要心啊诚的感激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啊，让我们经历完成的所有一切事情，让我们的经验很多，让我们处理事情啊也能够很圆满，所以要心啊诚的感激。那么接着呢，我要在还活着之际呀，我现在是不是都还活着？那何老说我要在活着之际呀，然后呢，这个表达我的心意，我们都活着的时候，能够呢，把这个对众生的那一种爱护啊，对众生那一种。这个思念啊，都能够表达出来。我们现在在生活中啊，有没有那一种很感激啊？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那种情形出现？
好像很少哦。大家拢哦至少没迁徙啊，个人过法，个人过法多。就有一点那一种情形，所以要得到，要还趁着活着的时候要做就要赶快做，不然呢都来不及。所以一方面呢，我们在修持来讲，先呢认识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把那个佛性能够延伸到整个空间，让空间呢都是我们佛性所在。那等到已经可以了，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水有红土，我们就可以还给天地了。那假如说没有所有人士都没有修到，没有像我们在讲的这个样子，那就贵心了，贵心知道吗？所以或者都在讲因为花了蛮大的愿要带领各位说要成佛，要明心见性，对不对？所以那一阵子我刚前遐么翘不掉，翘不掉啊！恁大家嘛拢看到，有没有？有没有骗的很厉害变得很厉害。这时候或许也是想虽然讲安尼辛苦有一点不支持无法用我讲无要紧，我要过来。死掉了，我还要再来。一定要把这个最殊胜的上乘佛法告诉大家，可以成佛的。可是我只看呢最殊胜佛法竟然无人提上去听。最殊胜的那个最好的。我们佛老师说，我谢机，所以爱破病。各位要拿回去听，那个是34篇跟这个形而上的道那有在台北有3个佛堂讲解有6篇CD，各位可以从里面去了解到那个我们要怎么修的方法然后呢到达究竟的程度，是什么现象，都整个把它写下来。里面有在教我们所以那第3段那个第3个佛堂里面有一个前贤起来讲，感谢同一宫的前贤打瞌睡。各位听到一定很不是滋味了。我那样的讲同一宫没打瞌睡我就不会写这一章了。不写这一章的话，不会把那个上天力宝都泄露下来。那能够看到就是因为因缘记住了，所以可以配34篇的 DVD 道德经34篇，然后跟这个6片的 CD， 形而上位之道，形而相没有写的，只有写形而上位之道。各位有没有拿？可能有的还知道了唔讲有这个物件还蛮多的了。可以各位拿回去，有空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然后拿来听，因为他告诉我们要修个安那安那修修个安那才是成就，全部呢都把它交代得真清楚啦，这样好不？咱研究袂去用便宜啦。人要甲咱骗咱袂叮当。因为我们知道真理的部分都了解就不会受骗。所以鼓励大家拿回去听，不赢啦就听形而上位之道。6篇也是3个佛堂讲解那一章我们不是有一张讲义吗？因为我们在这边不适合去讲那张讲义，所以就在北部讲好以后把它录下来寄到我们这边来。我想讲50天大家拢听到足熟啊，结果50天打困
一转眼啊，竟然这么快，算了，都有50天，50天了，过去了。及时啊，由衷的收声啊，谢谢你。我们就是要及时行善也是一样，要及时。那么由衷呢，就是由我们的内心深处，由我们内心深处啊，我们讲出来，说真的谢谢你，谢谢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啊，带着我们身体啊，在凡尘流浪。我们佛性啊，带着身体啊，在凡尘做什么？我们一般啊，当身体啊养得很健的时候啊，就是要享受，对不对？可是呢，我们修道者啊，当身体啊已经可以很健康的话，就是要度化众生，要努力的把那个殊胜佛法能够流传，这个很不容易啊。各位姐姐，是不是很不容易听到殊胜佛法？很难去听到所以我们要能够接收，然后消化，然后传播度化，能够度化众生。感悟啊，生命因果牵系啊，这个我们都呢能够这个了解能够心里有所感受领悟啊，我们生命啊，都是因果在牵缠挂碍，都把我们的幸福啊都绑住了。我们有没有被因果绑住啊？都是被这个因果这个绑住。所以呢我们老师讲说感悟啊，生命因果牵系。那么也是心念的累积就是我们在凡尘这个起心动念很频繁太容易了，起心动念太容易，所以就很容易起心动念累下来就让我们六道轮回，有六道轮回就有很多因果牵缠挂碍。我们现在在生活之中都是因果的牵缠挂碍，各位有没有体会？真是因果拢安尼坎坎滴滴，加一套那一种线索很难去拆开。那呢，这个心念的累积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之前呢，我们呢都会鼓励说关照念头，关照念头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是关照佛性本体对那个念头的生发，佛性本体才有办法，不是佛性本体没有办法生念头，只是我们生发出来的念头都不正确，大部分呢都是自私自利，都是要害人所以现在那个诈骗集团很多他呢从佛性生发出来的都是造业负面。那佛要度呢众生处理生死第一个就先灭妄想，妄想灭了我们的声音就断，会生的原因都登起来，然后灭到无想，想全部都灭光光了，声相的寂，我们会产生在凡尘的形象的无啦声音断，声相寂那个若非有色，若非无色，那个两个就变不生不灭的我们的那个真如。不生不灭的真如呈现了的完成这成果安尼有简单不？又很简单从哪里着手？灭妄想妄想先灭没有妄想，然后妄想又尽了全都没有，它就成就了所以大部分
在修持的方面啊，都是从念头着手，知道吗？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啊，提倡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啊，就是都没有念头。那个没有念头的时候啊，那个叫无心。刚才讲过，无心就是道。无心的心啊，即心呢，即佛。那个心就是佛。你有听入去无？要听进去哦，这个很适用哦。拢会当互咱成就的。不找自己烦恼都没有了。所以呢，就是心念累积啊。咱就是因为累积心念所以才六道轮回。那我们不要六道轮回啊，心念就不要有。那么何妨善用呢？慈悲呢？何欢喜？所以这个佛老师呢跟我们讲，说我们既然有起心动念，既然完成了要生活，那我们何妨就要善用我们慈悲。慈就是娱乐，给人家快乐，就是慈。然后悲呢就是拔苦，把那个苦拔掉。看众生很苦我们可以把他的苦拔掉。那拔掉众生的苦，就是告诉他你会受苦就是因为怎么样你才受苦，这样知道吗？众生为什么受苦？就是因为造业，对不对？为什么造业？因为不知道真理。那你知道真理，就无用的。无用的创啥？我们都很忙，在做什么？在吃饭赚钱很忙在赚钱那钱赚了要做什么？所以我们追究有时候会觉得我们人生呢没有拿捏很正确的那个努力方向。假如说我们能够拿捏很努力的这个方向，人生会过得很有意义不会呢一下子很茫然，会过得自己对自己生气。各位田贤，自己对自己生不生气？都不生气都不生气的话，表示自己做得很圆满那做得圆满吗？也没他也没爱生气。有了道能够呢让我们永远不孤寂。所以有了这个心理法，已经有了道了已经呢知道道了道理全部呢都能够了解了，这样呢就可以让我们永远都不孤寂孤单寂寞。各位会单寂寞吗？因为我们可以跟整个天地合在一起，不会孤单的，也不会寂寞很充实，对不对？要不要用那个电视的连续剧来麻痹神经？要不要？唔通比较硬的，等下去坐看8点档。你去看你的家己嘛家己我袂使心口不合不合一我要对你上天说声谢谢你谢谢你所以我们老师呢就是讲我们要感谢我们的根源我们的根源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要感谢，不管呢陌生熟悉或者是疏远亲密这个或者都觉得底下写的这就是连续剧啦连续剧的编剧拢看起来咧写拢看起来大概想出来剧情就会当吸引人你看那个剧情最吸引人
咱即马讲咧看韩剧，是不是啊？都演内心戏，对不？都是那个啊，相继跟分离，互相交替，就互咱笑，互咱哭，有没有？各位都没有看韩剧啊？一编剧了以后啊，我们就是了解到，就是凡尘的变化了。那个无常变化，一编编剧出来，咱大家就拢真爱看。在天地呢造化中呢，我们原来是一体。天地的造化，那个造啊，就是从没有，然后有了；化呢，从有又没有了。所以那个造化，天地的造化，天地的所有一切啊，这个桑田呐，沧海，变化无常。那么这一些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啊，一些现象，都是啊，从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啊，呈现，整个这个呈现出来。那我们啊，本来原来就是一体，我们的佛性啊，大家都是相同的，是一体的。那么纵然呢有悲呢和喜，相继分离啊，相交替，所以各位学生，这个呢都是在讲我们在生活中的遭遇啊。我们生活之中呢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悲喜，就是相继分离，互相呢交替啊。有一些这个大家新妇啊，那个都拢袂下，偏偏佫拢无做伙佫袂使，那个冤生会有没有？然后有一些男女青年爱甲你死我活呢爱别离，佫趁环境拢爱因分开，有没有？我们看到这个剧情的时候啊，会不为他们哭一下？所以这个啊都是世间的无常变化。那我们了解说，我们也在无常变化之中。我们要不要深入？买啦卖深入，深入拢真艰苦，会不会？现在这样呢？大家安尼搞，你去做新妇会安那？这下惨啊！所以我们从那个文化的角度来看，有一些苦啊，不受还不行受苦佫来欢喜，很高兴。所以之前后学都会讲。你若破心肝红吃，佫红香草车，你佫都爱真欢喜，就要到这个程度。这个人世间呐，真的是变化无常所以啊，彼此啊关怀、疼惜啊，绝不会放弃。要彼此的关怀，这个很重要啦。因为毕竟啊是一体的。现在落入现象，你是你，我是我，就有分别了。所以彼此呢要关怀，然后要疼惜，不要放弃。这个只要你有心呢，它会改变。有一些像那个智能比较差，有没有？拢安尼憨，那个满憨而无，戆安尼足。足故意足调皮，足爱用欺负。各位有没有去欺负过那一种人？所以呢，我们了解说不放弃呀，因为毕竟啊，它呈现的现象，就是因果业力使然。它的因果业力啊，这个不做的不好的时候啊，呈现的这个现象出来，所以我们老师呢说，谢你让我可以在无常的世界，找回我自己。我们找回自己了没有啊？
哦，这拢无信心你看，有啦，就加碎声。哦，要在无常的世界啊，找回啊我们自己。世界变化无常啊，好也欢喜啊，歹也免悲伤啦，迄种念的就过去啊。一转眼就空了，所以努力方向还是在消除啊心意识，走入无心，那目标有目标，无心就是道，无心就是佛，所以很容易。那么多少的胜利啊？这个你陪我经历，这个不管顺不管逆啊，是不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啊，都一定跟着我们，有没有？都跟着我们所以啊陪着经历啊。那么知分情啊要铭记，都要记，会记咱不生不灭的佛性呢，对咱才好，有好无？咱有咧甲照顾无？这个有拢无够力。你想讲我也无看到伊，要安怎甲照顾？那么于是我明白，说爱人呢，其实啊是种福气，能够爱人啊，真的是福气啊，服不服气？爱人较好啊，是万分较好，爱人较好所以真的爱人啊是福气，就要把爱心啊整个呢都这个显发，那也让我学会啊圆满生命里的圆昧啊缘起，就是要学习我们生命里面的所有事情啊，都要处理的圆满。现象呢虽然是假的，可是啊，毕竟我们在现象之中生活，所以现象的来则应啊，去则静。那应的时候呢，就是要圆满。够的话就抛开。这样呢，我们的生活呢才充满了春意。那个春天的那个温和的气息啊，就会呈现。那圆昧缘起啊，圆昧就是煞鱼啊，缘起才开春呀。开始结婚啊，佫煞来安那？佫煞来生囡仔对无？佫煞来爱饲了，是不是缘起啊？迄个安尼后壁一大关有没有？这样圆昧缘起了解吗？就是啊，缘起则生啊，缘散则灭啦。那我们在凡尘啊，离不开缘昧啊，缘起，跟人的因缘善了了，跟他呢结怨了，缘了，这样了解吗？了不了解？缘好呢，还是缘起好？都好这个正确回答，不好。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这个讲谢谢你也讲了1个多小时，然后我们接着呢又回到这个《道德经》了，72章对不对？那个魏微章，这个因为我们这个《道德经》呢还没有讲完，所以要呢拍那个 DVD 啊都还没有办法整套，那个要讲完了才够整套，还有我们《道德经》前半段的 CD 啊，已经做到第25集，对不对？那以后26开始啊，有后半套就还没做。可是后学都觉得已经不急了啦，拢无咧赶要听要看，有没有？在那个《六祖坛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倒还有想听想看，我是发现那个《金刚经》啊，听的还蛮多可能就从那个《金刚经》里面啊得到一些启发，
一般呢，我们对《金刚经》都比较熟悉呀，可是对它的意思啊，了解就不是很透彻。那个在王氏后堂讲，刚好就是以那一种聊天方式啊，把那个真理阐释出来。各位都有听吗？有没有得啊？里面啊听出来它的对我们的帮助啊，有没有？一个点点。我们就开始讲到了这个魏微72章。民啊，不畏威则大威至。这个人民就是呢我们身啊，不畏威啊。那么以这边老子的意思来说呢，就是无大无小，唔惊所有的事情啊，他都不放在心上，不畏惧啊，那个不畏威。这样了解意思吗？虽然它的那个文字啊，是一种威仪，或者含义啊，就是天地的真理，你都不尊重天地的真理，不畏威，那自然得大威至。那我们可以从我们那个国土啊，那个居住的这个地区啊，很多啊一些水路，那个水在走的道路啊。都把它建筑、剔除，然后呢，种一些呢我们的作物啊，收成，这是不是不畏威？他不怕这个天地之间的那个反扑啊，他就自己啊方便就好，那个叫民畏威啦。这样的话，你看灾难一来了，谁倒霉啊？就是你利用的人倒霉。几个人拢无，找不到啊，找不到尸体啊，对不对？那个叫什么什么村，小林，甚至拢转找无，人啊都转找不到了，那个就是不畏威，不畏惧那个天地之间的真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要尊重我们整个天地，这样呢。对我来讲，绝对有帮助的。所以这个第一句啊，民不畏威，则大威至。那无暇起啊，这个所居，这个无暇呢是狭隘、心隘啦。那么第二句话呢，就是讲不要把我们的心胸啊，就变得很狭隘。各位心胸宽不宽广？多宽广啊！还是讲了要了解到这个心胸宽广，我们自己本身呢过的生活啊就很如意，因为什么事情呢都大事啊化小事，小事呢就化无事，都变无事。那个就是心胸宽广。那或许以前呢，在后庙就会看假如说我们人眼睛不大，然后人中就窄窄，那我会说你的心呢不宽广，你会很多的烦恼。所以有时候会呈现那个现象会呈现目睭较细，人中较矮，人中知道吗？就底下那一条那个宽度。所以假如说看到人的眼睛大大，人中很宽，表示他的心胸自然呈现一样也很宽广。那是前世带来。我们讲乳头席的不一样，有没有？他会把前世的因果带到这一世来。当然这一世变了，于是你努力的时候形象会改变，相由心转，你心转了，相就转。所以只要呢，我们研究呢这个性理心法，那个最大的那个发现就是脸上的我的业障消失了，有没有发现？
发现自己的脸上一定可以，我们是这个天会观，我们把一些障魔厮杀，我们是正常情。白无常、黑无常啊，在这个凡尘在执行他们的任务啊，在这个厮杀一些为非作歹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们凡尘这个法律可以这个躲得过却躲不过天地之间呢，那个天网恢恢，所以这个厮杀者杀，那底下呢他有讲说。这个古代厮杀者，就是呢，我们国家有这个那个死刑的那个法，那个刑啊，就是代厮杀者，就是代理这个天地来杀害众生，是为呢大将走因为我们天地之间在造这个万物万象。都造得非常的精致所以那个造作出来我们看都可能很舒服可是呢，假如说我们要代替天地来制造万象万事，那就不一样了就叫代这个大将走，代替天地来执行这个法律这个古代大将走者稀有不伤其手矣。这个带这个大将走会伤到自己的手，所以我们看那个国家执行那个法律实行的一些法律就会有很多呢那个挣扎一些这个不同的那声音出来。那个呢就表示说会伤到这个手，一些这个立法者我们现在法律是经过立法，那么这一些立法呢不一定说全部都符合我们众生的那个希望，所以那个就代替天地来执行这些大将走，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有一点我们比较很少去接近接触呢到这方面的那个知识，所以比较不怎么了解。那边老子呢他就讲说那个厮杀者有他的那个职责所在，天地之间无形的来执行他的任务是比较适合。那我们这个来代替那一些来执行就不很适合，这样了解吗？这样会听起来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可是因为我们都是奉公守法，所以对这个天地之间的那一些厮杀以及大将比较没有接触也没有印象。他假如说一些这个为非作歹，都会非常的注意这个大将手以及这个厮杀者。那么这一章呢大部分就是要我们都能够行善，行善的话，我们就不会被这个法律制裁，被这个无形的这一些来这个这个厮杀。这样了解意思吗？对，我们就是要知道说老子讲出来他的角度就是说我们在凡尘的生活一落入起心动念，就很容易会有那一些负面不好的念头跑出来。那当我们负面的念头跑出来，我们就会有行为，那行为了以后造了业就要受苦不但我们自己受苦，还要受到法律制裁老子意思就是要我们能够行善，要能够奉公守法。那我们就接着讲这个75章贵身贵身章，就是我们的这个身很尊贵
民之饥呀，以其呀上10岁之多，说人民我们百姓终身这个饥饿啊，饥荒，就是因为啊这个在位者统治啊，他这个税啊抽税抽的太多了，收税啊收的太多，各位缴过税吗？我们都呢奉公守法都有缴税啦，因为国家所有钱都从税金来，我们都有缴税。可是呢，就是要适当，爱拄啊好啦，敢扣到多咱拢会负担之下，不能超过我们的负担。假如说呢税啊抽得太多，我们就要一直赚钱，一直赚钱的话呢。时间啊都被赚钱住了，所以啊另外一些啊我们所需要的这个生活上的一些必需品啊就没有办法充裕，所以这边就讲民之饥啊，以其上10岁之多，是以饥啊这样才会这个饥荒才会饿肚子。那么民之难治啊，以其上之有为，说人民啊，不好这个治理。我们这个新华现在都在看那个牡登啦，所以现在讲有听没？那个油心甲抽较悬就是啊，食油较少但是倒较会咸。这个人民啊，不好的治理，就是有一些刁民，各位有看过刁民吗？没有啊，没有最好啦。刁民都是不服从那个一些这个治法的他们所有的一些行为动作都不配合，就变成了这个刁民。刁民呢，就是难治，民之难治，很难这个治理。所以治的意思呢，就是要我们人民自己来治理自己，家己来管家己上适合。假如说要别人来管的话，总是有这个管不到的这个地方。所以尤其你看到我们那个那个交通交通那个违规我们这边南部不讲嘛这个红绿灯是参考。然后闯红灯警察会抓，那个警察问那个闯红灯的说：“你没有看到红灯吗？”说红灯我是有，可是没有看到你呀。要开红灯我没有看到我是有看到红灯。这个是很讽刺的表示说我们这个的精神呢都还不够。假如说我们呢看一看那个美国人，他们地很大。那个车并不很多了，所以有时候他们那个红绿灯红灯一亮，然后我们就看那个车子就停了这个他的周遭都没有车也没有人，他就暂停。那我们以台湾的这个地稠地很小人稠，地很小人很多。我们都会想，迄遐戆，都甲过就好我们都会那样想。可是他们在美国那个守华，都蛮这个遵守法律那个交通规则。红灯了他就在那里一直等到绿灯了再走。虽然都没有车他们也是一样等。那以前或许比较那个年纪也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住在天母，台北天母，那个是一个
比较高等社会人士住的地方，美国人也很多了，在那个地方住这个要过一个路半天了还过不去因为离红绿灯很远，就要直接穿过马路，那在那边等说车子少一点之后再过去，结果就有车子停下来在那个车窗里面手就一直指说赶快过这样。那或许这个回头一看原来是外国人。我们中国人都不让人的，外国人他看到你等了老半天都过不去，他会停下来请你过去。所以我们了解有时候我们那个想，虽然这个也是小事可是会让人感到很温馨。那双十节在那个淡水河边放烟火，那也有那个外国人去看烟火，那烟火的那个密集的在释放。那看他们因为那个地区没有禁烟都在抽烟。那他们抽烟烟屁股他捏熄了以后，各位浅浅放在哪里？对了，怎么这么要共识？大家都知道，他捏把那个烟熄掉了以后放在口袋。那我们做呢放在哪里？不去，我们就直接丢在地上。所以等一下人员疏散了以后全部地都很脏，都是垃圾。这个就是我们的文化水准不高，大家的涵养修养不够，所以我们要从自己本身，虽然是小事啦，可是你一做出来以后人家会这个感受在心尤其现在卫生比较好以前我们想吐痰的时候吐在哪里？地上，很直接，对不对？可是假如说你很习惯的要吐痰的时候自己口袋拿卫生纸出来吐在那个卫生纸上面，然后再放在口袋，等到有垃圾桶才丢在垃圾桶。这个也都是生活小事可是会养成习惯。我们的习性各位浅浅强不强？非常强的习性很强。所以我们要从这个生活的小细节下手，能够改我们就改，一改过了以后一样会习惯，我们自己会享受自己的那一种比较有内涵的生活方式，这样呢我们自己就管理自己，就民不会难治很好治所以老子的意思说民之难治以其上之为上呢就是领导者，就是国家的统治者呢，他有为落入有所作为所以有所作为不是从佛性出来是他有企图所以这样呢有为的我们人就不好治理所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这样了解吗？假如说我们都一直这个鼓励像现在台各位同学，这个只要年岁大的，你去做捷运那个车厢虽然挤得满满的那个站都没地方站可是那个博爱座空的，年岁大一定有的假如说那个博爱座都已经有那个年岁大的座你一上车年岁大一样普通座也有人起来让你坐，所以现在台北捷运文化非常理想。像我安尼老无，我坐捷运入去拢唔免惊无通坐呢，一定有位的啦，拢有博爱座通坐。若无博爱座边仔年轻人拢紧爬起来坐，所以我讲家己有影真老年岁大了是可以享受这个优待，每天台北的每天都有150万人在坐，
多不多？高雄的捷运10万人，150万跟10万有差呢，所以那个台北市政府啊，讲捷运是因的金价无，西拢金价两，贵用的捷运怎样用要到？他一直要把那个全部的本钱都亏光了，因为习惯性讲骑车，你叫伊讲骑车骑的去捷运站，再去坐捷运，转来再过来骑，安尼种麻烦的对无？我都直接我调搞的话，所以唔免去坐啦，那个捷运就生意就不好，而且高雄地大停车方便。你在台北要停个车很困难，所以大部分在台北都会坐捷运，就很习惯，班次又很密集像板南线板桥到那个南港，它2分半钟一班2分半钟偌久，你这班坐不到，下班先来对吧？所以都唔免赶了，你若看起我很快车就来了。所以说又是生活的习惯，那个淡水新店它是3分钟一班，那个内湖木栅，它那个更密集，1分半一班，不过它的车厢比较小，它是中运量的，不像那个板南线淡水新店线。那个车厢都很大，一次都可以载很多人。青史以其求生之后，这个人民很轻易就会走入这个死亡的这个道路。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求生就是很这个要那个生活的很富裕然后物质的那个方面都要求满足，叫求生之后重视就现象那重视现象呢，我们民就轻视就那个寿命不会说很长。那假如说我们注重养生运动这个时间多身体健康那运动时间多赚钱的时间就减少少赚钱身体健康。这样看起来呢，是多赚钱好还是少赚钱好？多赚钱我们会变守财奴等到这个累积了蛮多，结果一口气不来了，我们都没有办法带走都要再拱手让人把我们所辛辛赚来的钱就是送给别人所以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就想到那一首歌在活着的时候要赶快表达我们的心意谢谢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各位有没有听那个我们有把那录成CD 全片整片都那一个一直反复的唱那个意思我们又有讲解在41那个 DVD 那一片开始我们有那个歌词讲解，有没有？我们知道说我们佛老师用最少的文字把那个最多的道理都包含在里面那个要我们呢这个整个对人生都了解开始的时候呢就讲生死生命可以这个留下累劫累世的记忆就是呢颜慧跟六道轮回没有多少个字就讲得很多，对不对？我们没有去研究的时候还不知道老师还包含那么多意思
是不是这样？哦，然后呢，就讲说，哦，时时的哦能够感恩呐，哦，那还在活着的时候啊，要收身啊，谢谢你，要由衷的从内心深处啊，哦来感谢，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那最重要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因为啊，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它是千万年都在，千万年前已经有我们了，千万年以后啊，我们还在，可是我们大家知不知道啊？都不知道，就是讲干那去死命死去就无去啊，对不对？我们没有研究的话会以为说死掉一了就白了啊，有没有了啊？没有了我们要知道所的因果它是一直牵连一直延续啊直直刷落去，直直刷落去，不会登去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啊。我们要来转世啊，都到第10殿阎罗王那个第10殿啊，去喝那个孟婆汤。孟婆汤一喝啊，哇，都忘了啦。这个前世什么都忘光光了，重新来。结果重新来的时候啊，我们又不知不觉又造了很多业，然后又牵连到下一世啊，就这样一直溜到轮回，已经最少1000次了我们这个德有，然后呢又行善，我们一个缘会125600年，一半呢没有生物了，那一半呢我们众生呢在这个缘会里面就有缘，那以一个人60岁来算了，刚好有1000。咱拢生个死1000届，1000届是拢咧做人那做伊精神去就愈济啊像一转到鸡的话，3、4个月就一生了，对不对？迄足紧的你若欠人安尼20、30万，一只才200、300块尔出世个甲袂记哩啊迄就甲1000届不只有1000次所以或者就讲说我们不要去看因果算命因为我们是没完没了，1000次啊是一个缘会啦。咱已经唔知几十个缘会啊，对不？有几十千啊，对不？对不对？所以你若去用看因果讲出来准啊未准？绝对会准的啦。为什么？都大概拢会去经过啊。不管什么款的迄款因果命运啊，咱拢会拄着，总会遇到啦。总一天会遇到你啦，所以去讲迄拢会准，你去听讲了足准的，靠底下钱就摕互人，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从真理的角度啊，我们来研究我们的佛性啊，它不生又不灭，长远都在咱都要为着这个长远的这个佛性来打算。唔通互伊第6道轮回来在受苦那个佛性他都不会哀叫，你要去倒伊就带你去，你要落倒伊就带你去倒你要呢这个成仙做佛，伊嘛带成仙做佛，所以伊拢无抗议无像今嘛呢那流小夸一个权力做事尔，就咧抗议。所以我们了解我们佛性都不会抗议的，会在佛性里面那个释迦牟尼佛讲说如来不与世间共争，世间与我争，是吧？以前的或者就有讲过，对不对？那个如来是谁啊？是我们自己的佛性咱的佛性。咱的佛性拢袂甲迄个世间来争，不与世间共争啦。我们的如来，咱的迄个不生不灭佛性都不跟世间共争。迄个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间就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空间跟时间世间
如来不以世间共争，拢袂相争啦。世间以我争，世间拢咧甲我争啦，甲谁争？甲咱的佛性咧争啦。这样知道吗？我们都是这样你看咱的迄个感官啦，眼耳鼻舌身意啊，有甲佛性咧争啊无？有没有？佛性讲我是主人翁，我出来当家做主，咱要何出来啊？咱目睭爱看，耳孔爱听，鼻孔爱鼻芳，嘴爱食，身躯爱摸，意念想，拢家己咧主张咧常常拢甲迄个佛性压落底甲死，有没有？没有。真显性所以那个释迦牟尼佛就讲，如来不以世间共争，世间以我争。像这样，拢咱这世间争样啦。如来拢争输，争输拢阴总起来，都退隐了，很委屈啦，委不委屈？所以我们佛性很委屈我们都没有把它启发，无甲请出来。咱若只要讲去把咱的佛性请出来当家做主，可以做主人，可以发号施令，袂正业，袂正业就免受苦，就解脱，安尼有好无？肯也唔肯，甲管理包伊，肯不肯？肯啊！尤其我们坤道若去湖桥，看到迄个这次我若来穿正适，这个时候你讲厝的都足济唔免个买，肯不肯听话？肯啊！真的所以我们可以省下很多钱。那想要买化妆品的时阵讲都唔免化妆啦面洗洗清伊水食到老，大家面拢共款啦搁较化妆食到老拢共款，一不一样？我们看年岁大的大家拢食到共款。所以我们了解说天地之间那个造化变化之中我们都是一个过程，我们都是过客。来家做人客尔结果我们都迷失掉了造很多的业，受了很多的苦，佫袂晓清醒啦。咱咧是清醒未？会气帮拢较无够啦拢要伫咧追求有形有相的生活佛性呢都没有去注所以老一辈就讲上的唔白唔上的拢看到肥老，有没有？我们要这样该注重的佛性不注重不该注重的现象我们非常注重，安尼就是本末倒置颠倒拢整个颠倒了生活就很快，一生很快就过像我们这个一休息下来就50天了，对不对？好像只有一转眼，不是很快？50天过对不？或许在想这个50天之中假如说我们能够努力真的是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一直努力50天的功夫已经累积的会多非常强，对不对？有无？我那一天过一天啦，都3顿日头念要暗食来咖啡洗洗来困所以这个时间过得很快不等人的等到我们有一天身体出状况了，讲休等的我要紧休，那来不及了一定得要赶快休。那我们有请那个那个林春莲来讲那个正贤观，各位还有没有印象？他前几天打电话给我，他说我这个障碍很深业障多，
所以生大概不可能佛了。他很努力在修道，所以当他做正贤观在这边讲的时候他看到很多天堂，可是他打电话给我讲的时候他说很多天景色都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然后也看到自己的佛性是光，那个光到什么程度呢？光到他晚上要睡觉都是白天然后他盖棉被把整个脸蒙起来还是很亮怎么办？没办法睡了他说修人很痛苦了，然后做这个法修持法门的时候专注，他就变成身体很僵硬了。那么这一阵子他改变了，说我在认真还都没行不出来，可能这一生没有希望跟佛了。他就把这个所有的那个希望所做的全部都放掉，当安尼放到安尼空，全部都放掉，讲无爱，一世人无法度啦，无个孝修所以他放掉以后结果全身都柔软，效果那个佛性都呈现出来给他看。他讲哪会安尼？听了我无爱的。我说那个是因为你很努力就是法执啦。我们有两个，一个我执一个法执。执呢可以从我们身体的结构还有宏图众缘际会就用那个结构来讲就没有我了我就是如来，我就是佛，你知影无？我是啥人？不是咱这个身躯这身躯是天地物质最会风土众缘际会是我们用的啦，要不要还？绝对爱还啦，你搁较好用都是爱还啦，搁较好顾，咱正咧甲顾对无？身体我们照顾，他呢像不像我们照顾他那么努力的生活的？像老张要破病安尼爬袂起来就爬袂起来，身体呢真的是忘恩负义无想讲咱个顾甲遐尔功夫。这个外面在放鞭炮，有没有？谁应答？大家都会了。你看我们那个耳根连通一下我们坐在这边都能够听到外面那个变化，所以十方的声音我们都能够接受。以往都不知道这个是佛性了了分明的，都以为说耳朵听到，我们要了解那个佛性借的耳朵，然后显现所有的声音，那个是我们佛性的功能所以大家都会了会了没？耳根连通了，通。我们这边又有墙壁，对不对？通圆就是十方的声音我都能够听到，叫圆各个墙壁能够通过叫通。又常住没有声音我们也听到，静悄悄有声音听到声音，所以常住它就圆通常我们那个佛性所具备的功能，圆通常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就一定可以达到。那我们呢，把那个普里那一个演讲师所讲的讲给各位呢做个参考，因为他都很努力很专注，所以当他呢把那个所有的一些心里面的那个固执去掉以后已经没有固执了，
也没有想要达到什么企图的，都没有。这个真的叫万缘放下，这个叫真的全部放下。那我们在做万缘放下，都有缘在。万缘里面大概9000缘放掉了，还有1000放不掉。还有。可是呢，我们了解到说，像我去努力做的时候啊。或许也并没有要求说一下子就放到全部了，那个可以循序渐进，慢慢的一步一步来。只要我们把粗浅的那个缘先放下，我们日常用的那个心、生灭心四心先放下，这样呢，那个妄就已经去掉一大半，真呢就会慢慢显现出来。真的显现一直显现，那个真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体。因为它没有形象，看不到的啦，可以我们感受，就可以了解，了明。所以这个已经证悟都讲，说呢，我们众生呢跟佛其实都是一样，没有这个分别。那差别的地方呢，只在于我们众生迷失在现象里面，然后呢知否已经领悟，说呢只要落入形象皆可得，拢得不掉啦。所以他已经对形象都能够呢事来则应，去则见不住在形象。只要我们不住形象，离相就是佛了，就已经是。所以或者都有讲，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如来；若有所见即是邪见。各位浅浅会晓背啊未？会了没？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你如来；若有所见即是邪见。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你如来。一样呗，知道意思吗？若无所见就是没有能见，也没有所见，即是真实的见你如来。因为如来没有形象他没有对待，没有分别那我们只要呢进入没有分别没有对待，而了了分明就是真正的见到如来，见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样了解吗？所以把它写下来。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如来；若有所见即是邪见。因为有所见就有能见，有能所是不是对待？有对待就是生灭，有生灭就有变化，所以那个就是万象万事。那万象万事它都不会这个固定，一定是变化无常所以我们见到都是正确，所以叫做邪见。这样了解吗？知道吗？所以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你如来；若有所见即邪见。讲到给大家全会晓背，会晓背就会知影意思。所以咱伫个生活的中间，我们在生活之中呢，我们都有现前那个明了之心显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的心是不是了了分明？这个了了分明就是如来啦。跟念做伙无？已经见到如来的如来，就是安尼啦，就是现前一念那个觉了之心就是如来。就是我们要见得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有足亲切无？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呢，
就可以呈现。所以现在我们眼前一念觉了之心，就了了分明，显现在我们眼前了了分明的这个觉，就是如来。因为这个时候没有想过去也没有策划未来，也没有把握现在，心都没有，三心没有就没有四相三心四相没有，我们就已经呢，走入凡体。我们有三心的话，就有四相。各位浅浅四相知道吗？佛相、人众生相、寿者相，四相。那因为呢，在文字我们比较不容易了解，我们用呢，我们生活中所这个用到的来讲四相。只要落入能手，我能看，我们都能看，对不对？那个能看的就是我相，那一定呢有手看，手看就是人相，手看一定是差别重生，非常多啦，不是单单看一个一项俩足济，看足济迄个众生相，然后连续不断的看就是寿者相，是不是四相都到呀？然后我能听，能听的就是我相，一定有手听，手听就是人相，手听足济声音呢，差别重生就是众生相，然后呢不断的听叫寿者相，又四相了，所以只要落入能手，我能闻，我能吃，我能做，都是四相。那在我们现前这一个了了分明的这个心它有没有这一些？有没有？有没有三心四相？没有所以我们了解，咱有三心的时阵四相会造出来。咱的三心拢是把修行这个无代志做啦。加减妄想、起心动念，想过去互欺负，还是过去家己真趁钱真风光。伫咧一直伫咧想，三心造出来。咱的三心造出来时阵咱就要了解讲，咱起心动念就是业啦，业知影无？业我们的业障，就是障碍。有念头就有业，有业是不是要去接受果报？我们也很多，像老师说谢谢你，也是心念的累积，有没有？感悟生命因果牵续，也是心念的累积，有没有？所以心念累积我们才六道轮回啦。我们要脱离六道就是把那个念起心动念的念全部去掉，不要没有念了，念断了，没有念，声音就断了。声音断了我们已经呢修到呢全部念读了，那声音就尽，声音断了，声量尽了，我们就恢复到本来，就恢复到佛的状态，了解吗？所以只要我们恢复到本来那个很容易就恢复到佛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修成佛不是很困难，很简单的，只要我们呢很简单的生活就很容易达到我们所要求的这种这个程度这种呢呈现出来的喜欢的果报成果了所以只要呢我们肯用心我们讲到呢一起求生之后太重视求生，结果呢就害我们轻视就较早死。所以假如说我们够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我们不但呢可以延长寿命又可以追求到人生最重要的那个目标。
所以以其呢求生之后，是以这个侵蚀求生呢，才让我们侵蚀。那么夫为无以生为者，就是我们不要为了生有所作为。我们都是为了生都有所作为，对不对？生为只要呢无以生为生为的是显以贵生，就是能够这个真正的已经呢注重到我们那个生命那个本体来了，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老子希望我们都能够回到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本来，从那个第一章那个常无跟常有，常无跟常有两个加起来，就是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是第一章所说的，常无，然后我们要来观妙，常有我们要来观想，对不对？所以老子呢，一直都告诉我们，我们本身可以有作为，可是这个作为要从我们的佛性出来。各位先生，这样了解意思吗？从这个本文经文来讲，它呢都不是很多啦，我们从那个延伸出来生活细节就会非常多。那我们在生活细节里面就是要注重。各位对生活细节有注重吗？注重那个方向目标在哪里？要放在呢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所以我们一直都很注重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我们对现象对事情会看淡。那看淡了以后佛性它比较有位阶依靠法度发号施令，才不会我们的那个感官在当家。因为我们溜到人为太久我们从那个老师所讲的那个累劫累世是不是已经人为太久？所以我们的感官当家久不久？非常久了，已经深根蒂固了。所以现在呢，要请佛性出来当家呢就不容易，不容易请他出来。所以我们就是要在日常的生活细节那个微细的那个当中就是要注重注重我们有没有起心动念，注重呢我们在生活符不符合真理。假如说全部都是符合真理的话，那全部都是觉。我们在觉之中佛是最理想的。那个觉者很快就到来。觉者是什么？就是佛。那个觉它还有两面，一个不觉，觉产生不觉。那我们众生呢，大概都在不觉中，不觉，然后呢才起念，念起才受苦，都是这样的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只要呢在生活细节里面，我们保持都是觉，没有不觉的时候，这样呢就一定不会行动念，就不会造业，就不会受苦，解脱了。说都是自己努力啦，这个要自己努力。这个讲这个贵身他们接着底下呢，我们讲这个76柔弱章，柔弱柔温柔，肉呢强的对比柔弱，说人之身也柔弱。说我们人老子说呢，咱人生在凡世间
拢真啊柔软，真弱，有无？有没有很柔很弱？我以现象来说啦，咱规身躯有安尼真柔软无？假如说规身躯若无柔软，爱出声啊啦，所以要了解说人之身啊也柔弱，咱生的时阵啊，拢真柔啊真弱，这个呢才是生。那么其实坚强，咱若死啊电哭哭的有坚强无？足坚强的听我举咧安尼甲一支叉呢转举咧，咱若生有法度安尼一支叉举咧。很温暖所以生的时候啊是很柔弱，死的时候啊是很坚强当然我们求道以后啊，说呢这个会很一样的，跟生一样很弱了，安尼真柔拢安尼很好看，那个是比较特殊啦。求道以后。接受这个一代祖师的那个受记才有办法达到的一个现象。所以老子讲说我们人之身很柔弱其实啊也坚强死都足坚强的。那么万物草木啊之生也柔脆。万物啊，就是我们到的这一些这个万物啊，草木之生也柔脆看到迄个外口啊，这花啊、树啊，伊若咧活是毋是完啊？真柔啊，真脆、清脆，对不对？所以迄万物啦、草木因拢生无死的时阵拢安尼真嫩真脆那么其实也枯槁，它死了嘞那个树啊，草木一死了以后啊，它就枯槁了，用压的听说它压落那生的时候啊就没办法，已经嫩所以呢这个老子啊观察到很微细就是生啊柔弱，死啊就是坚强，故坚强的死之徒一坚强了就变成死之徒，拢会死啊。然后柔弱者生之徒，咱柔弱就有法度生，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看这个现象都是这样，对不对？所有这个相啊万事呢都是这个样子这个生啊咱的流，我们呢这个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啊也是一样，你很柔来处理事情呢就很圆满你都很刚强来处理事情的话，就会有很多那个反面的负面的一些情形出现所以呢我们是要了解说那个这个坚强者死之徒不是说不要坚强而是说我们在现象里面就是要柔，现象不要刚，现象要柔呢才护这个生那很刚的话呢就是死。所以兵强则不胜。说呢这个兵强不是很好吗？可是呢我们是了解到兵强了他呢骄傲，结果呢就为呢这个战胜那个哀兵才会战胜你一个骄傲的兵大概都会失败所以老子讲说兵强则不胜，
那么木强啊，则拱。哦，这个木，假如说我们那个木头啊，假如说已经它死掉了以后，我们就会啊把它呢这个做成那个拱啊，就是我们门上面的那一个，知道吗？知道这个拱门那个拱吗？那个拱那就是讲那茶已经不会挖，木啊已经死掉以后啊，才会拿去做那东西，对不对？还活着可不可能？就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拱啊，就是一个给我们物啊，给我们一个作用，就是讲有那个作用，可以做一个拱门，所以木强呢则拱，坚强居下，柔弱呢居上，所以我们了解说坚强呢就居下，柔弱居上，所以呢要呢处事啊，处理完成事啊，就是要能够柔，才能够圆满。那个谢谢你的最后那个歌词啊也是啊，让我学会啊，我们人生之中不是都会落入这一个缘起缘灭吗？对不对？还要圆满人生那个缘起缘灭。那圆满人生的缘起缘灭啊，就是就是我们了解啊，柔是不是要柔？柔才能够圆满啦，所以它能够呢，就是这个遵守那个法则，能够呢圆满的法则啊，也就是柔，那也就不能够圆满。所以老师呢教我们学会了人生那个里面所要处理的缘起缘灭都要能够圆满。我们有没有在人生的这个过程之中处理事情呢都很圆满？有没有？还正在努力之中了对。还不见得说每一件事都处理得很圆满，那我们呢圆满人生里面的缘起缘灭，这个能够有缘相处都是很难得啦，我们就把所有的缘都能够变成这个善缘，能够圆满所有的在凡尘的遭遇。完成的所有遭遇都圆满，这样呢就很理想，这个是属于柔弱章。那接着呢，我们讲这个第77章，天道，天道章。那么天之道其有张公乎？这个天道就好像呢这个张公，张公知道吗？咱拿那个荆，荆棘要来洗，那个弓，有没有看过？有，都有看过说天道好像呢那个张公，高则义之。悬的咱若伤悬，是不是都要甲伊压较低落来？这若伤低落来，是不是都要压较悬？对不对？能够射出去的箭才会中靶，才会得那个靶心。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天道其有张公乎？高则义之，下则己之，这天之道呢，就好像呢，张公的那个样子，那么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假如说有余，这天道我们在凡尘有余的时候
要把那个有余的啊，把它去掉，所以省之啊。那么不足呢，我们就要余啊，余就是给了，就是给他。那么天之道呢？神有余啊，而补不足。天道啊，就是神有余，把那有余啊，省掉，然后呢补啊不足。天道都是这个样子。上天呐，他会啊把那个有剩呢拢甲去掉，那无够甲补足。所以神有余啊，不足。那人道呢？则不然。我们人人之道呢，就不是这个样子。神不足啊，以奉啊有余。咱人拢斗病啊，不足的像我们现在整个社会形态，好个如好个，散的如什么？那个就是神有余那个补不足的斗病。所以我们就是主啊，以奉有余。那咧好个咱拢个直甲奉献。那伫咧不久咱个地方看得起，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跟天道相反。我们了解我们人道就是比较不那么理想。那理想的话呢，要像这个天道一样，神有补不足。那么孰能以有余啊奉天下？老子用那个假设的口气啊，在讲说谁啊能够把那有余来奉天下？那个孰就是谁啦？能够呢以有余啊来奉天下，就是讲咱的事已经拢会得过啊，搁有剩，搁有剩啦已经生活会得过，搁有剩，甲迄剩呢，拢摕来天下间的人用，什么人有法度的？好像没有迄有拢要搁切较有咧安尼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完成的这个不理想的这个事情是太多了。那有时候我们自己那个所有的作为啊，大概也都朝这个方向食到有剩的时阵袂讲甲迄剩的摕来互迄个无够的人去食，会不会？倒是有啦，迄个比例较少，比例不多。那个台东迄个卖菜迄个陈世奇，他就很理想，自己赚的钱都一点拢安尼摕出来布施，说钱要给那个要用有用的人用，我们能够有那一种心胸的话，哇，这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社会，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大部分都是会一直累积，累积到呢一口气不来，就没办法去处理了，都随该人啦，那个时候就没有办法以他自己的那一个佛性来主宰，来行使，来居，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老子就讲，孰能以有余来奉天下？剩呢全摕出来干，才无人用。那么唯有道者干那迄个人才有法度做会到。是以圣人惠而不是，迄个事就是个性啦，知道吗？对啦这个为而不是，用去做圣人圣人去做，但是呢，他
不依赖他所做出来的那个来连人，就是不会骄傲，这样了解意思吗？圣人为而不恃，功成呢而不处。功成了以后他不处在他呢这个行功的那一些事情里面，功成呢不处。那么不欲见贤，就是不方见到贤人，因为我们一有那个贤的那个名称就会争，那一有所争就失掉那个我们人淳朴的那个词，了解意思吗？会不欲见贤，有这个贤的名称的话，那就呢会这个分阶级呀，人呢我们是平等，都是平等的，不分阶级所以老子就讲说不欲见贤，不要有那个贤的那一些名在红尘，一有的话呢很容易争。我们今天好像可以把那个《道德经》讲完4章而已，对不对？而且每一章又很短。第78章水德，水的德这个水，假如说我们研究的话，它是最有德性的。天下柔软，莫过乎水。天下间所有的万物，只有水它最柔最弱，而攻坚坚强者莫之能胜，那个水来攻呢这个坚强，所有的这个坚强都没有办法超过水。水它是最能够攻下最坚强者，其无以易之没有办法来就是改变没有办法呢来改变故柔胜刚。这个延续上面的那个柔柔能够胜刚，肉胜强，这个肉，尤其我们现在假如说有看那个报道哪一个国都泡在水中，泰国都泡在水里，而且还没那个退的那个迹象。那我们有办法处在那一种环境之中吗？那情况还不用注意怎么生活很难生活，所以我们要照说这个就是我们众生共业，大家共业，那个等于是没办法居住，没法度过。假如说现在水退了，那个又下雨呢，是不是又积水了？所以只有越来就越不理想没有改善的时候所以在那个地区爱赶紧搬出要赶快呢搬家了。所以我们了解水它是最柔弱，可是它攻呢只要它要攻哪一个地方呢，哪一个人都会投降。那么天下呢莫不知天下呢莫能省就是天下都知道这水最坚强，都知道，可是呢就没有办法来行使那个水的坚强，就是没有办法学习那个水德水之德我们没有办法去行持。故圣人云爱国之过，是为社稷主。圣人有讲说呢这个受国
接受国家的那个过，国家污过，就是国家不好的，他都能够接受。那么这个样子啊，他就可以当一个设计主，就是一个领导者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他就可以当。那么受国不祥，是为天下主，接受这个国家所有想的事情啊，那么整个天下，他就可以这个当家做主了，因为不好他都能够接受，他能够改善，大家呢都会拥护他，正言乐缓，我们正确的语言讲出来呢，就好像相反，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大部分我们都不能接受那个果子过，那个污垢我们都不接受，然后不想我们也不接受，对不对？并且假如说那个这个凡尘的污垢要加在我们身上，我们接不接受？我们不接受那天下之间的想的事情要莅临我们身上，我们接不接受？都全部不接受了。所以这边老子就讲正言乐缓，他能够接受国家的那个污垢，还能够接受呢国家的那个不祥，他就能够领导这整个国家，这样的意思吗？但是他有一方面呢要有能力一方面要有那个容量，有容量有能力他就可以改变整个现象。所以老子呢在这个78快要是道德经快要结束之前，他就讲正言乐缓。那么79呢走气，和大愿必有余愿，安可以为善。这个大愿，我们在凡尘了解说都是从这个小愿开始的时候是愿一点点那个小愿，可是呢后来运到后来就会变恨，怨恨，那个恨那个时候就变成我们要了解就是大愿了，很大的那个不甘愿。那假如说我们合大愿，把那个很大的不甘愿都把它合了，然后我们了解说必有余愿绝对不会全部消失。生活之中呢愿各位浅显多不多？非常多，对不对？大大小小都有愿，有大愿的，小有小愿都有愿。所以我们了解心里面有愿安可以为善。怎么样呢来行善呢？有愿那个善就做不出来，所以就讲安可以这个为善。是以圣人只走气而不责于人。这个呢我们要了解那个走气跟诱气就是人来借钱有2张迄个以前的迄个单2张合作伙甲外位中挂过1张交互借钱的人1张呢钱借人的人，2个呢各持100，两个拢摕一半，迄个走气就是讲摕去借人的，迄个摕走气。若共借钱的摕诱气，安尼有了解无？即马你若要害钱，你摕这张诱气的去甲迄个走气合，合起来，外地钱害伊，安尼就无险嘛。这样知道吗？
所以这边呢，圣人只走气啊，而不责于人。就是讲摕迄张少钱予人的迄张迄半，迄一半摕掉的，袂去伫迄共堆要共讨钱。这个不责于人啊，就是讲无来害，也袂去甲伊责备，知道吗？就是讲听后你若有的时阵你才摕来害，摕来你就摕迄个另外一半迄药气啊，摕来甲做起相符合，符合讲迄写出来内底偌济，你照迄个数字还有迄个少钱啦，提钱救人的人。故呢，有德啊，失气啊，无德啊，失策。有德他能够呢，拿这个气，走气啊，一般提走气就好啊，唔免去共讨钱。他的德啊，可以影响到那个借钱的人可以感受到他。那一种德性，然后呢，无德啊，失策。那无德迄个策就是咱车行过爱练啊，拢有魂，拢有喝。像或许有一次到南部啊，他那个公所可能无钱啊，迄道路拢是迄款土的，土的路啦。即摆车咧行有车痕，车痕伊迄恁直直行痕直直抽。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一种路？还有啊，很有意思一个安尼，你都在缀迄痕行，照那个沟啊，车链的沟安尼行，你若讲无照迄个沟行行袂去啊，一定都要照迄个好行。所以那个叫无德失策，得照迄个痕迹，照那个旧的痕迹去走，这样知道吗？有一点，他这个老子讲到这边怎么会突然之间讲到这样讲奇怪，好像以前就有这一种事呈现，所以有一些咱讲安尼较急佫较骄傲的人，他就会一直想按照那个旧的方式，你给他赚的钱，你摕我的钱来还，比较会催讨，让那一些艰苦的人越艰苦，这样知道意思吗？有一点比较值得他安尼亲。那么天道呢无亲常与善人，这边到最后呢，老子就讲说天道无亲这个天道没有跟人有亲戚关系只要你行善他就会给你会给这个善，给这个利益给你，所以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我们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把这个《道德经》讲完。那我们刚好下个礼拜开法会，对不对？那法会之后我们就研究那个楞严经，大家要把楞严经改，有没有？假如说没有的话，我们要赶快印那个楞严经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准备呢，这个在法会以后就开始讲。那接着讲80章，这个不许章，就是讲无搬厝啦，无搬来搬去，小国寡民啦，时有佛之器而不用，这个小国。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一个邻一个利就是一个国家所以他那个小国人民也很少呢有
那个石帛，这个石啊，就是1、2、3、4、5、6、7、8、9、10的石，帛就是100，那个白啊，有10有100，都是有足多的物件啦，石帛之器，有石有白的那个器具，而不用，就是他们不用。这一些小国寡民啊，不用；使民啊，重食而不远习呀，这个使人民非常注重这个生死，而不远习就是呢不搬家，伊的出世住在家，但伊死还搁住在家啦，这样知道吗？全部都不搬家，这个有一点那困难。即马拢搬来搬去拢足方便。那么虽有舟居啊，无所成之啊。虽然有舟有居在水里面有船，也陆地有车，无所成之啊，拢无人咧坐。那么虽有甲兵啊，无所成之。虽然有迄个甲兵。都是咧战争用的啦，虽然有迄个盔甲，有这个兵，那么无所成之啊，唔免摕出来排，拢唔免用到。那么使民呢，不节省而用之啊，因为较早无文理，拢拍扫拍角，你头啊少啊，得拍一个角，还呢甲迄个角透去。那个节省啊，而用之，拢用那个时间伫咧标示。那么甘其食啊，就是吃的很简单，食的拢食甲真欢喜啦。虽然讲安尼唔是讲崇拜，不过咧，他们都很乐意啊，食呢，敢若较早迄个司机歹的时阵啊，伫咧食安鸡枪同款，拢食甲完了拢真饱。那么美其服啊，就是讲穿也不追求奇装异服，拢呢，会当安尼过去生活，真好。安其居啊，大的所在呢，都能够吃得很这个平安，其属啊。他们的风俗习惯呢，他们都很快乐。邻国相望，就是讲我这里看到你迄里，安尼拢真安尼，做啥？真清楚啦。犬之声相闻，迄鸡狗，迄声呢，拢听会到。就是讲拢大的啊，拢离真远啦，离近近啊。民至老死啊，不相往来。这个人民一直到老，一直到死啊，拢唔免搬厝，拢住伫伊原来的所在。所以那个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唔是讲我甲你拢无好啊，大家拢卖来不是那个意思迄是讲拢唔免搬厝啦。生出来就是住遐，甲死嘛还佫住遐啦。安尼知影无？咱若去有迄文字讲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照伊的迄字啊听讲迄逐个毋知结缘偌深安尼住久啊拢无往来所以不能按照文字啦，那个按照意思，就是毋免搬生落来就伫遐，甲死佫伫遐所以都没有来来去去。这个呢就是80章。我们把最后一章又讲那个提问的呢，我们就把它缩短一点，不居章这个戏言啊不美，美言不信。那个可以相信的话它不会讲出来很好听是戏言啊不美。可以相信的话讲出来呢直接讲啊。袂安尼安尼弯头弯角袂修饰啊，所以就不会很好听美言就不信，若迄个讲足好听的迄话说莫相信
哦，黑龙无实在，这样了解意思吗？哦，这个老子到最后也就讲说信言美啊，美言不信。善者啊，哦不变啊，变者不善。哦，那个啊，善者哦，他善良的，那他呢不变，哦不跟人家辩论啊。哎，或许之前啊有讲一个故事啊，说一个小村庄，然后来队伍当骑牛啊，牛去走失了。走失了以后，他到外面去找他的牛。这个时候啊，有一个人啊牵一头牛过来，那一个牵牛过来，那个人啊，他从他的牛条看出来，看出来时阵，拄到这个牛胖去的啊，伊讲你这只牛我的。他就跟那一个牵牛的人讲说，这一头牛他的啦。它的涵养好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说，这一头牛是你的话是你的，你就牵回去啊。你的牛若转来这只这个看来害我住在倒位啊？有没有这种人啊？还真的是度量够大这个咱即马来人带钱啊，阿妈滚金大一条，嘛要吃掉。所以你看这边啊那个善者不变，他真的是善，都跟你变。虽然他知道他对别人错，可是他也不变。我们有办法做到吗？后日咱学看卖。讲家己都对，别人唔对，别人来咧讲的时阵拢点点摸，学一学啊那个涵养，小学看卖，看这个涵养，家己法都背出来无？假如说能培养出来，完成嘛，东西都是大家的，这样的话呢就不执着了，不执着的话生活就好过了，就叫好过啊。所以善者不，变者就不善了。你若讲咧变你就是不够呢这个善良。那知者不博啊，博者不知。那个知影他深入深入一划，深入一件东西，深入哪一个事情，他知，他会知道的很宽广，所以不博。博者不知啊，就是样样知啊，样样都不能够很精密，每项拢会晓，每项拢无精啊，有没有这样？那个就是博者不知啊，知者不博。那知道呢，就是比像现在啊，我们那个分门别类啊，你到医院去啊，去挂号时候啊，他问你说你要挂哪一科？现在不是分得很详细吗？还真的不知道要挂哪一个，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出现？有位啊，才问讲我这要挂倒一科的，像或许啊，这个症状叫做新陈代谢，新陈代谢科。有没有听过？哇，这样算蛮普遍的。真的，我们这眼花缭乱，到医院去了以后怎么那么多科系啊？就得科的啦，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现在都分很细，就是分得很细他就很投入了，伊就是拢伫迄个范围内底就了解所有的内底遐变化。那假如说你什么都然后知者就那圣人不积呀，圣人不累积，这一些呢这个有形物质圣人都不累积啦，这个圣人不积。可是我们凡人愈侪愈好，会累积呀，一些财产，累积呢一些物质。那么既以为人喜欲有，
这个圣人呢，他拢互人啊，都给人了，愈互人伊家己愈好呀，有没有这样？就是越给人啊，自己啊就越富有，咱人愈贪才愈散，对不对？所以这边呢，老子讲，说既为人愈有，既于人举愈多了。这个就要了解说，如何人如照顾人，人赶快呢会回过来照顾你。所以这一次呢，或许很感谢呢很多这个在北部的道亲都去照顾或许而且还很投入24点钟全部照顾投不投入？连或许家人会吃醋，讲我的亲人就变成别人的，讲比人的起笑我，才比外人所以很感激这个道亲都照顾那个很累人呢，照顾病人很累人，累到什么程度眼皮睁不开，或者很不舍一看讲我照顾到目睭也袂金那个关心的程度真的是很感。那么天之道利而不害这个天道呢，就是益众生可是呢不会害到我们众生。那么圣人之道呢，为而不争。圣人呢在行持那个道，他去做，可是呢他不跟我们众生争那个名分，全部呢都不争这个名分这个是这个道德经呢本来或许想说呢，把它讲跟六祖坛经一样44这样就比较平均可是我们呢觉得说中间有得一个法会然后我们再来讲的话，就变成只有一个尾巴它倒不如我们在这一个先期就把它结束或许呢是学讲啦因为呢之前讲那个道德经是比较着重呢在学呢，就是呢很多那个注解者所有的注解或许都把它融汇然后写下另外一本那个老子的道德经。可是后来我们在这边讲解因为或许老花眼就没有看字来直接，那直接讲就很多呢那个或许看佛经里面的一些真理阐释出来才会有那个34片那一片就是形而上道，形而下为之计那个讲义，各位有没有拿回去听？听到那一句真的我们都会生气有没有？感谢同一公打瞌睡，有没有？那个讲的还很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边假如说在讲解那个34片的那个 DVD 的时候假如说没有打瞌睡或许不会写那一张那个讲义假如说写那一张他就没有那么透彻的把对上圣的佛法整个都表现出来所以因为我们这边在讲解道德经就不适合再讲邪上位之道所以就在北部讲北部有3个佛堂讲那一篇就累积下来就有6片的CD， 各位都有听吗？那个佛堂讲的最详细，王氏佛堂就是我们讲金经的那个佛堂因为那个里面有几位最会问
他每一次问又是呢都很深所以一讲解的就最详细，所以听的时候大概是在4、5、6又讲的蛮多堂课有一个佛堂好像只有讲1堂，可是呢那个网络堂大概有讲3堂他说各位有听的话把那个 DVD 跟形而上位之道全部把它集合在一起，就可以了解说我们要追求最上乘的佛法，大概就不离开那一些范围。那我们这个法会以后的那个楞严经那个又是另外那个是佛直接讲心性是很特别的啦所以那一边呢我们呢就是要准备详细收各位就是要把书带来那个法会以后的那个第1堂课就开始讲，那还剩下有从19分钟了给各位这个提问问题，要问的吗？好，请说。交流很深第一个问题是，见语言神通到佛世界变成一只小龙，停在竹竿上，菩萨想把它打死，佛夫子说他是释迦牟尼佛。请问，既然是菩萨，都是以慈悲为法，为什么想把在上的打死？把小如小虫的众生打死，可以成菩萨吗？这个呢，我们就是了解到，当我们有一只蚊子停在我们看得见的这个身上，我们怎么处理？一只蚊去嗅咱的手咱看较明明你要定位，怎样处理？是不是要把它打死？这个叫做人之常情我们都是这样的。假如说你的心赶快把它吹，那你就不好为什么？那个顶去顶别人，你心好还是坏？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是人之常情这只虫搞到迄个身躯想要甲泡死，那是自然的反射动作。那你真正的修道已经成佛了，你就没有形象的啦。你没有形象，哪会去打虫？这样的意思吗？你都拢做佛啦，你做佛无形象佛没有形象。菩萨那菩萨跟他演我给你度，你过来，我给你度，我度你做佛，这样跟他结缘嘛。所以之前或许不是说我们修道不能养宠物嘛？你养宠物你要保证你的宠物也成佛，这样知道吗？你有这个心，你才可以养。你假如说还没有求到之前养的那个此力无跟这无关系。所以修道不能养宠物。你来养宠物你就是要保证伊过来出世修道互伊成佛，然后才换你成佛，这样了解吗？所以不要自找麻烦了。还有吗？第二个问是《金刚经》妙行无住分第4。佛问须弥于律云何？东方虚空可思量度。为什么把东方单独提出来问？再问九方，为什么不是放一起问须弥？东西南北方4维上下虚空可思量度。好，这个叫佛说法的妙。
因为只提出一个东方啊就已经够了，那为什么底下呢还要那个南西北方还有四维上下要全部收？那个讲我们只要一点那个上升根器啊，不要东方就好了。那不只有听会场听的人啊，不只有上升根器啊，还有比较其次的，所以他又把那个那个四方四维上下全部讲。那个是利益啊，在场的所有一些比较根器啊没有那么高的众生，那个是佛有一点那个是故意的啦，不然他只有讲一个就可以东方。那我们了解到空间啊，一落入空间以后啊，只要你讲一个方面，它就全部啊包含，规个拢改拢参做会伫内底啊。所以我们在34篇那个啊就讲就已经有讲那个智者不言。为什么不言？因为讲出来都已经有一点偏离呀，偏离那个，所以我们真正的道叫无言之法，没有的方法啦，就是最高的程度啊，就是无言。没有语言，只要落入语言啊，它就会有一点不是本来的本体了。这样了解意思吗？那个释迦牟尼他说无言之法，以言显说，因言而入，非即是言，有没有？所以这个无言之法，我们要追求啊，就是无言之法，没有语言的。以言来显说，我们用语言明显的把它说出来，因言而入，因为这一些讲出来的语言，我们可以记录，非即是言，而不是这一些语言，就是呢那个意在外，它的意识在言语的外面所以言语跟文字我们都不要住，任何工具都是假的。真正的是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个才是真的。真实的就是那样，剩的拢假。还有吗？没有了。还有10分钟，谁要问？好，请说，请坐。请问一下那个我们中阴身那个佛教讲那个中阴身中阴身是不是749天就7不变，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说我们求得道修道有没有这个中阴身这个过程？那佛教讲一个问题人死的后呢，这个身体不可以动。那我们现在求道的是不是流风的时候，那身体不能动？好，你请动。这个我们讲到那个中阴身一般呢就讲我们落入凡尘已经有生了以后到达断气以后那时候已经呢不能主宰了，佛性不能主宰以后那个就变了这个我们呢进入那个中身，就是已经不在凡尘，也没有到第5去报道，这中间叫中阴身，中阴中阴身只有749天它是属于这个中阴身的范围。然后我们要了解到这个749天假如说在凡人有行善，那么他749天的中阴身活动自如，都可以自由活动。那假如说他是这个不相信这个佛性的拢无要做好事他一断气了以后他的中阴身大概不到1天就不能自由活动，就变做人袂抵当所以我们了解那个中阴身
量哦，那个差别变化很大。哦，有的哦，免几点钟哦，伊的中医孙就袂叮当。啊，有的到49天哦，还很灵活。那我们要了解说，为什么哦，我们这个断气以后啊，不要马上去动那个哦断气的那个身体啊，因为它的第8阿赖耶识哦还在。我们哦断气了哦，已经袂喘气啊，已经死啊。不过阿赖耶识啊，第8阿赖耶识哦，伊还个点，它还在。它还在的时候哦，它一样跟我们佛性一样。哦，周遭啊，亲朋好友咧讲什么话，还是咧哭，伊拢知影，他都知道了。所以他会人哦依依不舍，如唔甘离开啦。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尽量哦，就是不要有争执啊，不要在那边争执。那要讲话爱轻声碎碎，拢都是好的方面哦，去不要讲那个不好的。让那个死者难过了，那个是说，那个阿赖耶识啊，这个后继来先，死掉呢，他最后走了，来投胎呢，他最早来，最早来投胎就是阿赖耶识啦。那我们了解说，我们求道以后啊，我们一断气了以后，我们的佛性啊，是从玄关直接直达理天啦。所以不在这个一般我们讲的这个现象里面。可是假如说我们求道没有修持，他也不太相信，甚至于会讲坏话，那就不同了哦。那个跟凡尘的就没有什么。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有努力在修道，跟没有努力修道是不同的这个现象。所以我们要就是在努力修，只要呢我们真正的到达我们那个佛性啊，已经尽虚空遍法界，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身体啊是天地的物的宏图，一口气不来啊，我们整个佛性啊就已经呈现整个虚空，整个虚空拢咱的佛性啊，所以身体怎么处理都无关紧要，甲烧烧咧，是要大要安那拢无要紧，迄就是天地的物质，所以宏图它变成天地的物质，已经没有作用了。咱凡人因为没有启发他的佛性本体，又没有使他尽虚空遍法界，所以变成有一个业力啊，那个推他呢去现行。那假如说他要去受苦啊，推他到地狱去，或推他到恶鬼道去，他都有一个那个无形的业障，那个业力啊，那个杀，那个推。所以我们了解谈话讲贵心经，推他另外再换一个身出来。那假如说他是造了罪，推他到地狱，凡尘的身没有了，变成地狱的身。地狱的身在地狱受苦，受苦的时间呢，看他造的最多还是少，造的最多受苦时间长，造的最少呢，受苦的时间短。然后呢，那个地狱的苦啊，受尽了以后，看看有没有在凡尘啊，这个吃人家的钱，假如说有的话，那推到贵心过到那个畜生的身，变成畜生了。假如说是鸡的话，还人家300块。假如说是牛的话，1、2万；猪的话呢，3000。看你去出生当时就还多少钱。还到你的钱还完了，那个我们也有那个《楞严经》里面说，你来害了过头，你会使搁甲偷回来。变成他死掉以后啊，要来还你呀，你害过头，哇伊就要搁害予你。那《楞严经》里面有详细解说，释迦牟尼佛有详细解说。我们在研究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讲。还有吗？还有5钟。好，请说。
讲真的，好。同学想要问那个主办的那个方题问的，就是一个讲公说，不要用我那个吻性。对的，要用吻性。就是就是别来电给我的好消息嘛，哈。对对。然后那个讲义的那个第9行，同学想说是不是对句啊？就是因为读者分别这个是外文、口文是3层，是这样。好，对，因为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文啊，就是讲咱听到外口的声音，加入我们的新意识啊，那个叫文。咱伫日常生活用这个用文，那个文性就是佛性啊。那文性的话各位再把它记得就是圆、通、常。圆呢就是十方呢积集鼓，10个方向都讲过了，10次讲过的声音一时文，咱拢当听到，还有这个韵啊，所以我们那个佛性具备这个圆很圆满就圆十方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方所有的这个声响，我们都同时收到，不要去分辨它哪一方拢唔免，干来听声就好。所以这个叫圆通就是隔远，圆就墙壁，隔着墙壁来听音响，遐耳即可闻，就是讲远跟近遐就是远，耳的近，遐耳即可闻，拢会当听到，这个叫通。然后常常住就是讲声无寂无昧，声有亦非声，声音拢无去咱的韵色无变，声音有咱的韵色无生，咱的韵色无生无变，生灭二也离是为常真实圆通常咱来记的，要做耳根圆通就第3字圆通常，安尼知无？听到十种的声音不管是阴还是远，拢唔免去分别啦，干那你有就好，知声就好，唔免去分别讲这台奥多麦较久，这台较新，不用去分别，只要你听到声音，能够听到就好了，安尼知无？可是我假如说刚开始做可以找那个比较固定的声音就是听。我们有时候不是那个时钟吗？滴答滴答，有没有？你就听那个声音一直听一直听，就没有断了。那个时候你就了解到你这个稳性整个都呈现，你像呗。所以要自己做，会你抓到巧妙，要记得圆通常，圆通常是我们稳性从稳能够进入不是不昧的佛性，能够把佛性延伸到整个虚空，整个空间全部都有。时间到了，还要问那等一下，就像说，人家说耳聋的人他眼睛比较亮，那么那个瞎眼的人耳朵比较灵，那个瞎眼的人他的练字有跟眼后眼睛很好。你这奇奇怪怪的，你这头脑奇奇怪怪。各位要了解到他假如说这个五根不起就是借他前世借佛的那个名义来生活，就是借佛的名来吃饭这样了解吗？那一再来转世以后都会这个四肢不健全，然后五根不全具备了，
南乡9市里的米康哦，草鱼郎，哦阿那伯也搞，哦那个都是啊，哦那个叫佛家1文钱啊，大士西密山，迄就是哦借魂的名义哦来吃饭啦，这样了解吗？我们要知道那个严重性。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浅显，大家好。佛学占道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浅显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呢今天讲《金刚经》，各位都有听过了，有没有？大部分呢都有听过了哈，因为我们记下来啊，在台北讲的那个GD MP3呐，也都记蛮多下来，所以啊，在本来我没有准备呢，要讲的，因为大家都听了啊，知道了就好。可是啊，还是很多人写呢，一直啊说在这边要讲，因为才有那个 DVD 啊可以看，很多人都要当今的 DVD 啊。我们说没有在台南同一公讲的话就没有拍摄。那呢我们就是按照呢原文讲，然后各位什么版本都可以啦，只要你有金刚经的书，各位都有啦，没有这边还有，有浅显的带过来，好。那后写也有写一本，写下来的也都是做的写啊，会比较完整，讲呢会有角度这个兼顾不到，然后我们呢就开始呢讲这个《金刚经》，那《金刚经》的整个名称呢叫《摩诃金刚波罗蜜经》，总共呢有10个字啦，可是我们都有解习惯，所以就讲《金刚经》把那个前文都没有这个背诵下来。那我们从经的名称就可以大致呢了解那个内容。那从摩诃金刚波罗蜜经，我们呢从那个开头摩诃就是大，非常的大，大到呢无外，没有外面的，已经大到无边无际，没有内，内不见，所以那个摩诃。我们一般呢都称为大，比较讲摩诃呢是梵文。那我们了解到这个身体就是4大，也是那个大就是摩诃啦，身体是所有风土，所有风土充塞整个宇宙虚空就是摩诃，所以我们一讲4大。还不知道那个大的大有那么宽广，所以了解说摩诃就是非常的大到呢已经没有外面，因为我们在这个太阳系里面说到呢已经呢超出太阳系，是整个宇宙，非常宽广，有无量的佛世界，光呢，我们4大部洲我们就是不透的，东胜神州，然后西牛贺州，我们南赡部洲呢，跟北俱泸州，这个4大部洲我们就已经没有全部都认识了，因为北俱泸州的众生寿命有1000岁，我们在我们这边要想活到1000岁真的不能想象。我们活到那个50、60以上就老化了，
其实都有没行不叮当啊，都走动了，不可想象说活到平均寿命1000岁所以有多的也有少一点点，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这个南赡部洲众生的寿命是最短，那个东胜神州呢有这个500岁，西纽赫州250，然后北俱泸州1000，我们南赡部洲100，所以这个4大部洲来说我们都是夭寿，就寿命不长。那么我们接着讲这个以下金刚，摩诃金刚，我们呢都时常知道了，也很少去了解到金刚整个含义。虽然说凡尘金中之刚是最难得的物质，可是它呢是以这一种凡尘最难最坚固的这个东西来比喻。那么是比喻我们金刚之身，我们每一位都有金刚身，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那个是金刚之身。各位认识没？很不容易，对不对？我们了解说要认识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它就是金刚之身，就是不会被破坏的。我们的金刚之身不会被破坏，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就是很少启发我们金刚那个本体来应对凡人事。那么接着般若，这个般若有时候我们在运用的时候会代替金刚。般若就是妙智慧，所以我们了解说，有时候我们会说般若本体，那般若本体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所以有带金刚那个味道。因为般若我们接受的那个比较容易金刚接受好像比较硬邦邦的所以这个般若，那我们要知道般若它是佛性本体所生发。所以我们要进入般若，就是一定要平持凡尘的所有业，凡尘的所有一切拼除了以后，才有般若妙智慧的产生。那我们只要启发般若妙智慧，我们有般若妙智慧了，我们应对凡事就绰绰有余，而且都不会造业是从我们绝对的机智性生花。所以我了解我们凡尘一切都不可得一切都是空这个智慧就是叫般若了到凡尘没有一法，这个就很值得我们尽去追求。凡尘没有一法它能够永远存在，也没有一法它会遭受破坏所以这个般若这个妙智慧就靠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然后实际的练实际的运用我们开始都从这个心意识进入。或许说我们明心见性那个明心的部分先从我们日常生活所用的心意识我们心意识就是已经日常在用，那它是我们佛性的功能所以不是敌人
不要成这个不可接近应该是非常亲切的。只要我们认知它是功能，不是本体，这样就可以这个也叫做般若叫做智慧。所以在凡尘我们应用智慧的时候是非常的多，因为呢本身就可以做一个实验体什么样呢是恰到好处你能够呢在凡尘的生活每一个都恰到好处，就是运用般若。已经有了，虽然不拥有的名称可是你有实际的那个般若作用。所以重点呢就在我们自己亲身体验了解说凡尘一切都是虚不实在，不管是有形的这个形象，或是呢无形的事，全部都不可得，都得不到。你想要拥有都是虚幻。我们纵然能够赚到整个世界我们一口气不来还给世界要知道一切都不可得。那既然都不可得，我们就不固执固执都害我们自己我们要呢在凡尘能够生活的快乐一定要圆融一定呢要跟真理相合，这样呢我们生活才会圆融才会快乐。不要等到以后等到了，我们现在就已经可以。所以启发我们的般若，就已经呢到达佛的那个四德叫常乐我净。那我们现在本身都具有常乐我净，可是我们都还没有认识得很透彻常住真心这个呢了解到他已经呢这个脱根脱尘离身呢离境，不在我们的上，可是也不离开身上我们呢不要把它局限在一个小的范围。所以我们在凡尘的生活就是要保持非常的快乐，常住真心叫我们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常住真心就成现。我们成佛就是常住心使我们呢成佛所以每一个都有，只是认识跟不认识而已。我们的常住真心常然后乐就是快乐。那这个快乐是进入没有对待的，因为凡尘的快乐就有痛苦。可是常乐我净成以后常乐我净的乐它是绝对的快乐，因为没有两边是一个绝对它产生的快乐是从内心从佛性从金刚本体出来所以那个快乐都永远在。那我们都会被我们的妄见蒙蔽，我们见解不正确我们看到听到六根接触六尘所产生的念头都是生灭不停。那么我们被这些生灭的掩盖，所以快乐显现不出来那只要你把这一些为什么证悟了以后他有办法就是在深入完成来度化众生，就是已经体会到快乐，不管在三恶道不管在凡尘不管在天道，它都是快乐非常快乐，没有对待的所以这个我们都具备。那我们要呢在生活之中去体悟。那我不是呢这个身体这个四大假合的我们身体呢所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都要还给天地所以这个身体不是我
哦，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哦，这个啊教的时候啊，哦，四念处的第一个观身不净啊，那个是要哦让我们啊不住相，哦说身体啊肮脏哦不住相，因为我们很容易住相啊，所以啊那个观身不净呢，重点啊就是让我们哦不住在形象，不住在身体上。我们呢就哦脱离那个哦欲哦男女之间的那个哦关系哦，所以啊佛就讲我就如来，我就是佛，所以我们要有这个认识，我就是如来，我就是佛，这样各位了解吗？哦，可以听得懂了哈、哦，所以了解说哦这个佛的果位哦四德啊。常乐我净，我们都具备。好、我就是如来，我就是佛。可是，假如说你在外面听到我就是如来，我就是佛，人家会说你神经病啊。所以这个我就是如来，我就是佛，要在我们自己的心中啊起，不是要口嘴巴讲出来，是要在自己的心中。确定我就如来，我就是佛。那么这个呢很有关系啦。只要是你确定了，你如来，就是佛。你做事的时候啊，你有一些行为啊，你就不敢做。为什么？因为佛如来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啊，这个就是最好的修持方法，因为已经回归到本位了，我就是如来，我就是佛，已经呢没有变化了，不像我身体呀，生生死死，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六道轮回啊，没有断绝的时候，那已经呢，能够进入如来，进入佛，那整个生活也就不一样。所以呢是最好的自我勉励方法，它也实在啊符合真理，所以日常生活时提醒自己呀，我是如来，我是佛，那这样的话，各位想想看，行为会不会改变？你要跟人家争论的时候，会讲我不爱你，对不对？就会啊自我期许，自我鞭策，且我们就是如来，我们就是佛。所以啊，或者说那个《华首经》呐，记载，这个释迦牟尼佛说，如来与世间啊共争，世间与我争。当我们了解真理的时候啊，以为说释迦牟尼佛不跟我们凡人争啊，我们凡人都要跟佛来争。那当我们了解真理每一个人都是如来，那我们的如来都不跟世间争。各位了解那个世啊，过去、现在、未来，间啊，东西南北，想想看，过去、现在、未来，东西南北，是不是都要跟我们的佛性争？他要争权柄啊，如来会不会跟他争？绝对不会，所以我们的那个本性修养很好了我们在实际生活方面这个修养都还不够，都会呢跟人家呢争执，所以呢要勉励自己，不要呢落入凡尘的尘果，凡尘事啊，都是变化无常。很快就变了，要记得不要跟人家争执，我们呢有很多对的地方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不承认，那借着人家呢跟我们提醒的时候，自己反省，有没有过错，这样呢修道就很快了，就很容易改毛病去皮。贪嗔痴都去掉，恢复清净的我们佛性本体。所以那个底下那个净，常乐我净，
各位清净了没有？好，怎么不敢回应呢？还不真欧真柔吗？所以那个净就是要了解到三点水一个真净清净我们呢已经到达清净的状态我们都有常乐我净都具备了，都没有缺可是啊我们都不知不觉都不知样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起发般若的时候啊你看我们就可以把常乐我净拉到生活来，在生活里面应用绝对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了解说摩诃金刚般若他已经呢就把我们要研究的金刚经意思都好，有没有？这个要回去的时候再看的或者写的《金刚经》现在你一方面可以一方面看，听无详细，看嘛无详细，所以我们就专注在这个讲的内容里面。般若有以后最重要就到达波罗蜜。那波罗蜜呢就是祥和的境界。那因为我们都呢说凡尘是苦海，所以都把波罗蜜比喻到彼岸，就是已经到达清净的彼岸已经已经呢渡过中流已经呢到达彼岸了所以波罗蜜就是祥和的境界。然后学说讲因为有这个听过从印度这个回来的道亲他们就讲说印度他们做完一件事或是跟人这个相遇的时候他会讲波罗蜜波罗蜜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在讲波罗蜜，那不是那个经文里面所说的吗到彼岸然后他们就想一种就是有点自负祥和，我已经回到家温暖的波罗蜜就是那个意思。那我就是了解到波罗蜜祥和的境界重要呢就是要祥和。然后我们呢在凡尘这个祥和的气氛有时候就很容易破坏。那我们自己本身呢就是要把握时时刻刻都在波罗蜜的状态就是祥和那这个底下的经第10个字经呢就是能权之文所权之法，权就是解释能够解释的文字能够解释的法门就是这个经。那么上气知佛所说的真理下气呢众生可度之机具备了这个观摄常华义理所以我们了解那个经贯穿我们应该了解的真理，让善思观。那么摄受可度之机可度的众生令他呢解脱那个常就是尽未来际这个万古不异其说不变异不更易他的说法。那么华这个尽十方应遵其轨，按照呢这个轨道来行持就是经名的含义因为经名它具备了整部经的精华，所以有时候我们光呢从经名的那个称呼就会了解到经的内容像呢老祖说呢这个清净经，然后学呢都讲
哦，你光哦那清净2个字啊，哦记下来，哦清啊一尘不染，净呢一念不生，这样大概整清净经的内容都离不开这个范围，哦清净都已经到达了，哦，所以这个经很重要，哦是啊，我们要走的路径，哦经就是径路径，这样。这样各位了解意思了吗？哦，摩诃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知道了吗？哦，这个就已经呢哦蛮好的。那我们呢就开始呢哦讲这个经文。那么经文呢哦后学都哦习惯性啊用3阶层3个层次啊来讲。第一个层次哦，就是字面上的意思；第二个层次啊，哦，就是性理心法；第3个层次呢，哦，就是修持的境界，就是我们的性。那我们呢，就开始啊讲第一个层次，就是啊字面的意思，字面上的意思啊，我们先了解，然后呢再讲第2个层次的心法。然后再讲第3个层次的心境，就是修持的境界。那开头呢就是如是我闻。那我们呢先了解如是我闻的由来，如是我闻怎么来的？这个释迦牟尼佛要进入涅槃的时候，这个阿难阿难是四德侍奉啊。释迦牟尼佛，然后阿难呢哭得已经没有意识了，很伤心啦，都哭倒在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阿耨利就劝了阿难。那我们各位前假如说有看到我们佛老师注解这一本经案，它里面呢记载啊就悉跋陀罗。说悉跋陀罗劝阿难问佛，可是呢，或许在《坛经》呢看的时候啊，不是悉跋陀罗，悉跋陀罗是那个释迦牟尼佛度众生的最后一个，他有120岁了，是修外道，因为呢佛要进入涅槃了，就跟阿难讲。说你去跟悉跋陀讲，说我要进入涅槃，看他有什么疑问啊，要赶快来问，不然涅槃了以后啊，就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因为佛跟阿难讲，因为啊这个悉跋陀罗跟阿难有500世就父子，所以啊你讲话他会听。所以就跟讲要阿难去传达。那悉跋陀罗一听了以后啊，就真的赶快来这个见这个释迦牟尼佛，然后所有问题释迦牟尼佛都给他回答。所以要求说收成弟子啦，所以最后一个最早度的是乔成，最后度的悉跋陀罗。那悉跋陀罗这个被度化以后啊，要求释迦牟尼佛说不要进入涅槃，因为世间众生了解真理的还不多了，要继续教。可是佛默然，没有答应。因为要他有那个讲出来的话，要按照他的话去做。本来这个释迦牟尼佛要多留凡尘40年，他跟逝者阿难讲，说我要多留在凡尘，到呢他的那个时期的寿命120岁了，所以他要活到120岁。连续3次阿难拢点讲，没有邀请，没有说请佛在40年。等到佛讲3次以后，
阿难出去办事，那个波旬魔就进来，请佛进入涅盘。那佛就答应，来年3月我就进入涅盘。然后波旬得到佛的承诺，出去了以后，阿难回来了。然后佛就跟阿难讲，说我来年3月进入涅盘。阿难听到以后说，我都还没有结会了呢，你怎么要走了啊？不行不行，要留。佛跟我刚才说3次你都不留所以我已经答应了波旬来年3月要进入涅盘。我什么时候讲话不算话？我很伤心所以被那个大弟子迦叶骂臭头了。佛要留40年，你怎么不留？我被魔盖住整个心整个把它盖起来然后没有反应不然阿难留的话，佛就又多住40年。结果没有佛有意要多留40年，因为在佛那个时期众生的寿命是120岁，但是降到大概70啦。我们现在众生的寿命是70岁越后越降越低越少，会少到只有10岁那所以以后我们就了解到是物极必反然后又经过很长的时间我们又一讲最长的寿命是84000岁。我们众生最长的寿命84000岁。各位想想看，84000岁什么时候结婚500岁。所以我们了解，咱今晚听500岁才要结婚要未到的就死所以那个时期的时候阿难一听到说来年3月就要进涅盘就伤心了。可是真正的佛已经答应波旬所以就要这进入涅盘。那有菩萨就问佛说，不是可以自己做主吗？菩萨就问那佛就回答，佛假如说是长期在我们凡尘，我们凡人不会重视佛法，永远都在的话不会重视什么时候都有不用那么讲所以佛就要进入涅盘。那进入涅盘，我们众生会急了。佛在的时候也问佛不在我们要问谁所以就会赶快就是努力修道这个就是佛的目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进入涅盘我们为什么不说死亡？就是因为它还可以成现，还可以再示现，而且它是自由自在要示现就可以来这个看个地方就可以示现然后要回去它就马上可以回归本位。我们都没办法，我们都被业力推来完成不来不行你造了业一定要来还业，只要你还清回去了。这样了解吗？我们还清了没？我们不但没有还清造了很多呢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又造了很多业，而且很多都是我们不承认的我们自己做错自己都不承认所以这个才严重。假如说我们知道不做那就好了可是我们都不承认我们到社会去问问社会人士，哎呦那鸭肉你不能吃这都没有人吃你吃鱼啊无理，可是我们会认为不吗？不会啦
今年变那个3厘要个变2厘啊。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这个要凡人都能够遵守真理还真不容易耶。他要从自己本身做，我们不跟众生结恶缘。各位就想想看，我们身体受点点伤害痛苦的不得了，对不对？你把他杀了，残不残忍啊？然后纸来出，要贵然后我们人死了，装在棺材里面。哎呦，动物死了装在我们肚子嘞，肚子要变成棺材呢。大家巴肚拢刮擦。所以我们真的说要符合真理，讲出来很容易啦。你做的话其实也不困难，只是我们的习惯性习性就是难改，很难改，没有办法改。各位有没有改自己的脾气毛病啊？不介意。所以那个释迦牟尼佛就这个答应破情说要进入涅槃所以到时间到的时候那就苦已经都没办法了。诺利就跟他讲说，师父还在，有4件事情你赶快去请问佛指示，这样以后我们才有办法遵循。然后第一件事，师父在的时候以这个师为师，那师父不在，要以谁为师？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师父在的时候教我们修持方法。那师父不在的时候以何为助？就是要用什么方法来修？那第3件事情呢，有变心的弟子我们该怎么样来处理？是以何为法？那么第4件事情以后集结经头经文的起头应该用什么文字？就是这4件事然后阿难听了，阿那利跟他呢提醒了以后，他就问了这个释迦佛。那佛呢就回答说，第一用戒律为师。那我们了解说，以人为师人有看不见的时候人有不知道的时候，那戒律为师这个是最高明的最能够真正的达到实质的目的。我们了解到，对不对？所以以戒律为师，那个是最好的修持方法。然后或者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不用去找那个什么戒律什么戒律只要我们这个良知良能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可以做呢就符合戒律不可以做就破戒那有一些比较微细的我们可以自己定比如讲晚上我们有吃宵夜点心那我们呢建立自己的戒律，说我现在开始晚餐后就不再吃了这样容不容易遵守？就很容易可是你假如说已经习惯了容不容易？要戒掉还蛮困难可是只要你建立了你自己建立的戒律，自己遵守，那个是最亲切的。然后比如说喜欢喝酒，你说这个酒说是药加在药物里面的那还可以。那假如说呢是喝的，假如说寒冷的地区那他
还有一些啉一点点都有这一种习惯。那假如说自己建立不要喝，那遵不遵守你自己最好。这样的话就可以改掉我们一些不良的习惯。不良的习惯用这个方法自己建立。说我哪一个行为我都很习惯，可是不合真理，我要把它戒掉，我要改进。那你建立了以后自己遵守来呢就很有力道。所以这个以戒律为师这个是最好的。那第二个以何为助，就是要用什么方法来修道，这个也是很重要了。修道要有方法。所以佛就讲四念四念住，各位知道吗？四念住大部分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凡尘呢所流行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无我。它意思呢就是要我们能够呢不对凡尘贪恋。所以观身不净，那我们对身的那个爱已经呢很深重。我们已经对这个身体产生爱念。那观身不净呢就可以拼除我们对身体方面的爱念。所以或者都讲，在呢这个印度他们修行的以往会有一个尸体岭。就是人死了以后没有埋葬，没有火化，都呢拖到那个尸体里去放着，要给野兽吃，就是布施给野兽。那所有他们在印度的修道人就去那个观察的变化。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人不管你长得怎么样了只要死了然后经过2个礼拜它就膨胀。我们谈的话骂人说碰到那个膨胀，整个呢皮肤都很光亮。然后再过1个礼拜破已经呢撑开了，就已经血水都流出来。然后血水流出来，里面的肉虫在吃所以我们身体里面都是虫。虫呢在吃肉。那把肉吃光了以后剩下骨头。剩下骨头以后就风吹雨打化了。然后一阵大风来一吹不见了。人在哪里不见了。去哪里不知道。所以那个思念处的观身不净就是要我们了解我们的就是这个样子不净。然后第二个观受是苦。凡尘所有给我们的感受一切都是苦。没有这个乐也要我们去观那个受。所以或者之前就有讲说一切不受，凡尘给我的我都不受。虽然我处理，可是我不让它进入内心。现在没有，导致呢心里面没有肮脏。所以观受是苦。然后第3个呢观心无常。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常心都一直在变化。心一直在变化，而且很快。所以或者说我们要明心就要先明这个心。这个心明了，知道一切都是不实在的，
因缘起才有，因缘消失啊，心也跟着消失。所以啊，一直到没有心了，全部的心都没有了，我们常住真心啊才会呈现。所以那个司空山本净禅师啊就讲，你要问道呢还是要问佛？他说佛跟道有什么不同？你要问道的话，无心是道；你要问佛的话，即心即佛。这都很明显了。就是了解啊，我们无心了，凡尘所用的心都没有了，就是道。我们凡尘所有的心啊都去掉了，就是佛性啊，不生不灭本体，就是道。所以讲得很透彻。然后即心即佛，我们所有的生灭心没有啊，真心出来，那个心啊就是真心，常住的，永远都在的，那个就是佛啦。我们就是那个，我们找到那个，就成道成佛，绝对没有问题啦。所以啊，只要你万缘是心呐，你把这个万缘的心呐都放下，没有了，没有心了，就是道。那个就是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你的本体啊，你在那个时候万缘放下的时候啊，它才会呈现。你万缘都还有啊，它跑不出来。被万缘那个覆盖。等到啊，你所有的生灭心啊都已经没了，生灭寂灭，寂灭现前。在《涅槃经》里面，这释迦牟尼佛修这个菩萨道的时候啊，为了8个字啊，生灭寂灭啊，寂灭现前，他可以舍身，就是身啊，要舍给那个四体还阴啊，四体还阴变一个那个罗刹是鬼啊，来跟呢那个修菩萨道的释迦牟尼佛说这个我们凡尘啊，所有一切啊，诸行都无常，这个所有凡尘的一切都是无常啊，等到呢我们的生灭寂灭寂灭才会现前。所以你所有的万缘，所有的心放下。各位在日常生活体会万缘放下，就是我们的心都放下。为什么说哎呦都放不下呢？很多前跟后姐讲，哎呦万缘放下都放不下了。我们要知道要督促自己，万缘都放不下，这个时候不放，我们一口气不来，要不要？还是要放。较早放的较好啦。你早点放有不同的路啦。你假如说不放的话你这个苦这一生苦的还不够，还会六道轮回再来，再苦。所以就放，能够放，能够放尽了，就是道了。全部都放下，那个就是我们常住真心。所以各位要了解，常住心啊，就是要万缘放下以后才呈现。那个心呢，就是佛。即心即佛，是在讲的心，不是在讲我们现在日常生活用的心日常生活用是生灭，那个心不是佛。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常住真心就是佛。我们呢都有，只是我们都被我们自己的烦恼覆盖，都被烦恼盖住了啦，出不来。出不来可以成佛吗？可不可以啊？出不来就不能成嘞。所以我们要勉励自己，放下。我就是佛，我一定要放下。让我的如来，让我的佛都呈现。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很重要的啦，重不重要？非常重要。所以这观心无常，第三个无常心
那第4个呢，观法无我。法界里面啊，没有我，没有一个个人的我啦，没有这个我，所以有我那个是大我，是整个宇宙啊都是我，那个啊才是啊，所以观法无我。可是啊，我们想想看，假如说用个4念住啊来修持的话，可不可以成佛？可不可以成啊？所以佛学都很感叹啊，我们整个这个凡尘啊都没有在推广那个上乘的4念住。到现在啊都没有听到，各位都知道吗？佛学有讲了他说第一个观身性相犹如虚空，观你的身体，不管是性，不管是相，身体的形象、身体的性，都跟虚空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啊，各位就可以了解到，我们修到我们的身、我们的心，都跟虚空一样。你看，已经是修已经超越现象，对不对？超越现象，所以啊，那个时候不是在说你不要贪恋你的体，已经不是了，已经是进到观身性相犹如虚空，你的心性、你的身体都跟虚空一样，已经是空性了，整个虚空啊都是我们佛性啊。所以这一点各位要特别知道，我们看到听到、闻到、感觉到、摸到、想到，整个啊，我们这个整个虚空界啊，我们看的、我们听的、我们闻的、感受的、想的，整个这个虚空界啊，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我们就是啊，很久很久没有听到有人这样说了，所以不了解，都以为啊我们佛性都是在身上，没有把它呢整个啊延伸到整个空间，所以啊万法皆空，空性即是佛性。你看是不是已经提高一个阶层？有没有？这个万法皆空，所有的法它到最后都是空的了。这个空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的本体呀，因为如来藏，如来含藏，万象万事，山河大地，都在我们的佛性本体里面，它可以呈现现象，可以收藏回归呢到本体，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不要小看我们自己现在人生难得已经有身体可以修，把脾气毛病、贪嗔痴都全部辞掉，恢复清净的佛性本体。能够这样努力我们就没白来了。我们这个缘会又被我们碰到上天大开普度这个极宠爱于一身可是我们都没感觉哎呦，这样苦嘞每天哀呀。各位浅浅艰苦未？讲未是骗人的啦。可是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哀悲哀，谁在悲哀你深入研究那个哀的发出来，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
要往后咧哀吼，爱欢喜啊，爱欢喜讲哦，你看我还阁会哀咧。你看三恶道，我们最容易的去想到宠物啦，也像哀袂，对不对？会啦，你那个拍嘛哀，挂个叫，哦，所以哦，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这个哀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所赋给我们的作用，哦，你才会哀。哦，你不会哀，也无救啊啦，这世人去啊啦，后世人才过来。哦，所以我们在凡人要了解到，我们这个苦啊，你把它追到底哦，竟然是佛性本体耶，哦，就是佛性本体。可是我们在禅受的时候啊，都体会到了，哦，没去体会，哦，不会体会啊，谁在哀啊？哦，不会，这样对吗？往后记得哦，在哀的时候啊，哦，很痛苦的时候啊，你就要赶快，哎呦，这么好嘞，我的活性都还这么鲜明啊，鲜不鲜明？很鲜明哦，哦，越痛你越会体会。或许以前不是讲吗？哦，脚底按摩。哦，那个时候或许刚领悟到的时候，哦，因为身体不好了，那个脚底按摩每个地方都痛，痛得哀哀叫哦。可是或许就体会说，我有一个不痛的嘞，怎么这么神奇呀？一个身两个觉，哦，那个痛觉的是身呐，我们身体的神经呐。你假如说有去弄牙齿啊，你抽神经抽出来，你请那个牙科医师你看，好像失焦了，一条一条，你把它抽出来以后啊，不痛了，神经没牙了，所以要不要重视它？生灭的要不要重视它？可是我们都被生灭搞得很凄惨。所以知道我们超出要知道说我们的那个心理作用会超出我们的生理。你的心很坚强你的身体虽然都很衰弱，可是你做出来的事情绝对胜过别人。那个已经呢，就是心理呀，非常的健全，可以发挥。那尤其后学都是上天慈悲要给我体会，所以那个时候或许给前人开车，所以都没办法负荷的，都用意志、意念的，因为大姑都不做那个不熟悉的司机开车了。一定要后学开，我实在他背袂起来啊，跳袂掉啊，马爱个开，不管是要这个往北啊，是不南都要跑，所以或者就体会到意志力支撑了，都是用意志撑下来，没有意志力没办法，然后真正到来这个垮下来是什么原因？就是心理放松了，因为有道亲如欧弟4个圆圈那个3500 cc 那个车在我们台湾可能是比美鲁要更加好，很好看，而且那个冷气口前面可以关掉，后面开，放心，这么舒服的环境开起来你踩刹车又可以方向韩路如果可以玩，一般的你踩刹车就不行了。可是那个车可以，真的是很好开。你只要机会开过那个车，你再来开别的别人说你讲什么车偌好，你讲还骗人真的可是进口到我们台湾才20部，
那个3500cc 的欧弟，第一批进来的时候才2部，没起啊，我没有人要那么贵啊那后来或许觉得说开过那个车真的然后放心了以后3个月心律不整就是后学的心脏跳一跳会停一下，停了以后再跳那个时候去量那个心电图那或者自己看，没有一个平均的啦，都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还会吱滴滴啦，拢无高低的啦，这个低高低低安尼啦，然后姑还要解开的，那个送车给大姑的那个道亲跟大姑说不行这样子危险万一在高速公路的那个内线车道想安尼要安那停着。他说有一个国光号的那个司机就开在那个内侧的时候他跟我的情一样，转停伫那高速公路中，很危险的，后边还弄来有乘客去帮那个司机开到路肩他说不行，那样很危险。然后大姑说好了，你到天文那个埔里天文去调养100天，叫我去调养100天帮叫我出人这个调养100天我也没有去了然后自己就回老家。那有一天心血来潮刚才大姑住的地方我想礼拜6礼拜天大姑都忙道场的事一定没得我就落松的都行里面的大门开以后大姑怎么在然后大姑就骂我了，叫你去埔里这个那边去静养你怎么不去去然后就到埔里去了然后去埔里静养，然后在埔里静养的时候老前人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还没有盖那个天火院也还没有落成，然后那个老千就看我写说等到那个旁边都没人了，只剩下或许跟老千就讲说白天不要睡觉。人咧一样艰苦要死无睡觉要创啥？大姑老天搁登去福山我就去向大面的困然后隔了一段时间又来，白天不要睡觉。我很奇怪，我咧困你也无看。然后第3次也一样，也一样，我去睡觉。然后第3次去讲了，白天不要睡觉。好了，要睡觉。真正的那个有午睡的你说不要睡了，很难过了。我想说天佛院那个地理环境那么大种花都有杂草。我说好了，就爱困的来日头就拢拍。你爱困就会去迄旁里烧拍照啦。佫手咧满杂草有一个注意力然后熬过1个礼拜，1个礼拜过去哎呦，不爱困嘞。所以我们都了解到那个心理重要心里有已经你有下定决心了真的就可以克服身体就可以不用睡午觉。那后来看人家睡午觉都会笑。可是真的要你说有睡觉的习惯说不睡的话很难过。不过你有意志你只要撑过1个礼拜就好了，就习惯了就不会。然后不睡午觉的时候老天再来看到后学点了。我很奇怪呢，我困我没困你也没看怎么会知道呢？好像我写在脸上。所以我们从这个小事里面呢就知道
你修持到一个阶段以后，都有那一种我们说的那一种神通感应知道。所以后来老千住在感恩楼因为感恩楼只有2个房间啦右边是老千，左边呢就是后学支的，就只有我们2个支，还生活了蛮久的时间的。大部分呢都是这个用默契的啦，默契就是要做什么不用讲自己就会知道，所以也学了一些老前人的日常生活的一些习惯，可是后出来讲以后很少去讲这个，各位好像是很少听，对不对？真少讲这样。那有时候我在讲这一个事人拢会讲你在课老前人的谁？可是我们这个不是为了活本体要不要？就不用这些嘛对你从真正的佛性本体发挥出来，你从本体发挥出来，完全都不一样了，不同。所以或许都说在这个感恩老千一直在讲我们要他推广六祖坛经讲给或许听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就有那个意说要或许来传播了。真的到这边来就是讲六祖坛经第一步那个回想起来还有那个表文的事情也是在这边说，都是先在感恩楼面先演练，然后现在真的都有前定都有那个固定的，好像说那个时候也要承诺要讲《金刚经》，对不对？有没有？有。承诺要讲，可是因为后来大家都有拿到北部讲的那个CD 以后我就没有准备要讲了。那好像也是今年今年突然心血来潮去台中讲课讲一段时间以后既然台中有办法在讲坛经，那这边就再来讲金刚经，是这样来的。尤其我们这边前贤也一直到后续过来讲的那个刘讲师刘一金一直要或许讲金刚经我都没有答应。我说大家都听熟了就好了。各位有听过的跟或者现在讲的有一样。没啰嗦了，这个是想到才能突然这个讲出来。那么第二个第一个呢，观身立相犹如虚空，然后第二个呢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就是我们的受环境外面外环境给我们的感受它不在我们的身内，也不在我们的身外，也不在中间。各位先生，在哪里？在哪里？虚空。所以我们的受我们都会遇到事，对不对？我们都有感受，对不对？我们的感受，各位前，我们当时遇到事情的感受是谁在感受？我们都会说我们自己本身，然后就产生喜欢讨厌产生烦恼，有没有？那佛就告诉我们修持的方法观受，凡尘的所有外境外相给你的感受，它不在你的身体里面，也不在身体的外面，也不在中间，它在虚空。这样有没有解脱了？你看我们遇到事情，只要你把它摆在心内也不摆在心外，也没有在中间，都已经处理掉了。事情都已经过了。所以或者就推广说事来则应，
然后四气呀则静，有没有？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内心里面啊，没有烦恼的因子，就是啊那个烦恼因没有你烦恼的地方所在，因为你都能够呢，处理得很好了，整个呢，都在虚空，这个呢是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三个观心，我们的心呐，但有名字，名字姓李，咱的心哪有名呢啦？连迄个心的性，迄个心迄字的性都无，已经离开了。这样在哪里？虚空。所以佛教的这个上乘四念住啊，真的就是要我们成道成佛，不是那一个前面开始修的四念住。那么观华不得第四个啦，观华不得善华，不得不善华，没有华也没有恶华，你什么华？就是无华，没有华，虚空，所以这个四念住啊，就已经让我们这个能够成就了，可以成道成佛，所以我们了解说第二个回答这个提问的，那第三个有变心的弟子啊，应该怎么样来处理？那或许看涅盘经啊，佛是没有说莫病啊，可是我们现在流传的就是两字莫病，那个病啊，一个提手旁在一个来宾的宾病，莫静默所以或许这个想说要这样来跟大众讲比较容易了解。莫就是隐恶扬善，不好了你不要到处去宣扬。假如说它不好，你到处去宣扬，我们人都有一种习惯性你若甲我讲歹，我就讲较歹，反正都歹嘞。你假如说莫都不讲，他还有反省改过的机会。拢无人知我这做了唔好啦。我就改，就可以让他有改过的机会。那个病就是拼除在佛门之外。那你已经呢在修道了，你被拼除在佛门之外就是没有成佛的机会，那是最严重的啦。所以我们了解说一定呢就是不要犯到那个这个大的确立。那第四个问题就是解的时候经典应该用什么文字？那佛就讲用如是我闻。所以我们为了要讲这个如是我的由来大概讲半个小时了。不过各位就是听的更详细一点啦。这个由来是这样来的。如是我闻。我们在讲心理心法的时候来详细解说。那各位也都有看过，或许那个书面资料，还有那个CD 的那个袋子的那个片子也这里面的意思。那么在字面来讲，如是这个经典是我阿难自己本身听到的不是呢道听途说了就是我本身听的。因为这个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阿难才出生，然后到奉事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已经经过20年。那20年这个期间佛在讲佛法，阿难没有听到。那佛有讲
说这个阿难没有听到的有弘广菩萨会来说。那或许到现在都还没有听到这个法师的那个呈现弘广菩萨会来讲这个阿难没有听到的经。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如是我闻就是起信，要我们相信这个经是佛所说的如是我闻所以有时候或者都讲说以前呢那个或者都发心了那个经文都用背的这个呢把那个整个都背下来。那一时就是呢听说法的时候啦一时。那我们了解到这个每个地方的那个记载那个时辰都方式都不太一样所以不特定指定是哪个时候。后学看整个大藏经的这个过程，在楞严经呢是在63岁，释迦牟尼佛63岁。那么从那个般若22年堂来说，因为我们现在所研究的《金刚经》就是般若部啦，般若。那般若翻成这个中文它总共有760卷。那大般若有600卷，大般若比较多了那我们了解到这个577卷就是《金刚经》。要全部研究的话我们一生的时间都够了。所以古时候的大德把这一部抽出来流通所以以这个时间来算应该是在释佛68岁讲楞严经是63所以这个比楞严经还晚5年，比较晚所以我们研究过的那个楞严经早，因为有那个波若王63岁，那波若王跟释迦牟尼佛同年，那就知道是63岁释迦牟尼63岁讲楞严经。那么以22年般若来算呢，金刚经是在68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背景那个这个佛在舍卫城这个佛就是呢释迦牟尼佛他呢这个就是出生的时候就可以这个东西南北上下各走7步自己出来回家，所以很稀有，对不对？一般也都没有去这个提到这个事他或者是看《涅盘经》有详细记载那佛就想说我假如说用这种方式来度化众生的话，众生不会听，众生产生你也都佛也都佛棍阮这众生的众生棍他就会定位了，所以他就就事情跟凡人一样的婴儿背不起来没样讲就这样，然后就开始这个一生的那个教化这样所以到后来那个长大一点由4乘门就讲生老病死，然后半夜就偷跑出去修道我们都一般这样记载。可是假如说你整个下来的话，这个都是事情他是故意要给我们人来学习的。假如说他用化身的用那个神通的
那这样的众生接受啊，就比较困难，也比较狭隘。那跟众生都一样的话那个程度啊会比较高。所以这个佛就是呢释迦牟尼佛，然后呢在会城就是波斯匿王的国都的名称。然后呢其次啊，就是齐头太子所布施的树木。己孤园啊，就是己孤独长者啊所布施的花园。所以我们讲到这边呢，还是要护世，就是那个己孤独长者啊，叫做悉达。那悉达呢，他就给世之间呢，都是好布施，非常有名啦。那非常有名他布施的那个心都超越一般人。那释迦牟尼佛就要看他的那个心够不够坚定。在每一次他止饭止熟的时候带弟子去托钵，他都把止好的饭就布施给那个释迦牟尼弟子。然后他再煮好了，他又派弟子去托钵，所以就试验他的那个心。到后来他整个那个家产整个家里的财产都已经布施光了。然后佫轻轻的佫去买米回来煮，佫煮熟佫分。你要不要布施给他？你会跟他说我要留着自己吃？没有，那个悉达就是这个己孤独长者他一样的就是有来分就佫分你都自己饿肚子。所以他那个布施的心就是坚固，不会为了外境改变。所以他后来那个赚钱所以就可以想象赚的钱竟然把它除成把那砖块，金砖块金的砖块。那他那个要娶这个媳妇的时候他到一国度去听到释迦牟尼佛在讲经说他听了就很高兴了，就向释迦牟尼佛要求，你到我们那个国度我们那个国家去讲。那佛跟他讲，你去找一个地方适合佛去讲，然后也适合大家能够这个听讲。然后这个悉达一回国以后他就找到齐头太子的花园，然后这一块最适合了然后就跟九太子说呢，你这个花园来提供给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然后齐太子他既然已经说太子了，未来就国王嘛他哪会去重视这个外的事他就讲说，你把我的花园用金砖铺满，我就把它卖给你。结果这个悉达就真的回去搬金砖来铺他的花园，把花园铺满了。你看他富不富有所以各位要了解那个布施那个果报不可思议竟然让他赚了那么多钱就铺满他的花园，所以叫己孤独园。己孤独他是给一些贫苦的人救济那一些贫苦的人，所以己孤独长者这样称呼。然后因为花园里面的那个树木我们金砖都铺不上去。然后齐头太子那个时候有一点后悔啦，讲我哪会就该安尼这个卖出去我又不钱用可是感受到悉达的那一种诚心因为他后悔己孤独说不行，你只为了一国之君讲话不能不算话一定要实行。他说好了，那就卖给你了就是
几孤独买的，这个花园啊，几孤独买的。可是树木因为砖铺不上去，齐斗太子就讲，那个我不施了，那个树我不施，所以才叫其事啊。各位要了解，那个不是乱讲乱来的哦。你看齐头太子所布施的树木，你不知道这个典故啊，你怎么讲得到？你要讲的话，讲金刚，你就要知道这个典故，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来源，不然那个字面的意思啊，看一看没什么了真的没什么。那么以大比丘咒，这个大比丘啊，就是要了解比丘跟大那个大就是摩诃，已经修到最起码都是20年以上了。你10年20年那个比丘啊，都还不能称大。你到20年能够当上座，请上座，那个上座。你要做那个比较高的位阶啊，都20年以上，所以我们都很幸运的，不用等到20年都能够研究到深的经典，进入真正的那个佛教信徒啊，你按照规矩20年都还不能研究经典，所以你要接近不行。那我们想一想最有活力的时间啊，浪费叠早晚课，日常功课啦，那个是磨练我们的那个心。可是啊，我们经过这一磨练大概都心都磨去那我们要知道现在啊真的时机不同，这么简单容易就可以接受到上乘佛法，所以这个大比丘啊，所以下起食啊，以养生命，然后上起华，以养慧命。所以养慧命重要啦，不生不灭的。养生命只有一生而已很快啊，身体啊不呼吸了就没了。可是啊我们的慧命啊是永远都在所以啊这个比丘那1250人聚，这个老前人就讲他说每一次讲经怎么都是1250个人所以他就讲1250，就是领悟啊，可以把它写写看，领悟怎么写？一然后两点对不对？1200，然后5底下一个口，1250，按呢啦。这是老天说的。因为呢，在那个真正的那个集结的时候啊，就确实啊，有这些人可以我们也有讲说1200，然后50啊，就是我们的那个性，1、2、3、4、5，性物跟性，就是我们所这个另外的那个去解的，它都可以你信不信都没关系，因为它确实的那个时候就有1250个人，比这个50个人还多。那么尔时是真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已经呢到达10时，就是吃饭的时候，已经呢到达吃饭的时候，然后着衣持钵，穿衣服，然后拿着那个钵入舍卫大神呢起食进入舍卫大神，在这个大城里面起食，以其城中次第其余
我们了解到说，这个起食啊，不超过7家。这边虽然说没有记载，可是啊，我们呢这个看这个经啊，都是连贯的，由上面一直连贯下来。那或许呢是曾经特地啊，到那个西族的，那个全部都寺庙的那个山啊，去问的和尚跟尼姑啊，我说这个起食啊破7家是什么意思？他说是佛制定戒律呀。我说没有含义吗？他说有啦。然后就很失望啊。我说半刚来蒙这么远了到这个地方来还这个或许那个时候是住在台北，到那个地方就很远，去问就问不到答案，后来也是全省有走，可是要问这个真的都没有人研究了，所以也就没有这个答案出来。可是他后来或许自己想了，自己用想的，我们不是有7口吗？那个7家就是我们7口嘛，起食啊不超过7家，因为那个佛经里面它有记载，假如说超过7家你都起不到饭食就不能再起了，就要饿了。所以他们有分了伤济都要分迄个无的人，你分回家，就是有这样的，就是不能你不能说我这一次起食多，我把它留起来下一餐吃，所以都不能有，都是要把它解决掉，纵然都人这个比丘的同伴都已经有了，那你就要布施给那个飞鸟或是走兽给他们吃，你不能留了。所以这个戒律也蛮这个严格了因为他是要他们身边都不留遗物啦，没物件所以真的要你都空其所有，所有你都空了你才会专心修道啦你假如说有外物你会有挂碍就是会心想，那你什么都没有了就空其所有这是他们的戒律。所以我们假如说去研究戒律，再来看出一些现在的一些和尚尼姑你就很多意见，这样就不好了。为什么？我们都会看人接点所以或许也不去探讨，只是概略的知道就好我们概略的知道。那我们了解说这个释迦牟尼他呢就这个承重次第其余因为这个那个须菩提跟那个大迦叶他们的做法不同须菩提是这个舍贫起富，他说富有的人他的福报快要用完了，所以我要接续他们的那个福报。然后那个迦叶舍富起贫，富有的人他已经都富有了，不用再种福给他。可是贫穷人太可怜了，那佛呢曾经就讲他们2个心虽然很好，可是做法会惹起人家非议。你这样做那个专门都去起富的话，人家说你贪吃；你专门是起贫的话，人家说你行为奇怪不知道有什么企图容易引起人家猜疑。所以佛都告诫他们释迦牟尼佛本身以身作则所以次第其余。你看2个次第就是 one by one 一个接一个不能跳的啦，不管富有不管贫穷一家挨一家次第其余
然后还治本次啊，所以哦，各位先生，你看哦，这个还治本次啊，都拢分好啊，七分过啊，都要转来啊，对不？转来所在转来本来的所在然后就换时器啊，收一波，然后足以呼作而作。各位就是可以了解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啊，比较容易懂，对不？所以啊，或者刚进入那个修道的那个门槛的时候啊，我就这是咧讲什么嘢啊？所以就瞧他不起，不看，要着重于道教，参禅机啊，然后后来也研究那个儒家，这个纲常伦理。那后来再看到佛经第二次看的时候，怎么跟第一次看的不一样啊？一样的为什么我感受都不同啊？所以我们刚才讲的是字面上是啊，然后我们开始讲性理心法。那么性理心法这个儒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性本体。儒我们要修呢，就是要修到这个如不动，真如实相，就是这个儒。所以这个儒含义就是非常的宽广。儒你能够修到儒就对了，就正确了。儒没有两边，没有对待，所以这儒各位可以看或许那个书面的资料那个儒所文也是讲解那个，因为比较早期在那个台北浩德佛堂讲，他讲的时候当时就是有道清把它呢抄下来，用文字字面上的资料，当时或许说不像卖淫，那后来想说可以不同角度的帮助众生，才把它印出来。各位有看到吗？没有看到的话我们这边还可以再印，也可以再烧那个是 CD 还是 CD CD 那个张守悟道记跟那个儒所文所以那个就已经讲得很详细。那现在因为我或许都没有来看了所以讲的是从那个记忆里面把它挖出来所以或许就讲讲金刚经对自己挑战的因为有讲过了不能再讲比以往还差劲那么事就是当下了一切事究竟坚固就是事，就是当下所以也有浅显问说，当下跟现在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分别了吗？当下万年前万年后都在我们当下，那现在它有分过去未来所以现在就有三世那当下没有所以或许是讲那个达赖喇嘛呢跟那个我们佛学博士在纽约对谈他就把那个讲的就很这个透彻了。可是真正的看得懂的也不多了，因为那个佛学博士一直在发表理论，达赖喇嘛就举手了然后那个佛学博士就请他讲，说我可以问问题吗？佛学博士说，等到我讲完了，你再问。然后达赖喇嘛第二次又举手，然后我们台湾佛学博士就请他讲，问题是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所以当时因为或许是在电器行的外面观看，然后就很多都在，哎呦，达赖喇嘛那记得
哦，啊谁讲呢？那谁袂记啊？哦，啊第一次啊，旁观的就在讲，哎呦，咱阿妈讲拍断古白，无礼貌。可是啊，或许看到是很震撼，因为他的意思，达赖喇嘛意思啊，说你这样长篇理论对众生的帮助不大，你要告诉众生当下，那个当下，所以啊，你看表现出来的就是下，也没有过去，要问都已经过去了啊，所以我们你看凡尘的习惯性还有比那下办，跟以为表现的那个真理真的就不同角度了。刚才要问，刚才就去了啊。所以各位先生，那过去都唔通又等啊，过去已经过去了。你很得意的它不会再呈现了。你很失意的你第二次伤害，所以都让它过去了。不管好的，不管坏的，拢过得好啊，就没有过去心。然后未来你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你也不用，我们佛性不用了，身体要了，身体你要计划，可是佛性不用，所以我们就当下，活在当下，我们每当下都是具备万年。每一个当下都具备万年，所以是当下。那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啊不生不灭啊，这个真心佛性本体就是我，不是身体啦，身体是所有宏图众缘机会借我们用的，所以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才是真正的我。当我们还没有修正的时候，我们这个还稳性，就是把所有注意力收回来，然后发挥我们的这个稳性，从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升华的稳性稳，然后等到我们已经确定了常住真心已经能够很熟悉，能够掌握，这个时候使我们的佛性稳达十方，先回稳还稳自性，然后等到我们功够，使它稳达十方，这样了解吗？文字不用多，规理都好，所以光如是我闻就把我们整个修道的都含在里了，所以你看那个我就没有空间的限制，这么宽广，然后一时就是没有时间的障碍，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一时，我们的佛性就是这样，没有空间的障碍，没有时间的约束，自由自在了。可是我们现在都没有体会空间也限制我们，时间也限制我们，对不对？空间我们在台湾台南，时间2013，然后16号，对不对？安尼后日听到较会知影讲什么时阵讲。然后佛，这个佛呢，就是我们本身不生不灭的佛性是佛。我们讲心理心法了不是在讲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啦，知无？所以佛就是咱家己，然后在舍卫城就是我们的佛性居住的地方，舍卫城，然后其次几孤独，
体会不？其次，几孤独，体会吗？独一无二的啦，知影不？我们得到了那个啊，独一无二的，你看奥不奥妙？几孤独长者，独一无二的，那么以大比丘咒，我们呢一个念头啊，一个众生啊，只要你起心动念全部呢都是众生，所以啊不要起心动念。可是啊，或许说我们在烦恼，现在离那个已经都进入修道轨道的状态啊，都还有一点距离，所以我们先用方便法门所以之前啊跟各位讲不要怕起心动念，起心动念以后啊，我们把它分两个层次，一个是心为待不安，一个是道心啊微妙难见然后我们把那个为待不安的人心都抛掉，就是我们起心动念的内容不管想什么不管什么念头，都把它抛掉，不要它。然后啊，回光返照来看念头从哪里生发出来，为都生了出来。各位见过吗？有没有见过我们念头哪里生出来？那个你看到念生发的那个就是佛性本体。所以要了解到心脏不会生头脑也不会生不会生念头，佛性里才有能力生发念头不然假如说一口气不在了，身体都在了，心脏也在能不能生念头？不能了，对不对？所以啊，生发念头啊，有能力生发念头就是佛性本体。所以啊，亲不亲切？那生发念头都是咱性本体，咱时时刻刻该都会啊，有无？有没有？只是我们差在哪里？生发念头有被念头的内容给咱掉的啦，咱拢去追内容啦，内容拢让咱烦恼啦，都一直在那个内容里面打滚，对不对？突然看到说剩下5分钟，我们留着下个讲。5分钟有没有问题要提问？要越问才会越进步李亚师哥又提醒各位问，他说做万言放下，边听 CD， 最后连身体也消失了，耳根也没听到，接下来该如何做？多厉害！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万言放下有没有听 CD？ 你在听 CD 是不是言？你要万言放下听 CD， 这样是在攀言呢，还是在万言放下？所以我们做功夫要一个法门要专注的做就是万言放下的时候你就不要再有其他的事，做到身体不见那个是很理想为什么？因为已经要快进入到我们那个佛性的律佛性宽广整个虚空，所以不只有身体而已我们平常把它局限在身体里面，其实它很宽广你能够做到身体不见，表示你佛性已经可以拓展到整个空间出来的，那个是好现象可是你一面万言或下一面听 CD， 那就已经不对了还要再做，这样一定要稍已经听到没有听到了那个是意识的，
你已经没有听到了哈，那个时候要了解到，已经变成心意识，心意识啊，已经变成心意识作用。你心意识在朦胧状态，就好像我们要睡，快要睡着那个时候的样子，那个不是功夫啦，不要这样做，一定要观音。你做万年放下就不要再听 CD， 不要。你要听 CD 就专门听他怎么讲，听 CD 里面的那个讲法就好。还有吗？还有没有要问的啊？还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因为都不敢留时间给大家问了，为什么我都不敢提出来问？其实问题很多了，因为我们了解修道然后没有问题了，就是没有结，已经无怕的啦，无怕感就很顺畅，很通了，拢通拢无怕感。那已经拢通无怕感，你修道就很容易了。我们就是怕修的时候障碍，怕呢那个有事情阻塞，那都没有了，那个最理想。可是我们回归一下，还有问题呢，有时候就是不敢问了。有没有听到外面车声？谁听到的啊？对，所以你看我们的佛性这么广，一架了，我们佛性就在那边，所以你看你用你的耳根闻性知道的佛性本体，你分别讲这都救我车了，分别了以后变耳识，就是闻呐，就不是佛性。所以那个佛性是要让听到，听到就好，不要再分辨。你分辨了，又落入生灭。你没有分辨，就是佛性本体。你样差一点嘛你去分辨了，就变成我们心意识。那心意识生灭啊，是佛性不生不灭。你看现在静悄悄，我们也听到听到静悄悄，对不对？所以我们的那个佛性不生不灭，生有那不是生出来，生没有不是别无还在，不然的话我们怎么知道静悄悄？就是因为本性还在。那假如说我们分别救护车，这都已经行咱头前，那个叫心意识，那生灭的，差一点点，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做圆通的时候你就是要了解说，我们呢脱根脱尘，不用根，也不用生尘，不用了，已经佛性出来了，离身离开身体，又离开环境，离身离境，这样了解吗？好，下个各位点下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先贤，大家好。佛学占道天师的老先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贤佛学机会学讲。我们的这个《金刚经》呢，已经讲到第二个层次的心理法。各位有书吗？只要有言语就好了我们讲到那个耳识四真呢，食时吃饭的时候，各位有找到吗？这个心理心法来讲，这个吃饭的时候就是要吃饭，做的时候要做事，然后休息的时候要休息。所以这边虽然只有讲说耳识四真食时，已经呢到吃饭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就准备作为吃播呢入社会大乘的起食，就是要吃饭。
所以告诉我们呢，当下该如何就如何，就是事来呢，则有，然后事去呢，则见。那我们了解到说，这个我们这个肚子饿了要吃饭各位贤贤，我们的灵性饿了要吃什么？真理。很正确。我们灵性饿了就是情绪不稳定，就是空虚，就是寂寞。那个时候我们的灵性已经饿了。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充实真理。只要你真理很充实你心就很笃定，灵性就饱了，不会饿。所以这个地藏王菩萨呢，都这个讲我们凡的众生肚子饿知道吃饭，灵性饿呢都不知道吃那个，把真理呢很充实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时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吃饭的时候要吃饭。然后释迦牟尼佛呢周一直播入社会大乘启示。那么呢就是佛制定的这个戒律。那释迦牟尼佛本身呢以身呢作则就是这个了解到说没有释迦牟尼佛没有说要弟子们去然后起示回来给那个师父他自己呢为直播，然后入社会大乘呢去起示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凡事都是要的以身作则自己制定这个戒律自己都这个这个实行所以我们在这个讲这个吃饭的时候那释迦牟尼佛呢曾经讲过说，我们多食假如说吃的太多的话，有5病，都还记得吗？吃多了就是睡多睡，然后吃多了多这个病痛反而增多。那吃多了呢，因为营养这个很丰盛，就多饮，然后吃多了呢不能歌颂经典因为有想睡又多病又多饮，就不能呢这个歌颂经典。那么第5点呢是生着世间，因为我们吃的东西都是地生长，那我们跟地结的缘结很深脱离不了所以我们就适当就是刚好差不多温饱就好了饿也不行太饱也不好就刚刚好，大概吃饱那个状态是最理想。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心理心法的角度来看这第1分或者才有分呢3个层次来讲，那底下呢就没有分3个层次。那么在这个层中呢就是次第其余那我们上次就有讲过，因为这个大迦叶舍富起贫，须菩提舍贫起富2个心都是很好因为须菩提呢他解空了解到富有的人他的福已经快用完了，要把它呢接续大迦叶呢看到贫穷的人很可怜，所以要把它种福所以就整个观念都这个不同。佛呢他曾经讲说心虽然很好，可是那个做法会惹起人家非议会讲话了。你专门都舍贫起富呢人家说你贪吃。富有的人那个食物比较丰盛那假如说舍富起贫人家说你的行为怪异，不知道有什么企图所以的都是不太理想
所以佛自己本身次第就是一挨着一家，然后去起食，然后这个起食了以后这边没有记载，可是这个佛讲经说法是连贯的，起食呢都不超过7家，这个超过7家，假如说还起不到就不能再起食了。那我们一般呢都没有这个注意到这方面。我们要了解到说那个7家呢，就是我们7孔。那祈就是求，求我们的7孔回。我们的7孔都是往外，眼睛往外看，耳朵往外听，鼻子呢往闻，然后嘴巴呢说话声吃摸意念这个想都是往外。这个祈求就是把它呢欠回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6根没有那么容易救回来，所以要用求的我们用命令的他没办法听话，我们求的话呢他就会真的回来。所以那个其实不超过7家。这个呢在经章里面没有记载，可连贯因为在金刚经呢是在般若部的577卷，已经是蛮后面的所以前面有那个其实不超过7家。那一般呢进入这个佛教，他们都很详细的知道，而且又呢购物不食，经过下午1点钟以后就该吃了。因为我们现在工商业这个等于这个潮流很多人都没有遵守这个规范的戒律。我们了解那个佛制定这个戒律的用心就是因为我们吃的太多了会产生那个淫欲就是在身体里面会作怪，那我们就有时候就把持不住了所以让我们半饿着肚子饿着，可能会有这经验。当你肚子饿的时候你精神会很好，当你吃饱的时候你会很想睡觉不是很蠢的所以饿有时候对我们来说是帮助的假如说能够我们当然这一种社会呢，要说我们购物不食哇，那一定晚上睡不着觉。所以尽可能的在这个自己能够控制的范围，就是尽量少吃因为我们吃的越少反而精神会越好，身体也会越健康，然后我们也越想运动，然后我们吃饱吃得太饱的话就反效果了，不想动了吃太饱不想动，那累积开始就血液循环不良血液循环不良以后哇，每个器官的毛病都一直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就学着说这个吃少一点或许跟老千一起生活，老千的吃饭一餐都我们那个小碗大概是7分那个饭，然后一点点菜那差不多小碗半碗的汤，这样都是这个样子的这个生活很规律所以老千健步如飞，或许跟在他后面都要用半跑的所以不是说吃的少就这个身体会精神不不会真的是假如说你习惯的话就是不要吃多，然后多运动身体会健康这个我们大家互相勉励，有时候或许也是一样很懒得动。那接下来这个还之本处
还治本处呢，在我们心理心法来讲，就是回到原来的地方啦，就是我们要回归本位。我们每一个呢都是佛，都是菩萨，可是我们落入凡尘贪念凡尘啦，被凡尘已经拐骗，不想回去呀。所以啊，各位想不想还治本处？回到我们原来是佛的地方，回到本处。所以你看文字只有10字，意思啊就有那么深。还治本处，回到你们原来的地方。那在我们生活之中呢，我们也了解到，现在我们在社会做事，不管是自己当老板，或是呢这个当职员，我们呢也都是在起来，都是手心向上，钱来钱来，我要钱，对不对？然后啊，我们有下班，然后有做生意收摊的时候啊，有没有还治本处？我们都流连忘返，对不对？这个身体把它拖回来了，心都还不甘愿回来。所以我们研究经典呢，就告诉我们，我们身心要一体。当你下班了，就要回到温暖的家。所以要还治本处，回来。这个是我们的每一个都是要这个努力啊去体会。那么换食气，就是呢吃饭，其实回来了就吃饭。换食呢就是养生。那刚才我讲过，只要能够养生就好了。我们凡尘你赚的钱再多啊，都带不走了。等到呢我们一口气不来啊，就拱手让人，全部都给别人的，带不走。所以我们在凡尘最重要不是累积钱财，而是累积我们的德性。一方面呢，假如说我们按照这个德化生活，用道德的方式来生活的话，身体会很健康。身体健康了，然后接着我们就要建立我们的德，身质本。这个德建立我们人的价值完全都建立在有德这个上面，不是建筑在有钱的上面。你有德的话，人家会尊敬；你有钱不一定呢，人家不一定会尊敬可是有德性，你利益众生，人家会对你很尊敬。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那个价值观就是要了解我们在凡尘有什么价值，我们留给凡尘是什么，这个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呢要留给凡尘好的典范，就是让人都这个一心向善，都是呢朝面的去发展，然后鼓励呢都能够回归本位，这个呢才是正确的方向。那换食气已经吃饱饭了以后就收衣钵，这衣钵不收就心有挂碍。你收衣钵就是处理好你身边的事，你都已经没有挂碍，所以这个收衣钵就是这个免除挂碍。那洗足以就是除尘，除掉呢那个垢，我们呢台湾话说修卡得手，洗足以就是清尘污垢，把那个凡尘的污垢呢都清理掉。所以这个洗足以也是蛮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身心都很清净。然后呼坐而坐，就是这个坐然后就坐下来，告诉我们呢正念不动，
各位浅显，正念是怎样的状态？妄念放下是对的，正念就是无念啦，没有念就是正念，我们有念就是邪念已经不正了所以呢这个正念不动所以这边呢告诉我们生活之中啊，我们就要正念不动。你万念都放下，都没有一个念头了，那个叫正念。正念不动呢我们就了解啊，完全都符合真理所以我们在凡尘的生活一方面呢，我们都是有疑心怀疑所以各位浅显，这个怀疑它会产生什么？怀疑就产生颠倒，就跟事实完全不一样然后颠倒了以后就产生什么？放逸就是很放肆然后放肆了以后呢又产生什么？无明。无明了以后呢又产生什么？谦贪嫉妒。所以我们有怀疑然后颠倒然后放逸，然后无明，然后谦贪嫉妒，这个都是你管一连接下来所以我们在凡人最怕呢起疑心。一起疑心了以后因为跟事实整个都相反的，那时候呢我们很容易陶醉所以这个正念不动就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完全都没有疑，没有怀疑因为我们正念不动的时候各位写我们万言放下，万言就是心，万心1万个心都放下了，已经没有凡尘生的心，就已经没有妄心，妄已经尽，真就显真显的时候就是正念，正念不动正念那个是佛知佛见，佛的知见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我们就可以进入佛的知见。那佛的知见呢，我们就是了解到完全都进入我们不生不灭真心佛性本体了，就已经进入了所以你要把它累积，然后你慢慢那个佛性的功能它的大用会慢慢呈现所以先开始的就是第六感特别敏锐，你第六感这个还没有到的事情你会感应的然后再接着呢就会有那个五眼六通。我们虽然不追求可是那个是我们佛性的具备的功能作用，它自然有。那我们现在因为被烦恼覆盖，被烦恼都整个盖住了，出不来这个大用佛性的大用出不来。那我们现在把凡尘的心放下，不要了妄没有，没有的时候真呈现呈现的时候我们整个佛性大用整个都呈现，你会了解整个宇宙天地都是我就是整个宇宙天地，你看多么宽广所以到那个状态我们就可以慢慢的真的回归到我们的本位已经呢没有分别性。可是我们一定要努力，这个不会上天掉下来，也不可能别人帮助我们，都是要我们自己去修持，自己做才有可能到达。它都是呢靠努力。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都可以做35分钟有空我们做万年万想各位先要了解到那个万要一下子都放下来不可能你放表面上的一些粗浅的已经呢都被你降服了，然后降服了以后再来慢慢比较细微的你也放就这样一直放，从万千百十到后来真的放下了
这个都要经过努力呀。虽然我们想的都很快，万年放下，那个是一个目标，让我们知道啊，就朝这个目标去走，我们都可以到达。所以呢，在这个呼咒正念不动的时候啊，那就包含这个意思。这个呢是第二个层次的心理心法。然后呢，我们就讲第三个层次啊。第三个层次就是修持的心境。我们修持到达什么心境呢？就是要无我、无法、无非法。各位就可以把文字放下，不用文字。然后我们回观，释迦牟尼佛已经呢这个已经成佛了，那他为什么还自己本身呢去起食？就是啊，佛不住佛已经没有我相，没有说我是佛。你们是弟子，你们呢弟子去起食回来给师父吃，没有，自己本身呢作为持钵，然后入社会大起食，就是已经佛不住佛相，佛他没有说我是佛，这个就是最难了，有没有？我们这个在凡尘有时候啊都有一个身份地位，然后我们都很靠那个身地位啊，就是耀武扬威。各位要了解到你到成佛已经是在凡尘是最高的状态，他已经到最高的状态，又不去表现说我已经是最高，没有，他跟众生一样弟子们去起食，然后呢佛也去起食，一样平等。所以各位先生，或许刚接触佛经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呦，那个都是平常的生活细节啊，怎么那个是高深的佛理呢？那后来一直研究才知道说，原来我们在生活之中最平常的事啊，就有最高深的佛理。反而你接着说那个很难达到的一些那个境界程度啊，那个都不算，那个都是生昧。那最低的、最平凡的很平时、很平淡、很平常，这个呢就是最高的佛理，因为它已经无我相，佛已经没有佛相无我了。然后要教导弟子修道，一句话没说，1250人坐着要听了，你一句话没说，作为持钵入社会大人起食，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道就在日常的行中，道不是在我们坐着听的时候才有，不是的。在日常生活，那个作为持钵入社会大乘起食，然后次第其余，然后还至本次，然后饭食器收衣钵洗足矣，呼咒而咒，连那个呼咒都自己动手，是不是平等？是不是无我？所以我们要呢修到无我相，没有我，没有标榜我。这就是最难了。然后我们现在努力的方向，就是呢把这个我相能够去除掉，因为这个身体的有形有相的我是天地的物质，水火风土众缘际会借我用的，它都是要回归给这个天地，不是我能够拥有。假如说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可以主宰，可以拥有，我们在最年轻、最漂亮、最有活力，我们就命令它，我要这样停的，不要再变。各位先生，可不可能？不可能。一年一年过，70岁啊。
真的没办法，他满身都是病痛，所以我们很爱此生我们很爱，要了解到好好的运用，我们借假修真，身体是假的，所有风土真的是佛性，佛性如如不动，常住不迁。我们研究了4年的都已经呈现了，了解到如如不动、常住不迁的真心佛性，我们都已经能够掌握。然后我们要把这个如如不动、常住不迁的真心佛性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就请他出来当家。所以各位先生很困难我们已经习惯6根当家了现在要请佛性当家，会打架，所以或者说会反扑，就是这样啦。那因为我们都不够积极，都没有要请佛性当家，当然不会反扑啊，都是6根在当家嘛，怎么会反扑？是你请看看你很坚强，马上好启发佛性当家，你过不了1个星期你整个人都要狂了。为什么？你的6根不放过你，就这么深根蒂固所以或者都说你听的道理要做你先跟他妥协请佛性出来当家，也不要全盘都抓，你让一半给6根，有时候你还听他的啦听6根的话可是有时候一定要听佛性的话，只要妥协妥协的时候只要时间久了，我们的6根他会认清自己的身份我不是主人，这个时候没事了那假如说我们一下子就请佛性当家，那我们很习惯的6根他都受不了了后学都一直等提问的时候看看有没有人已经说我怎么越修脾气越大，没有嘞可见我们都就是还试着看气化埋还没有说很确定说佛性请出来当家以后我们就可以脱离了6道轮回佛性当家了以后各位就要了解到一口气不来，我们整个佛性跟虚空融成一体了。那假如说我们没有请佛性当家，我们一口气不来，各位浅浅要了解到那个时候你的6根他撒手不管，谁要管我们佛性要管。可是这个时候佛性管是收拾收拾他没有主宰的能力，所以就被我们所做的业推了看我们造了什么业，推到什么地方就在6道之中轮转。虽然说我们已经求到了可以回理天，可是各位浅显，我们佛老师明确的跟我们讲10800年，那以后呢10800年以后呢各自承担，有没有我们那个收小型的墨宝后面那写的明明白白就是这样跟我们讲就是我们老师呢就是担当我们呢10800年，那以后呢各担所以我们一定呢借这个时间最好时期我们就好好修把佛性呢启发出来然后我们呢全部在生活之中都是佛性来应对，佛性应对不造业没有业佛性应对没有两边，没有善恶所以所应的都符合真理就不造业了，不造业就不受苦苦就没有了所以当下就解脱
哦，那我们一直在努力，哦，然后啊，哦，这个度化众生，就可以了掉我们累世的哦一些冤情，哦，所以是最好的时期呀。我们一定要选择正确的道路，哦，赚钱啊，趁钱有手，生命爱过。我们顾了没有啊？那有顾。我们顾照顾的生命都是有身体方面的这个生灭的，我们是要照顾到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因为我们要跟整个宇宙融成一那看我们怎么努力你假如说一直就在日常生活万念都放下，就是万心都放下，没有心的，没有心就是道那个道就是真心，常住真心，不会变的，那个心就是佛，所以我们成佛就是这个都很明确的跟我们讲，只要你万念都放下，没有一念的，那个时候呈现的就是即心即佛，就是佛。那所以我们就可以从内心发痴心，我可以成佛，早晚。各位有没有把握啊？所以这个就是生活之中我们也过得很快乐，然后也走得很正确，然后到达的目标也都没有迷糊，都是很明确的所以修道呢不是苦，是快乐，越修越快乐的才对。假如说我们修得很这个哀怨那一定方法不对了所以或者都讲晚上睡觉你盖着棉被都会偷，那个就对了啦。你假如说还在翻来覆去唉声叹气那你就要检讨一下方法对所追求的方向对不对，做法对不对然后呢就跟真理这样呢这个能够契合，一契入真理了全部都是正确。那假如说跟真理不合呢虽然说眼前有很大的诱惑，我们也不要受影响因为现在这个是非混淆我们这个凡尘这个大是大非都不见了都是这个一些那个魑魅魍魉当家，不是好事我们会受想我们错了以为对对了不坚持很糟糕嘞所以我们自己呢要内心极力就是有公理正义，就是有，一定有你要坚持在凡尘的价值假如说我没有坚持公理正义，那我们的真的是跟一般那个小虫一样都是忘生忘死生生死死没有一点意思那我们人万物之灵可以引导整个万物的走向所以我们就要很坚强自己的理念所以在修持的第一个阶段呢先就是无我，没有我了，没有这个身体的我有的我那就是如来，就是佛，我是佛，我就是如来就是要到这个状态所以这个身体的我相也没有然后我们现在要借着法来修要法，然后我修的已经到达目的了，我们就要把法也抛掉。像说呢我们渡河要执法，要船，要桥，我们过了到对岸这些工具都不用了不用背在身上。可是我们还没有到彼岸之前法要
那彼岸以后啊，华也去掉，所以无华。我们已经到达无华可学、无华可修那个程度啊，就已经呢无生法了，没有生，没有灭。没有生灭啊，我们安住在真理不生不灭的真理上，已经呢都不动心，已经呢没有法相，所以先除掉我相，然后再努力修持，到达目标以后，把法相也去掉，也就没有法相，无我相无法相，然后啊又告诉我们努力修。离开法，没有非法相所以无我、无法、无非法，这样呢，我空了，法空了，非法空了，一空呢到底了，整个呈现我们的真心佛性所以啊，我们就是要这个，我们呢追求的就是要这个。所以第三个层次讲的呢，就是修持的境界，无我、无法、无非法。这样呢，我们从字面上呢讲，然后再呢从性理心法讲，然后呢再讲修持的境界。这样各位有体会了吗？都不一样，对不对？字面有字面的意思，性理心法有性理心法的意思。然后修持的境界这个就更最体会了。为什么这个1250个人坐着要听讲经说法，佛却着于持钵入社会大乘启示？这个一般就是很难去体会它在表现什么，它是我们什么。所以深入了以后我们就是了解到原来我们修道的方向要朝着无我、无法、无非法。已经没有我相了，没法相了，没有非法相，就已经成佛了。那是最正确的。这样各位听懂了没？那我们呢就接着讲这个第二分。这个善现其请分第二，这个时长老须菩提呢在大众中即从奏起，偏袒右肩呢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拜佛言，就是呢这个当这个释迦牟尼佛呼奏而奏，这个时候这个长老这个长老呢就是德高，然后呢年岁也高，就叫长老。尤其假如说我们看那个这个武侠小说呢，就时常看到某某门派的长老辈分很高，对不对？这个也是一样在佛教里面他能够当这个长老，都已经呢非常久的时间了。这个年岁高了，德性高才可以去当呢这个长老。那么这个须菩提就是呢跟这个释迦牟尼佛身边一直这个跟随众已经跟随了32岁呢，释迦牟尼佛这个成道了以后跟到讲金刚经呢68岁。你看就跟了这么久，每天呢释迦牟尼佛都是着于持钵入社会大乘启示，那么一直都这样示现。可是须菩提解空解释呢的道理他是最拿手，竟然看了这么久才看出巧妙佛呢已经呢把最上乘的佛法已经都在日常生活之中已经都表现出来所以这个时候须菩提呢在大众中呢就即从起，有一种呢这个迫不及待的那一种情形
然后偏袒右肩呢，右膝着地啊，这个是印度的那个最敬礼他们的礼节那么合掌恭敬啊，合百礼，所以之前呢或者都讲说我们假如说是合掌就是背承合觉，我们呢这个右手做的事情左手做的事情是还尘事，我们合掌已经没办法做还尘事都把还尘事抛到背后然后我们一合掌都把良知良能，把我们的良心拿出来，所以各位先生合掌，假如说你有那个习惯别人假如对你很生气你看他一来了以后，你对着他，这样会怎么样？气都消了，他想要骂你，想要跟你吵架都吵不起来了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有把那个良知良能掏出来都良心呈现，然后把还尘事因为你没办法做了都放到背后所以背承合觉，我们有这个动作就有背承合觉的意识在。各位先生，我们平常呢是背承合觉还是背觉合成？我们都是这个背觉然后合成，对不对？我们违背自己的良知良能，然后都跟还尘事合在一起，是不是颠倒？有没有颠倒？或许刚开始看释迦牟尼佛讲我们众生颠倒我都很不服气，讲众生是都要颠倒，那么这听啊是正，这真正那会颠倒后来越来越看越研究真的还是颠倒了，还颠倒得很厉害所以我们就呢要了解真理就是不要颠倒，要呢背承然后合觉，跟觉性合在一起。我们只要觉性呢都启发，它是以良知良能本来就有不用我们去修持它就有了不修呢它就有了，它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呢就平常的时候把它呢这个体现让它呈现在我们生活中然后恭敬而摆佛言所以这边呢你看那个身语意业皆清净这个呢就合掌恭敬合掌我们呢这个身业清净然后恭敬意业清净而摆佛言就是语业清净，身语意业三业都清净了然后讲稀有，所以假如说我们第一分没有了解到佛所表现的那个上佛法，这个稀有就没有来由了，无缘无故说一个稀有这个稀有在《金刚经》只有2个地方，一个呢在第17分有一个稀有，它一个就在这里。那这里的稀有就是领悟的赞叹，然后17分呢那个言说经过呢佛解说了以后那个言说的赞叹这边呢是领悟领悟佛在传授呢最上圣佛法所以就讲稀有假如说我们前面不了解这个稀有就是空的啦怎么会稀有？很长的事我们一看前面的经文他就讲世尊如来善护念之菩萨，善护主之菩萨这个讲世尊从位里面就有含义是就是我们呢这个凡尘所尊敬的这个凡尘所尊敬的
然后讲到如来，如来就进入呢分的，所以我们看里面它每一个称呼都有含义，世尊、佛、如来，不同的称呼有不同的含义。那这边呢，先呢，这个西游以后就讲世尊，然后呢，接着就讲他领悟的内容，说如来呢善护念呢知菩萨，然后善护主知菩萨。这个护念就是呢保护的念头。然后我们每个人都会用到了，希望我们的家人平平安安，这个就叫护念啦，可以没有？有没有说希望我们家人平平安安？有。所以这个叫护念。可是我们都要起心动念才护念像刚才或者没有问之前我们有没有希望家人平平安安？就是没有在心中呢这个出现所以它加一个善，就是你不起心动念就已经呢在护念。那假如说我们起心动念才护念那就不叫善那已经呢就在平常的那个应对之中。然后善护主，这个护主用嘴巴啦叮咛交代我们也是一样会跟小孩子说，你出去这个要小心要看过马路看车子那个叫护主叮咛交代可是加一个善，就是没有讲没有讲话已经这个叮咛交代所以这个须菩提已经体会释迦牟尼佛已经在善护念善护主因为佛他没有分别心所以我们呢是称菩萨摩诃萨，都是菩萨中的大菩萨所以了解到须菩提已经体会说佛在日常生活之中就已经在护念护主所以当下就请问释迦牟尼佛，他体悟的领悟的对不对所以呢这边就这样这个讲下来。接着底下就又讲说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允和应住允和降伏其心所以各位姐姐这边一样呢这个先呢从世尊开始这个呢是跟释迦牟尼佛有一点祈求的意思，然后呢就降低了以为我们看到呢这个知菩萨就以为不是在讲我，所以这个须菩提就降低只要是善男信女善男子善女人都已经呢就包含了所以我们呢看经呢就是要了解到前面上面那个知菩萨摩诃萨那个是实以所有的都是平等的，我们呢不管是众生不管是佛性相都平等没有分别的。可是因为我们自己众生有分别心所以须菩提在问的时候包含的范围就是要讲的广泛一点菩萨讲完以后再讲善男信女。那么善男信女已经花各位浅显这花就是发现善男信女已经发现。或许呢看呢所有经典注解都没有像或许这样解说了。他说我们没有才发心，可是我说是本来你就有的这个你的心你不生不灭的真心你本来就有你是没有发现而已然后这个花是发现了
所以复合啊，真理就已经发现了阿呢就是无，诺多罗呢就是善，那么三呢就是正，苗就是等，然后三正菩提就是觉，所以整个连下来呢，无上正等正觉，无上呢就是最上，没有比它更高了。我们的佛性呢是最上的，没有比这个佛性更高的，没有，所以是无上，然后正向平等，我们所有这个众生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形象，因为我们了解啊，众生呢因为造业，所造的业不同，所现的相也不同。那么现象不同，他的佛性都一样，所以啊，正相，我们都是了解到无上的正等，正觉，正向平等，所有不管是显现天道，人道、阿修罗道、地道、畜生道、恶鬼道，全部呢正向平等。无上正等，然后正觉，这个觉是正的，是能够让我们回归本位的，无上正等正觉，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最高的正向平等。不管呢我们在哪一个这个地方呈现现象，它的佛性啊，都是正向平等，然后我们修到可以啊回归本位的那个正觉，无上呢正等正觉，所以呢这边呢我们就是了解一般呢你像印度呢有96种外道。那他们的觉就不是正了，为什么会特别又加一个正觉？就是我们的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才是正觉。那假如说已经是心外起华，那就不正了啦。心外起华，所以各位贤贤，为什么叫外道？道之外啊，整个天地啊，都是我们真心啊，三河大地也是真心呈现所以你把三河大地看作是外，这个叫已经是心外你心外去认定那个是我们法，都叫外道，这样了解吗？整个天地都是我们真心这个呢我们研究过楞严经讲得非常透彻，整个都是连三河大地都是我们真心，所以最难接受大概就是这个天地万象是万象，我是我，怎么会是我的真心？我们因为这样分别所以当众生。有一天当我们了解说真的嘞，这个我们的心跟外面的境一如，心境一如，不患思维，但不慈善，积之岁月而不心开，谓之有也。有没有？忘了，很久没呼吸了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最难接受呢，就是外境跟我们内心，它竟然是一体的，没有分别的。外境跟内心是一体。只要你能够去领会到心境，心我们内心，外面的环境，心境一如，已经到达一真法界。心境一如，然后不患，我们不去思维，不患思维，
然后这个心境一如啊，但不直散，不要让它散掉了。然后积之岁月，你累积岁月而心开，谓之有也。绝对你心开了，一心开了啊，原来我就是天地，天地就是我，心开。以前都有讲啊，都忘光光的哈。所以啊，我们就是了解要多听。你听久了你会习惯，你会思索，你会呢去实际的去实践。你知道实践呢这个真理就在你身上，它就不会消失了。假如说你没有实践，那听是听这个利益不大。那你实际的做，那利益就真的很大，整个转换成圣，这已经都整个变化。这个形象呢，我们现在说先理想，先把相都是假的，变化无常，我们先离开相，我们已经进入性，然后进入性了以后。我们对性已经透彻了，这个时候再回过头来看相，有性必现相，所以见相即是见性，可以了吗？我们先呢离相，离相就是佛，你离开形象了，你就是佛，可是你一直离相了以后。离到已经究竟了，都不住相了，心对所有形象都透彻了解，它变化无常。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回过来，已经呢被佛性掌握了，然后佛性发挥了，这个时候你再来看相，有性必现相，所有的相都有性所以这个时候见相就是见性，很玄有没有？就是我们要了解到，修到见相就是见性那已经就是很高程度了啦，已经是一体了，天与我是一体的，没有分的，所以我们修到没有分别心就成大。可是现在我们分别心这么强烈，是不是离成道还很远？我们努力，努力的方向就是先离相，先不住相，因为我们住相了以后就是凡夫了，就被形象影响，被形象左右。那你都离相了以后，佛性才会发挥，已经都没有相了，没有相离相即佛，离开形象你就是佛。所以那个时候佛一出来以后，出来都不拒绝形象，所有的形象都是有性要呈现，所以这个时候见相就是见性。所以或者都鼓励我们一定要虚习这个道理可以说很少听啦，你真的要透彻了解，所以或许都讲假如说没有声音请一位来代替，或者讲个10分钟，都没有人敢，没人讲，其实也不会啦，假如说或者都一直在想说，有一天应该是让各位发表心得，期不期待？拢点唔点期不期待有一天我来发表心得？研究写心法4年以后有什么心得，把它呢讲出来。你讲出会帮助很多人呢。
就是了解说我们在完成打拼的那个状况，然后转换追求的方向已经完全不同。我不追求凡尘的财富，不追求凡尘的物质享受，我要追求我佛性能够回到我的本来地方，心都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这个是从内心产生的信心，可以绝对可以。那个是多大不同啊！真的是超凡入圣。我们平常光讲超凡入圣怎么超啊？各位就是要了解到，就是我们这样子实际的来做。先理想，你都住相了，理想就是佛了。这个时候已经到佛的状态，佛性都呈现，然后再回归到凡尘，入圣记得回还，已经回还了以后只要有形象，它都有所以见相就是见性，已经见到佛性了。你看多么不同，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努力追求，这个只有自己追求了，不会天掉下来，也不会别人给我们啦，不会，要自己努力做，可以做好，一定呢，是要坚定信心，正确努力的方向正确，就要呢，一直坚持。可以浅浅听得懂吗？可以啦，所以我们是接受真理的熏习，只要你一直听，听久了，你就会那个时候你跟人家讲，山河大地就是我的真心。没有听过的人说你神经病啊。可是只要研究过心理心法，他会觉得你怎么修到这么高了？已经呢，整个境心跟境已经合成一体了。心境一如。那个是修持的过程。心境一如。那到达最后的状态就是天地跟你天人合一，天跟你已经合成一体了。都没有分别。所以我们人最可贵就是这样。不然呢？你看看我们这个身体四大巧合，有哪个地方可贵？就在我们的对凡尘的影响，对凡尘留下的典范，有没有到达你自己能够追求到很高的状态，然后又教导世人一起来追求，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白来完成这一趟。就很有价值的。所以或许都发心说因为或许跟台南同一宫非常有缘只要你来研究，或许保证成佛，你没成或许再跟你来，只要你六道人人或许跟你来，度你到成佛为止。恁都要认真修就是真正的我们呢可以达到的只是过程比较呢要坚持一点不能放松啦。我们自己假如说放弃自己了，那个佛菩萨也没办法，没法度，你自己放弃了他要救你都救不了。所以一定要自己发心，说我要回归本位，我要成佛，我要成如来，这样才可以啦。现在所有已经有证悟的都有下凡打帮助到，所以只要你一点发心他就帮助你。所以现在是最好的时期啦。这么好的环境，再不修就太可惜了。一过这个良辰一过不回来。所以我们要把握。所以我们已经呢这个发现我们的无上正等正觉，已经发现我们常住真心。各位发现了没有
因为这个前贤都是这个来听听啊，又中间又缺席了，然后又来听听，然后又有新的这样，所以回答的时候都不敢肯定。有发现了不够烂，还没有很肯定所以要自我这个鞭策要加强。那么允和应注这个呢，或许看这个就是原文它是应允和注在第17分才允和应注因为《金刚经》呢2个地方允和应注呢应允和注这个呢很少有人把它呢这个提出来讨论。那或许是看一个叫魏农特地把这个允和应注跟应允和注提出来，那或许就接他的观念就非常符合真理。因为须菩提一看到释迦牟尼佛在日常生活之中都把无上正等正觉把我们的真心佛性呈现，那当我们也发现自己的那个常住真心，那么这个发现的时候应该怎么样使它能够住掉了啦？怎么样才不会消失？然后在第17分是言说以后说不能有所住心一有所住我们的觉就亡。我们那个住，我们只要是住住相，我们的佛性都没起来啦，这样了解吗？所以一点都不能住可是刚发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希望它留着掉嘞，卖没去，对吧？所以这边呢我们一般呢都是允和应注的。这个允和应注是在第17分，这边应该是那个应在上面，应允和注，应该怎么样使它注下来？各位这样了解意思吗？因为或者呢特地呢研究《金刚经》可以说非常久的时间差不多都算这个20-30年都是在研究《金刚经》，所以里面都滚瓜烂熟的。所以有时候一讲，或者就讲说不用这个只要原文就好了不用版本。那各位看或许写的那个那个是后期的时候后来才写的啦，之前没有都没有这个讲这个讲义都没有写。那有的这个不是道亲一般的社会人士看到或许写的那个金刚经就会说哎呦里面讲得很好嘞就能够接受了。那个因为是坐着慢慢写所以或许写好了以后也没有拿那一本来讲，那一本就是要给各位在家里的时候慢慢的去体会那在讲解的时候呢就是讲大意重要的重点我们能够抓得住那里面的详细细目呢就各位可以回到家的时候慢慢的加以研究，慢慢看，慢慢消化。那因为好像有的人都还没有有吗？有那个或许写的那一本吗？有的没有因为刚才就有在问说是不是在印准备在印在印要给大家呢都有虽然我们没有拿来讲，可是你拿回去看绝对收获良多绝对会有帮助的
我们想修道的话，这个就是很正确的方向。里面讲了都帮助我们在真理方面的了解，在修道方面的行持，然后在效果呈现的时候怎么样来应对，都有交代。所以都很踏实。那须菩提呢？他的意思呢，就讲已经发现了无上的正觉那个真心啊，应该怎么样使它能够都住下来。那我有妄想心的时候啊，云何降伏其心？我有妄想心的时候呢，怎么样来降伏？这个就是须菩提的意思。那佛言佛就呢这个回答说善哉善哉。这个第一个善哉呢，善弃如来本心。因为佛要这个传最上乘佛法，这个在凡尘就一直是佛的心愿。是时机还没有到，众生的根器还没有成熟，讲呢听不懂，也没有用。那到这个时候因为有须菩提的那个领悟请求，然后佛就有机会可以把最上乘佛法，然后呢能够传授的出来。所以善哉，善弃如来本心。那么第二个善哉呢？因为须菩提已经领悟没有说只有他领悟就好了。那1250个人这一些呢他都不管。他还是呢要请求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能够说那个内容。所以那个第二个呢善哉。他就跟须菩提讲，如所说，按照你说的对，没错。如来呢善护念知菩萨，善护主知菩萨。已经呢就在护念护主，在生活之中就已经呢护念护主。所以各位先生，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生活之中佛都在已经呢保护着我们，在叮咛着我们，交代我们就是要回归本位各位就可以想想看假如说释迦牟尼佛用言教说呢，这个弟子们，我叫你们努力修道，你们怎么都没有遵从，破坏了。我教你们修道，我相鲜明，教你们修道，法相鲜明，你们都没有努力修非法相鲜明。这样各位有没有体会？不能讲你看你一讲了以后就整个都不一样了。像或许一直在讲说我们那个台湾那个佛学的博士跟那个达赖喇嘛在纽约对谈。我们那个佛学博士一直在发表高论，达赖喇嘛就举手然后请他讲，我可以问问题吗？他说等到我讲完了你再问。然后达赖喇嘛又第二次举手，他要请他讲，问题是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才没2分钟我们以为说达赖喇嘛怎么记性那么差，可是那个里面要了解到，等到我讲完了我相，讲完了法相，有我相有法相，那个生灭生灭的你叫众生利益不大。然后那个第二次说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因为达赖喇嘛那个表现没有过去心，要问的已经过去了，没有过去心。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很小的一个动作，主持人也不知道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可是我们看的人呢，就知道说，哦，原来是，要我们能够当下，不要有我相，不要有法相，不要有生灭，然后不要有三心，过去心、未来心、现在心，你不要有。我们不容易做的，我们都会想过去呀，不管是很风光的，不管是很挫折的，我们都会想，很风光它回不来啊，很挫折的我们二度伤害，所以过去就让它过去，已经就过去了，那未来还没到，我们策划呢，身体要用，佛性不用。佛性不用你策划，因为你的策划赶不上变的话，所以那个都不要，现在不住，我们说现在已经过去了，现在不过去了，它不住啊，断不掉，所以没有三心，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寿者相，没有，所以没有三心四相。我们当下，一念万年，万年一念，10000年前、10000年后都在我们当下这一个正念之中。你看，就在当下。所以我们学真理呀，就在我们当下。我们活在当下，具备了万年。就这么宽广，可是我们不研究不知道啊，所以一定呢，就是要研究，要了解。那从字面上来讲，我们都非三心少四相啊，那个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好像看起来都不太容易融入生活，可是只要我们呢，用比喻来讲，就很容易知道，能手2个字，比如说我能看，我能看，能看的就是我相，它一定有所看，所看就是人相，然后你所看不是一个景象，很多，那个叫众生相，然后你连续不断的看叫寿者相，你看。就很鲜明的，我能够听，能听的就是我相，一定有所听，所听就是人相，所听又差别重生，叫众生相，你连续不断的听叫寿者相，所以只要落入能熟，都是四相。这样容不容易了解？很容易，对不对？安尼就是咱生活来对，生活里面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只要能熟都是四相。那我们什么时候没有能熟啊？所以这个就差别非常的小，很微妙。比如说在家门口扫地我们假如说是为了自己的环境清洁。没有能熟啦，那你假如说你在扫的人给你讹了，就有了。你期待人家这个呢这个夸赞，假如说没有夸赞了，你就很失落。无猜我在扫，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这就是我们的心啦。你要做到没有那个能守，那个心就是一个当下。当下你该如何你就如何。人家这个称赞，人家讽刺，都不影响到你。容不容易？还不容易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道理呀。我们就是要从自己的那个心理建设，都已经呢，很健全的，我们人格很健全，然后发挥出来，自然而然，你就不用去顾忌到外面怎么样的风评，符合自己的
你就不用再去顾忌了，那假如说人家讲的，我们也稍微就是听一下内容，他是站在哪个角度？比如说我们这个求道了，只要不管道败的归空的都身软如绵，然后就有的这个浅显就是在讲说要给道心印证你看有求道就是这样身软如绵，然后那个有人看了竟然是讲反话，说个俩太浅了，你讲遐尼夸张，讲迄死去有多浅原来真摇摆啊，那个能够成全很多人的。只要你是从正门出去的，身软如绵，这个是我们道的印证，所以那个就不用人家去怕说坏话、说反话。可是一听了心里面有点会难过了，怎么这个好的他把它看成坏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很多也都会遇到。我们的那个观念只要是对众生有帮助，大体你说那个是五路大体，会吗？他大体很高兴也可以切的，尼我才会当有功德啊，你若拢点点死去顶哭哭，一点功德嘛无，对不对？所以或者一听到以后真的有点难过。怎么会反方向呢？应该是很好的，怎么会说成是坏啊？各位就可以想象我们那个前人们从大陆过来，语言不通，为什么有办法传开？就是这个印证。我们这一些欧巴桑这个有的年岁大了，一归空以后身软如绵才传开，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讲。说迄拢咧骗人的，你去哄骗，我拢实实在在。为什么？我吃了这么老了都没有看到说死了会软趴趴的，都是硬邦邦能够软趴趴，那个就是真的不骗人。所以我们了解到说，求道跟不求道有什么区别啊？区别很大。你修的再怎么好，你没有求道。佛心那个正门没有打开，你就是硬邦邦，打开的就是软绵绵，一个印证，所以我们能够这样一路走过来，都是这个受这个很多的这个辛苦就是有这个真理支撑的，我们才能够呢修的呢就是很踏实很快乐。那么底下呢那个佛呢就跟须菩提讲说，汝今谛听当为汝收。所以这个谛听就是谛实的来听。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一般我们都会有止观意识。那么佛在讲经说法，只要是你有自己的意见，自己有止观意识佛就不讲，佛呢他就不讲，就会沉默。然后那个目犍连他那个神通第一他就会赶快进入禅定，然后去找会场里面谁有那个自己的意见这个不谛听的然后他已经找到了出定了以后就走到那边把他那顶子把它抓起来拖到外面去，然后一拖出去了以后我就开始讲了，不谛听呢就不收了，所以就有那个这个禅师呢把那个谛听呢做这个句，听则观世如可以，一心呢入于狱中，文华踊跃心悲喜。不是之人可为说。
有没有听过？啊，没有啊，我以前都有讲过呢，怎么你没听过？哦，或许写那一本里面也有，有把它写下来。就是啊，听则端视啊，如可饮。要听佛讲经说法的啊，就是啊，这个眼睛啊端视，好像呢，我们呢这个嘴这个渴了，要饮这个喝茶，然后一心入语义中，全部的心呢就进入那个我所讲的那个语言意义的里面，然后闻法踊跃，非常的高兴，心悲喜，如是之人呢，可为收，那个就是谛听的那个句。所以啊，谛听呢，当为汝收；不谛听呢，就不收。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呢，降伏其心。所以这边呢，又是很棒的一段这个经文说呢，这个善男信女已经发现无上的正等正觉心，然后呢，你发现就应如是住，就是啊，你发现了这个心你就住在心，如是住。然后呢，假如说有妄想心的时候如是就是用这个发现呢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个来降服你的妄想心。答案都出来有没有？可是那个因为这个是领悟的啦，领悟的赞叹那个须菩提呀所以底下呢还有1250个人。所以呢，那个须菩提呢，听到以后呢，说为然，就已经全部都知道了，可是又希望世尊愿要欲闻，这个就是须菩提的那个花心就是希望呢，我们来这个听一听那个里面的那个意思，那个一层愿。要欲闻，希望呢，来听一听这个释迦牟尼佛讲他详细的内容。好，我们呢，就这个翻过来呢，第3分，大乘正宗分。那《金刚经》呢，这个分成上下呢2半，从第3分呢到第16分，这个叫净明无住以彰般若正智，净就是环境，看得见的环境，然后我们在环境都不住，然后彰显彰化那个彰就是彰显。般若就是我们呢，佛性的智慧，彰显以彰般若正智，这个般若正智整个都彰显出来。那么分成2个小段，从第3分到第8分呢，敌是无智以生尽，的确的告诉我们，一切都无助，让我们有信心。然后呢，第2个小段呢，第9分开始到第16分，推禅无智以开解，推禅一切都无所住，然后能够了解里面的这个意思。那么下8段呢，从17分到31分，叫心明无住以显般若离体，心。这个境有形有相，心就已经无形无相，心明无住，然后以显般若离体，前半段呢，净明无住以彰般若正智，所以
一个呢是先把我们的智慧啊彰显出来，那下半段就已经呢要显示啊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它一样也是分成2个小段，从17呢到24啊，就是深观无住啊，以进修，深深的观察一切呢都无所住，然后啊我们努力啊来修道。25到31啊，究极无住啊以成正，研究到极点，究极无住，一切都无所住啊，然后正悟本性，然后32分呢，就是流通分，然后第1分呢是净眼四相，第2分呢当机暂且，是整个《金刚经》的这个结构，都圆满。那我们呢就讲那个净明无住啊，这个以彰般若正智的前半段，敌视无住以生信，的确的告诉我们一切都无所住啊，让我们呐有这个信心。那佛告呢须菩提，佛经里面呢有安这2个字啊，佛告，就表示呢很慎重，就是底下的经文不要忽略的看过，很慎重。知菩萨摩诃萨，这个菩萨呢就是菩提萨埵，菩提就是觉，萨埵就是有情，有情的众生已经觉悟了，就叫菩萨。那摩诃萨呢，摩诃就是大，就是菩萨中的大菩萨。所以佛看了我们众生每个众生都是大菩萨，没有分别心可是我们众生的分别心就很浓厚，佛是佛，佛是我，就没有办法融成一体。所以这边呢，我们先了解说，佛也称呢，我们众生都是菩萨摩诃萨。那么应如是降伏其心。我们看前面须菩提是问应何住？怎么样把那个真心呢能够住得下来？可是呢，我的回答他呢的住要怎么住都没有说啦，就讲说怎么样来降服我们的妄想心。所以应如是的降服其心。就是要这样子的来降服我们的那个妄心。所以底下呢就是那个如是的里面的内容，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所有就我们凡尘会生的众生，众缘积聚而现的生相，叫做众生。这个众生之类就是很多了若卵生，若胎生，若是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若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以涅盘而灭度之。所以这个众生的种类或许有特地写一章呢这个讲义。我们呢要把这个众生的讲类这个种类详细了解。还没花有没有花？还没花，还没花，我们还有20分钟。因为我们要了解到佛这一种这个降服我们的妄想，就是有一种很这个微妙的那个含义在里面。我们从我的身体来降服这个我们的那个妄想心不容易啦。所以佛就让我们呢心扩大整个众生之类。那么整个众生之类以后，把他们都度灭就是灭他的
这个妄想度啊，就不为觉性灭度。那这样子能够呢回过来看我也是众生的一份子就是已经呢把自己融入在众生之类的里面这样的话要降服我们那个妄想心就容易。假如说用自己的直观意识要来降服我们的自己的妄想心降服不下来。可是只要我们心量一扩大到整个众生之类所有众生之类我都要使他们成佛，然后回过来看我自己我也是众生的一份子，这样呢就很容易降服我们那个妄想心。所以我们因为是研究这个透彻了了解到说众生是如何的状态。谢谢。那知佛经呢所言呢众生的种类有讲三界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有讲六道天道呢这个人道、阿修罗道地道、畜生道、恶鬼道，然后12类生因为卵生胎生这个呢就是12类生。那么众生之意是众缘积聚而现的生相，那么其体本不生。所以我们众生我们的体就是佛性本体，佛性本体不生所以不生不灭那么会生会灭的是我们的业累积来的那个相所以众缘很多缘积聚而显现的生相。那么其所生皆是假象幻象我们生出来这个形象都是假的不真不迷不住即可归真。我们不迷这个身体不迷这个形象，就可以回归呢到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活性本体。那先呢这个讲三界，凡夫生死往来的世界分成3个第一个欲界有食要吃饭，有淫男女呢做爱，恶欲的有情住手。那么上呢到6欲天，中间呢我们人的4大部洲，那下面呢到无间地狱，全部都有有食跟淫这2欲的这个世界。那么第二个色界色为那个执爱有形有相有形的物质有身体有宫殿，且物质呢殊妙精好以离食淫恶欲的众生自守。所以在色界已经没有吃饭跟淫欲。那么此界呢由禅定浅深诸妙呢分成4级就称4禅初禅、2禅、3禅、4禅4禅都不用呼吸了。那么第3个无色界此界没有身体，也没有宫殿也没有物质，唯以心事，就剩下来心事。那么住以深妙的禅定无方所非可定没有地方所在没有一定但就呢这个果报来说，在色界之上呢叫做是空天，那么又叫做是空处。那么6道众生轮回的道途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地道、恶鬼道也叫做6趣趣就是往这个6道。众生呢乘着这个业因而去之
就是有造业一定呢，要去六道轮回。那么12类生，以三世啊跟四方，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东西南北，和相摄变化，众生成12类，4、3、12、3、12， 12类是这样来的。那么起因于一念妄动。因为我们呢，在本位啊，活的本位一念妄动，然后心变之下，心变了以后，是由无明妄力啊，这故于狂法，就是呢，我们看到空中有花，在占精明，占精明是我们佛性那个本体状态，无因乱起，那个狂法呢，在我们的佛性本体呀。没有原因已经起来了，那么因动呢有声，因声有色，因色有香，因香有触，因触啊有味，因味啊知法，这个味然后知法，所以啊我们就是了解都这个六尘啊，这个一起啊，我们这个六根六尘啊六识啊都这个呈现。那么由习气呀，内心，那么化为六尘，尘呢一定啊对我们的根尘相对，然后我们识就生其中，六根六尘六识啊，3、6、1、18，18层地狱。那么六乱妄想熏成业性，那么业因已经成了业果啊。一定呢，随后，故感12类啊，去生之果，12类生。那么12类生呢，以4生为一计，这个3、4、12，不出呢，这个情、想、和跟离，这4个，这个情、想、和离呀，它会更加变异，它就会变更啊。这情想合离，卵胎湿化，为一计，胎湿化一计，有色无色，有想无想，一计，非有色非无色，非有想非无想，一计，所以我们了解都是那个情想合离呀，这个想卵因想生。然后胎因情有，所以想情思以合感，合，然后化以离应离，就各位就可以想这个卵生，想就有了，然后胎生啊，因为情，那湿生水底的动物啊，就是合感，那化生啊，就是离应，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情想合离啊，一直变换，那我们把它详细看它内容，卵呢因想生，想生想的性啊，轻举，故都能飞啦。那个卵生大部分都会飞，鱼鸟龟蛇啊，气缸飞扬，就是鸟。气柔人质啊，叫做鱼。卵生呢，它具备有4言，父言、母言、自己的业言与父母合，再加卵言而受生，这个就是卵生。然后胎生，胎呢因情有，那么情那个性沉重，故不离地。胎生呢，都不离开地呀。人住龙仙，情正而树立人仙，情偏呢而横行龙处，具3个言，父言、母言，父母言自己，然后师生，师以合感，乃以业养合师成形。含存蠕动，互为含存，欢为蠕动，七世之辈唯利是图，欢护无定那个就会变成书生。
然后化身化以敌应转锐飞行即呢故成新，把那个旧的偷变成新的那蚕宝宝化为蛾偷形为灰，然后呢那个雀变化为壳这个我们一般呢都会说，麻雀会变成那蛤蟆，就会比较好像比较少看到，脱灰为潜，已经脱离那个灰形便潜入水中，他们都是喜新厌旧。那有色有色情而合，就是呢那个修旧精明。修旧呢就是吉凶，精明呢就是日夜的精华，星辰的明耀，在物为萤火，或是放珠。那么无色呢，无色情而离，一样是情想离呀，是空散消存，就是呢那个四空天，昧色为空，片言散乱。这个消除七减七转世，然后沉沦空海，这个旋风把鬼等，然后有祥，有这个祥而合，是神鬼精灵，神鬼一睹成皇，魑魅魍魉，所以这个呢我们就了解到这个魑魅魍魉这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它都出来了啦，人这个人潮很众多呢它都不见，精灵呢就是山海风经那个这个寺庙的土地有祥，那么无祥无祥祥而离呀，是土木金石，然后金化土木神为金石。痴心的理解，那你顽念化作顽物，根性的流浪的凡尘，非有色，非有色情，离而合，就是水母，本来非色相，假借外物成自己的色，不能自用，这个水母因为瞎，然后才能够走。虾呢，因为水母，然后有抽，那么非无色，非无色情合而离，是咒主厌身这个邪咒召唤显灵异这个随焰导而作祟，听人呢区域这个鸡头，那个鸡堂暂有鬼，非有祥，非有祥想离而合，是普鲁。世间呢，这个背离背亲，谬喜他宗，那里从我相承呢，继子之宝，普鲁一名，裸雷，俗称呢这个细腰风，诗经云冥冥有子，裸雷复之冥冥青桑虫，裸雷印尼纣王。复青桑虫纳其中，咒注曰：累哦，告我赶快，7日就化为其子。那桑虫本非有想，欲成裸雷之相，因其咒故遂成其想，是为异子相成。此经呢号为无王，又取他人财物纳为其有之宝，就是已经呢落入那一种不很理想的那个形象。那么非无想，非无想想而离，是土消破镜，原为这个怀怨报恨，图害而来，杀心不止杀业俱生，反托至亲之人，行自厌是杀害，前世受人的恩爱，反而负恩仇害，非无这个想象，非无恩爱之想，过呢父母敬招呢，其实假北部，这个恩爱断假，是为无想，
出意外呢，流转国土，好像呢这个土枭，就是猫头鹰，猫头鹰呐，护土块以为饵，以破镜兽以毒弑国，抱为其子。那么子承父母结招其食，囝大汉甲爸母食去啊，此虽抱怨实在呢是逆罪，所以那个枭鸟呢名石母，破镜兽呢名叫石父。那皇帝呢欲绝其类使这个百姓用之皇帝呢要把它的这个整个呢都断绝掉，所以叫我们百姓呢在那个祭拜的时候把它拿来用，就呢让它呢就不见。那么佛呢就讲妙性呢圆明，离之明相。我们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圆满光明，离开呢所有的名相，没有名也没有形象，本来呢无有世界众生。那么因为妄呢才有生，因为生就有灭，生灭都是妄，灭妄名真，是称呢如来无上无体即大涅盘。只因呢起心动念，一念妄动呢，最有世界众生。我们倘若一念不生呢，即是如来。所谓狂心漏歇皆即菩提。圣境明心本周法界，不从人得，不是从别人的地方得到了，自己就有。那金刚经我们里面就讲说，若见之相呢，非相即见如来，皆简明扼要。可喜袭人呢舍简入怀，入海算沙，徒劳无功。霍老师呢也说，常明般若妙心，勤持智慧利剑，了悟真法，明彻假解，广种无田，勤行宣化。应知大道呢重在心法，直指真性顿入上圣，明心见性的明心说方便法，循循善诱，指明捷路导持迷津，广行功德，度己度人，共成正觉。所以令人三教心法受流同源。今之修道者呢，都重儒经，而以四道经典先人解悟免修德呢戒经呢悟道。这个是我们佛老师说的啦。那还剩下呢3分钟，各位先生有问题吗？仁等师这边有一个问题。好，请问。如何是缘起性空？各位先生，这个我们是要了解到因缘会合，才会形成相，才会形成事。缘起它本来的性就是空的，然后缘起性空。你看我们的身体父母亲结婚然后把我们生下来，这个是缘起。可是要了解到这个生下来这个身体的本身这个性是空的。所以那个缘起性空就是讲我们凡尘的所有一切只要是落入形象，落入事情，它都是因缘际会，它都是空的，都是假的，都是变化的。这个叫缘起性空，不要执着。还有吗？还有1分。下课。大家好。谢谢三道天师德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贤给获学机会学讲。我们上个礼拜呢讲到这个12类生，因为我这边没有这个统一用哪一本来讲，那或者呢讲这个经的本文解说。
各位可以看里面它都有比较大字的那个是经文，比较小字的解说。或许以前呢，曾经很长的时间呢都在讲这个《金刚经》，所以对《金刚经》呢算蛮熟悉的。就后来因为我们这边都有听过呢，所以就没有那个时候没有准备要再讲。那这一次也是因缘际会啦，在台中呢开始又重讲六坛经的时候我说我们这边也来重讲《金刚经》，虽然有听过再讲毕竟会不一样又这个现场比较有契机，比较会听得进去所以我们讲过2次了，听得懂吗？因为已经都有事先都有听过了，再来听呢就会比较熟悉。那有一些又重听的话，可能领悟又会不一样。所以或者都鼓励只要你是不了解的一定要问。这个不了解就是结，你没有把这个结打开那不能顺畅。大道都是很顺畅、很通流的，没有阻碍。那我们假如说有搁着，那修起就不会很顺。所以有疑就必问。可是呢，一定呢要在问的话呢，就不要离题离得太远，或许会想说这个应该不是研究心理心法的那个真的问题。像我们一般社会人士你一问的话，我们有佛性吗？听到都没力了，对不对？都不知道自己有佛性，可是这个很普遍然后我们了解说为什么会落入12类神？那么起因呢，都是我们一念妄动。一念妄动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一念无明生三系或者都一直讲，各位熟悉了没有？就是业相，我们念就是业，业相。然后既然有这个业相，它就转向，转向了以后就现象。所以我们之所以落入凡尘，就是因为是一念无明。有业相，我们要一直看这个业的那个相，业没有形象，没有。然后就把我们的那个般若妙智慧把它转成能见之见。我能够看见，我能够看见就一定有所看见，它就变成能所，有能所就是生灭。所以本来是一体没有生灭可是已经变成生灭。那既然我们要看，那看的时候就瞪目花了，就是我们眼睛都不眨眼，然后一直瞪着看，看到会眼花了。眼花的时候，空中就出现形象，所以叫结暗为胜。把那个暗象就变成了有形的形象。那么在一念无明生三系的时候都还没有现象呈现是到底下那个境界为缘长六出它才有形象。三而大地，三而大地有了以后才有众生，有众生了以后才有业果。就这样绵延不绝，一直延续世界众生业果就这样。那我们研究过《楞严经我们只要不随
不随世界，不随众生，不随业果，可以回到本来。这个是叫法门。可是我们可以说在凡尘啊，我们是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都会被整个社会拉着走了。我们要不要跟着走啊？要啊，可能吗？可不可能？所以啊，你要了解到，大家一个方向啊，在走的时候，我们假如说一个逆向，可不可能走？会被大家又拖着顺着方向，逆方向的就没办法去协走。所以我们了解说，不随，不随的话，要先认识真理，真理认识了以后，内心笃定。那内心笃定了以后，那个不随啊，从内心做起，不是从形象做的。内心你能够不随了，那你自己有主张，跟真理啊是契合的。你有这个主张。那个时候就可以说，虽千万人啊，吾往也。各位都知道嘛，那千万人的那个反对，你都不管了，你要走你正确的道路，那个要多大的认识跟勇气呀！所以我们了解到，自己呀一定要透彻，认识真理。然后我们了解真理的它的最亲近的，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我们要对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就是一定要透彻的能够掌握。各位都掌握了没有？没有啊？认识了没有？就是认识了，还没有掌握了所以我们了解认识是一个入手先认识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人口，先认识，认识了以后我们再加工进行努力的累积，使那个佛性的轮廓越来越明显，越呈现。那整个都呈现了以后我们就非常笃定。所以我们在讲经明的时候就讲金刚之身。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就是金刚之身。而我们呢在凡尘从来都没有去造它，连认识都不认识，它可能是变成金刚之身吗？不可能所以我们要认识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它呢充塞整个宇空。所以我们没有听心理心法这个充塞宇宙这个整个虚空都是我们真心佛性都很怀疑都不能够去这个认同。那我已经有研究过楞严经，佛就明确讲，完成所有一切，不管三个大地，不管我们的身，不管我们的心，全部都是妙证我们的常住人心。那个是永远不变的。那永远不变的东西我们不认识。我们所努力追求呢，都是变化的现象。因为现象容易吸引人那无形无相的不容易而且我们要研究的话，又很深涩要进入都很困难。所以一般呢，就会采取放弃，不要了不要去追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自己一定呢要立定志向，凡尘是苦海
年岁越大，受的苦越多。哦，纵然有钱也很苦，哦，有地位也很苦，都是苦。既然这么苦啊，我们就不要贪恋。所以努力啊，把全副精神，全性修，然后全修在性。我们能够这样的确立了以后啊，那我们修行到来就不会困难，就很容易。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困难容易啊，都是我们的主观意识啊。你认为困难就是很困难，你认为很容易就是容易，你去面对它都没有困难的事。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完成的价值啊，我们一定要自己建立。最有价值的生活，就是我已经生活在真理之中，时时刻刻啊，都跟真理在一起。那真理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啊，时时刻刻都跟自己的佛性本体在一起。这样的话，这个价值啊，就产生了。因为我们从佛体发挥出来的力量，无量无边，非常大。那我们呢，要了解到身啊，一个身体啊，它能够做的是多少？很有限啊。可是我的佛性啊，它能够做呢，无量无边，非常广泛。那我们一定先认识啊，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从本体来发挥，这样啊，所有完成的成果，凡尘事啊，劳劳碌碌啊，凡尘事啊，非常麻烦，非常的使我们不能够这个叫做波罗蜜安和祥和。只要跟人一接近了，摩擦就产生，摩擦产生了，心就不痛快，祥和就见。然后啊，我们假如说已经确定了，自己已经进入真理，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啊，所有的这一些劳劳碌碌的成果都可以平处的离我远去。虽然说要处理凡尘事，但是我们是站在不生不灭这个立场来处理，这样呢，整个结果都不一样。因为我们要了解到，不合真那个就是恶业了，那一定呢有恶果报。那我们都合真理，它不落入两边，没有。纵然我们有心去行善啊，那个是善业，所以那个不是真理。可是我们这样讲，就很多人会攻击行善不是真理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不讲。可是要了解到独立体的时候没有对待，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没有两边，这样的生活就是好像在天堂。佛的境界就是这样，都没有对待，没有两边，没有善恶，没有这一些纷纷扰扰的这个凡尘事，全部呢都没有。你看生活已经呢就在天堂，那不要等到以后一口气不来才要进入这个无极天。我们现在的生活可以就可以进入了。而且我们了解到，或者都讲，佛的那个是我常乐我净，我们现在都具备，常住真心，然后乐没有对待快乐，就是已经进入到真理世界，快乐，我不是身体的我，是佛性的我，佛性的我就是如来，佛性的我就是佛，它净就清净，一点沾的成果都没有，现在都具备了。可是各位先生，有没有常乐我净？现在有没有？真的有一点空中楼阁了。只有听有听到呢常乐我净没有那个实际的现象呈现。
所以自己要努力呀，把常住真心能够呢，找出来，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一念不生的时候啊，那个就是常住真心，就是正面佛知啊，佛现。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可以做到的，只是我们都不愿意啊。为什么？被凡尘诱惑，凡尘较好佚佗啦，有没有？你看现在这个我们从这个基隆，或者从基隆下来，沿路不管是走路的、等车的、坐车的，全部都低头啊，10之8、9啊，都低头啊。这个旁边真的有什么事他也不知道。所以人与人之间啊，更离开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是主人呢。那个东西啊，凡尘所有东西啊，都要给我们用的，我们不要被东西用了啦。你看我们不管是行住坐卧都低头的话，是不是我们已经被那个东西啊控制了？对不对？那个东西变主人了，我们身体变成附属品，这样好不好？他自乐其中。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人与人之间相处啊，就是要真正的实际去面对，不是说你低头了以后在灵谈天，那个都不实际啊，使我们呢更虚幻。所以啊，都会时常报道啊，说有时候那个骗的事情啊，很多都从这个我们低头产生。你一低头了，生活就离开现实了，那就已经呢住在云端，在那个天上云的上面，已经去住在那里了。所以科技发达是好，可是要了解到，什么人啊使科技发达？是我们的佛性是佛性在使科技发达。所以要了解啊，所有科学都是从我们啊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出来，都是我们真心佛性的产物。所以我们要掌握那个主权，不要被那个智慧型手机啊掌握了。可是啊，世界潮流呢，现在你不跟人家低头好异类。规个看大家拢在低头，哪会干那我无尔？低头人一定会说你大概无钱通买啦，这一台2万外块咧。所以啊，我们了解到我们是主权，不要呢当奴隶，一定呢要掌握我们自己，家己做主自己做主。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是跟整个宇宙虚空啊融通，是要朝这个方向努力，不是呢局限在自己生活的小格局。我们呢越生活越宽广，然后啊我们的心胸啊越开阔，然后啊度量越大，看的呢越多，处理的越圆满，这个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啊，不是光跟你的智慧型手机在那个对峙就可以了。所以修道呢，在生活之中，我们呢生活之中都是道，
不管是眼睛看、耳朵听、鼻子嗅闻，嘴巴说、身体接触，意念想起呀，全部呢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付给我们的那个能量。没有我们真心的佛性呢，这一些呢都没有。他说一定要看重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一定要看重，然后呢培养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都呢利益众生，然后不住在脑海，这样呢就深植了德本，道德根本我们已经呢种得很深，所以那个善根成熟了，我们修道就容易，阻碍就变得很少。可是我们呢都不做方面的事修道时候阻碍就很多。像我们要研究，说很有心来研究明心见性就有很多凡尘事把我们绑住了，使我们没有办法呢加以研究。那我们要了解只要你发挥重视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有的凡尘事变成次要的，不是主要。主要呢是佛性本身，那剩下呢都是凡尘事。凡尘事变化无常，你现在非常注重它，一段时间变化了，它已经呢都不重要。像我们以前要录音的话都用卡带，这种卡带你买都没地方买，过时了啦。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变化。有卡带的时候就很风光，结果进步得很快，社会整个科技的发达很快。以前我们哪知道说我们还可以面对面讲话，还可以看到影像，对不对？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竟然都可以。那往后发展呢现在也就有一策了。你人在外地可以指挥你家中的器物运作，你这边手一按了，家里的那个电子锅放在煮了，你回去就可以吃，不用等到你回去再吃你看，然后家里的所有一切也都在你的手上来掌控，所以那个整个科技的话很快，那我们要跟着它跑的话很累它给我们用就好，适合用我们就用，我们不排斥不排斥那个高科技，可是我们也不被它束缚，被它束缚我们变成仆人。那这个科技就变成主人，这个不是我们希望见到的。我们永远都是主人，不管科技再怎么发达，人都上到太空了，我们还是要依赖地面生活，所以在生活之中一定要我们能够发挥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所出来的功能作用。那我们一念无明了以后就有12类生，就是要出生在这个现象，在凡尘。那我们要回去呢，就是一定呢，先把这个妄念无明，一念无明这个念头先把它灭掉。灭掉这个无明了以后，我们的声音会生在凡尘的原因就已经不会来凡尘来现象，不会再凡尘生。那既然都没有生就不会死。那我们一直灭到无想，
想都无了，这个叫声相尽。声音断，声相尽。那我们就跟三界说拜拜，不来了。所以我们要落入凡尘，跟我们要回去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假如说你已经回归本位了，那我起心动念，那你就落入凡尘。你在凡尘已经把妄想都已经灭，妄想没有了，声音断，然后灭到无想，声相尽，声音断，声相尽，不落入凡尘的现象。这样呢，我们就回归本位，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叫本寂，本来那个寂就是国际的寂，本寂是我们本来的地方，就已经都是佛了所以要了解这个第三分开始这个佛在回答那个提菩提所问提菩提他就是这个问有发现到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应该怎么样使它能够常住下来？然后有妄想心的时候应该怎么样降伏？那第三分呢，佛在回答。他呢没有先从应该怎么样住下来去说，就先说降伏其心。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我们刚发现真心的时候刚发现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个时候都还很少的真全部都是妄，都是假的多了。所以没有真心可以住。只要我们降伏妄想心自然呢真心就会呈现。所以佛在回答的时候他就用巧妙的方法说呢，我们要呢度尽所有的众生，把所有的众生都度尽，都使他们成佛。这样我们的妄想心降伏，真心就出来。这个就是善巧那个方法很巧妙就我们自己本身来讲，要我们降服自己那个妄想的心非常不容易主观意识很强。那么佛就利用让我们的心胸扩大，度尽所有众生，使他成佛。我们心胸扩到这么大的时候回过头来看自己，我也是众生的一员，我也是众生，就很渺小。这样降伏偶像就很容易了。就自己本身来想很困难。他已经扩大了以后，扩大视野，然后回过头来看自己就变得很渺小了。这个时候灭我相就很容易了。所以佛用这个方法，说你要降伏妄想心就是用这个方法来降伏。各位先生，理不理想？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呢，这个所有众生这边佛只有讲10类那12肉有肉这个有祥无祥肉非有色，肉非无色呢，在这边没有所以我们了解肉非有色，肉非无色就是我们的真因，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从真起妄，我们从我们的佛性本体起来的就12类生。
然后返妄归真啊，就只有10个类生。因为若非有色，若非无色啊，是我们的本因，我们真心佛性的本来的因，我们从这个地方起念，回到这个本体的时候，就回到若非有色，若非无色。那回到这个本体叫做真如正智，正确的智慧。真如正智，那么真如正智已经恢复啊，就叫做成佛，已经成道了啦。所以在这边呢只有10类生，那另2个啊，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所以底下的我皆令入啊，无以涅槃，无以呀，就是没有圣意。全部都进入不生不灭，涅槃啊，就是不生不灭，涅呢不生槃不灭，不生不灭，已经呢进入啊不生不灭。但是啊，假如说是汉，他的涅槃，它是有余啊涅槃，你到达无余涅槃。就是已经没有剩余，全部呢，我们的有都已经呢灭尽了，进入无。所以啊，我们在这个学的时候啊，叫有学，有学的程度啊都还不高。你到无学，就是无法可学。那么无法可学的时候啊，程度就高了。你到无法可学，虽然说阿罗汉已经无法可学，可是他那个时候啊还有身体，那么身体还在完成，叫做有余涅槃，是实以有余，还有剩余啊，还要再努力。那么已经真正的全部啊，到达没有剩余，没有这个因，没有果，因为完成了三界叫做三有，那已经呢有了，有因有果叫做有，那无啊就是全部没有，没有因没有果，那个才是真正的无生法忍。我们呢要了解到，你要成阿罗汉，成菩萨，成佛，无生法忍啊，是最基本，一定要到。无生就是没有生啊，我们进入无生，就是进入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啊，已经进入就叫无生，这个法已经得到了，叫无生法忍。忍是安住不动，不是忍耐的忍，它是安住不动，所以安住不动是人的总称。那我们忍耐是人的别称，就是人里面把它分下来的。因为佛在讲没有众生，没有佛，没有菩萨，都没有，所以既然都没有了，那我们要忍什么没有加入的人，也没有忍辱的人，没有，那没有的时候，我们要忍什么所以那个忍，它的总名叫做安住不动，所以无生法忍，你就是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上面，然后已经不动了，叫无生法忍。这样各位了解吗？看起来还很茫然，因为我们也都有讲过，或许都会反复的一再讲，所以呢，我们一定呢就可以听得很熟悉。说我们原来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
我们已经呢发现了以后发现我们的佛性，就可以守住我们那个常住真心。那么这个时候叫做得到无生法忍，无生法，因为我们的真心佛性不会生，会生的是众生众缘机具而现的生相，叫做众生。众缘而生本性本不生，所以本性不生就不昧，不生不昧，这个法我们已经透彻，所以叫安住不动。这样了解吗？我们平常心都安在哪里？安在完成的现象上面，没有安住在我们的佛性本体上面，所以我们了解，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做佛了。假如自己愿意的话，我们就朝着佛他所应该做的事去做，这样就成了。那我们所做的都是众生的事那我们一定就是众生。那众生众缘机具所显现给我们用的身我们把它看得很重，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都忽略。所以就是要了解到凡尘的一切变化无常，不要重视，首要重视的就是我们佛性本体。这样把生活确立先确定，说我要脱离苦海，脱离苦海的方法要自己努力。这个不会天上掉下来，也不会别人给我，都不会，都是靠自己的。靠自己的话，我们佛性所没有的脾气毛病把它去掉，佛性所没有的贪嗔痴慢疑也把它去掉。去掉了这些以后就回到佛性本体的状态。那在能够我们完成这一些去除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在佛世界生活。那已经都是佛了没有凡尘的劳劳碌碌，没有。我们也不追求名，我们也不追求利，只追求离开苦海。这样会不会？会不会讲得太高了一点？不会啦可以做到的我们是可以做到的记得凡尘事变化无常，不要重视。我们重视了凡尘事佛性一定就看清了。要你看重佛性凡尘事，你自然看淡了淡薄。美丽全部淡薄这样佛性自然它能够茁壮长大自然能够生值得本自然的呈现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努力的所以这个所有这个12类生我皆令入无以涅槃而昧度之都使12类生进入佛的世界。昧就是把这个妄相、幻相、虚相全部的都昧。度复回我们的佛性本体昧度灭掉这一些生生灭灭这些生灭的东西全部灭掉所有的生灭都把它灭掉，然后复回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叫做灭度。虽然只有2个字可是我们做起来真的就是要很大的力，很大的劲道不然就没办法众生这么刚强难度要灭度它
很不容易呀。不过我们就是不能畏惧困难，先从自己灭度开始，灭掉了所有的一切烦恼，灭掉了我们脾气毛病，灭掉了我们贪嗔痴慢疑，都灭掉，然后复回，度就是复回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灭度。那么如是灭度这样来做，就是按照这样的方法来做，无量无数无边的灯，这个呢我们了解到这个无边呢它是一个总，然后呢无量无数是一个北，一个总全部了，这个无边呢它已经四穷三际这个横渡时十方，不管过去现在未来，不管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我全部都度尽所有众生，是不是很大？大不大？非常大。所以我们看文字都不多了，可是含义呢都很宽广，要了解说哇，这个呢无量，这个数量呢量就不计多少，已经呢无量，那无数多寡呢不计数，那么无边更宽广，所有众生呢都要把它灭度。那灭度了以后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实在没有一个众生呢是我度的。各位姐姐，这个就全部讲到心法了。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现在度一个人都很不容易能够度上了求道，我们很高兴。然后呢又赶快去度另外的亲朋好友。然后我们都屈指一算，我度几个人了？我们没有办法到达说这个无量无数无边我们都可以数，都可以称量。那个无边呢更不敢说了，已经很多了。现在有的呢到国外去度东南亚一度有几千个人、几万个人多不多？那么在无量无数无边的这个文字里面来比较，怎么样？非常少的少，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一有度的话，我们心就住，住在说我度几个众生是。那你有度他，使他成佛了吗？没有的话，可以算度吗？可不可以？所以这个只要他问起的话你会跟他回答说，我都还没成的呀，你怎么成所以我们要度人要有本钱就是能够使他怎么做怎么成，要跟他讲得清楚明白你怎么做可以成佛那怎么做呢？不能成要跟他讲你既然度了人，要使他了解道理对不对？我有没有做所以你看研究重要性，你研究了才会知道道理才会说对不对？然后最重要的我们会做，我实际在做所以你度起人来就容易我实际做，像我这样的没有讲话的，已经把上乘佛法都表现出来像这样是最上乘的那个度化众生的方法，就是不用讲，你只要看动作你就知道。所以我们要了解佛在度众生，有的众生跟
机好啊，竟然佛夫作愿安，他都已经了解说应该怎么做，高不高？这个就已经呢告诉他正念不动，告诉他呢万缘放下，只有这样子而已呢。各位先生，我们看了这个10年或是我们一生之中精神最好的时期来看，就看大儿子一直坐都有这凳子坐下来我们会体会得到说万缘放下，会不会？竟然佛的最上乘佛法里面夫坐而坐，竟然是正念不动，就是没有念头，然后我们就是了解到万缘都不这个在我们心胸之中都已经没下，就只有这个动作，就有那个含义在。所以看他坐下来，身则见身前则见前，坐下来要开始讲道了，看到要开始讲道了，这个就前则见前，身则就已经了解到正念不动，然后万缘放下。所以须菩提那个赞叹稀有不是没有来由的啦。当那个夫坐而坐以后他就赞叹稀有。那个是一方面在讲那个事项的稀有，一方面呢在讲领悟的稀有跟了20-30年，竟然每天都这个动作，我怎么都不知道然后看了20-30年以后终于被我看出来了，看出巧妙，所以才当下赞叹稀有。如来在善护念之菩萨，在善护足之菩萨善护念保护这个众生的念头，然后护主叮咛交代，跟众生讲，你要正念不动，你要万缘放下。所以那个稀有我们就了解说真的稀有。假如说我们不经过研究我们会知道这个吗？都没办法知道，对不对？我们研究了以后原来那个稀有是这样他在这个护念，就是要所有众生都脱苦海，要所有众生都保护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他要叮咛交代要正念不动，要正知正见就在那个一个动作之中这样表现。所以须菩提那个看出巧妙，就是领悟的赞叹，他已经领悟了。那1250个人还没有领悟所以他要请佛来说所以才有第3分到31分然后32分是流通。那从第3分开始到第16分就上半段叫净明无住以彰佛而正智。见就是看得见的那个形象叫做见。那见里面呢明确的告诉我们一切都无所住，让我们产生信心。下半段心明无住以显般若离体。心都无所住，然后显现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
那个是17分呢到31分所说的。那么前半部啊也分2个小段，我们呢这个第3分开始一直到第8分，敌是无智以生性，的确明显的开示一切众生呢都无所住，然后产生信心。第9分呢到第16分，推禅无住以开解，就是推禅阐扬，推开阐扬，一切都无所住然后呢了解到里面的意思推禅无住以开解。那下半段一样分成2小段，17呢到24这个升观无住以进修。然后到25、31究极研究到极点，究极无住以成正，就是已经证悟本性。那32分呢是流通，第一分呢是见眼事相，第2分呢是当机暂且，当机呢须菩提赞叹领悟了赞叹，然后请佛来说法。这样整个《金刚经》的结构就非常圆满。而且在这个讲义里面都有写了，因为讲的时候我们就是了解到没有那个坐下来写的时间那么充裕写的时候可以慢慢想讲的时候可不可以要马上说，对不对？所以马上说呢就会有遗漏的地方了那你做的起来里面就很详细。可是或许讲非常久的《金刚经》就没有从讲义讲，因为我们听的人都有一个观念，你要从那个讲义再讲再念我拿回去看就好了，我何必来这边坐着听所以都不喜欢按照讲义讲。其实各位要了解到，有一些讲义写下来里面还蛮深讲解了以后当场的契机跟解说的更详细那个了悟会更深。不过或许就是写给各位看各位可以拿回去慢慢看。可是在讲的时候你就可以从看的里面再来拼，看看我看的重点跟所讲的重点它有没有一样。那假如说以前有过或许讲《金刚经》的，你就会发现每一次讲都不一样。或许在斗南各位姐姐讲5年的《金刚经》，斗南那个时候或许住在桃园龟山，我们妹妹都讲阮哥哥住伫桃仔园，住伫咧山然后我就坐火车慢车了，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个台铁的慢车已经没有，因为很便宜。然后5个小时才会到了，都很少人坐。那个列车长都认识我了，为什么？他跟我说你很有耐心。我是为了省钱赚钱没钱他说你很有耐心，每次验票的时候看到我都不用验了，一定都是同一班车下去。然后这个晚上2点就没有慢车了，就是莒光号，然后坐莒光号回来。那个时候大部分都是睡觉了。然后我都跑到第1节车厢去坐了，为什么？因为空气好，很冷。那后面的车厢人都蛮温暖，可是
你呼吸就有一点困难，都有味道。所以我就宁愿穿个好像棉被的夹克到第一个车厢去坐。这样5年5年的时间他都讲一部《金刚经》，讲完了再从头再讲，讲完了从头再讲。所以各位就可以发现，我在讲《金刚经》不用看，我就可以一直讲。为什么？太久的时间我都在讲。可是后来一搬到基隆以后，就从来没有讲了。搬到基隆就已经讲别的经典，也在写别的经典，就比较宽广，没有像以前都集中在《金刚经》。那我们在这边开始讲六祖坛经，那个是老前人那个时候也不是说交代我啦，只是说老前人就一直跟后学说，我们侯老师一直要老前人推广六祖坛经然后老前人一直说，为什么经典那么多就光要推广这一部六祖坛经，就是这样跟后学讲这个啦。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跟我交代，以后你讲就从这部开始讲就是那个因有暗中祖父给我叮咛交代，你若讲就要为这部讲。真的我们来这边第一步就讲六祖坛经，我们侯老师也是一直要推广。那老前跟后学讲说六祖不认识字那我们现在的整个社会对知识的知识分子看得很高，那对一些这个没有念到大学就瞧不起所以你讲六祖坛经的话，六祖不认识字，可是他讲出来的道理都是从性分，从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讲出来。那从佛性讲出来的那个就是真理。所以呢我们了解说修道跟学识没有关系。老前时常都跟后学讲说，我们这个整个完成你看博士好多，哪一个博士成道了？就这样讲。那这个我们南部的这个乡下一些欧里上欧巴上年岁大的都已经成大仙了很多所以就跟我姐说，修道就不要去论你念到什么程度那个跟我们修道扯不上关系所以重点就是说打破我们那一种肉规简陋的规范，都认为你吃得的多，你智慧就好你没有读诗你就是讲那也确实这个诗没有念还是有缺陷像或者有时候都字都念错了，各位大度包容，念错也没有这个指责啦，所以也很感激。回到了这个经典，度了无量无数无边的众生实在没有一个众生而没度。我们了解到这个所有的众生都是众缘机会众缘机具而现的生相叫众生。实在没有实在没有众生我们都是那个佛性本体没有，所以没有一个众生得灭度。底下就讲原因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在
这边啊，说假如说菩萨有我相，我有一个这个身体的我相，然后啊有人相，就是分别心，我啦你啦，分别那个啊，别人，然后众生有很多众生，然后寿者啊，就是很长寿，寿者相，那么即为菩萨。所以我们了解到，假如说呢，我们在修道啊，没有先把那个我相灭除掉，那么所修的道呢都不踏实啦。所以一定呢，先把我身体的我啊，所有风土众缘际会有用的我，先把它拼除，然后进入啊不生不灭啊佛本体。这样啊，佛性本体里面啊，没有你有他啦，所以没有众生，也没有佛，也没有菩萨，没有，大家都是一样，都平等，所以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朝这个没有你有他分别心的这个方向努力，所以我们了解说不能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或者说我们在这个文字里面啊，比较不容易了解这个事相。尤其我们开会啊，先我来都叫我们挥三心扫四相。然后我们这个四相一般也都在文字方面，我就是我，人就是别人。众生就很多，然后啊，寿者就是这个寿命长的，都以这样的来这个解读啦。可是我们了解到这个四相在我们生活之中啊，很容易的就落入，或许就用能所两个字啊来比喻，能，我能。我能够看见，就有我所看见，能够看见的我相，所看见啊，就是人相。那所看见差别重生啊，叫众生相。连续不断的看叫寿者相。这样容不容易了解？就很了解就是说只要落入能所，就是四相。所以或许就讲，我们在凡尘之中啊，什么时候没有落入能所？各位有没有体会？什么时候没有？睡觉的时候啊，也有我在睡觉，我所睡觉，然后我睡觉里面我这个梦境啊，差别重生，然后我睡了很久很沉。有没有四相？还是有嘞。所以啊，这个四相就决定在我们的我们假如说已经是笃定，该如何就如何，没有四相。这样了解吗？该如何就如何，那个时候没有四相。因为我们不顾忌到外界，假如说我们呢在门口扫地啊，或者都用这个比喻啊，你是为了机智生活清洁，你去扫笃定，没有四相。那假如说你是以社会的流行来说，你这个门前扫地啊，希望人家称赞。没有人称赞你的话你会很失落。所以啊，你希望人家看见你在扫地你很有公德心，这个就叫四相。你很笃定的，不管人家怎么看你都不管不睬，然后啊，你做你的事，没有四相，这样差别大吧？所以我们知道
在我们的心呐，你心呐做的事情，这个我决定做的，一定要做的，绝对做的，这样没有实相。那假如说做这个事情顾及到别人的眼光，顾及到人家的讲话，那个时候事相就很鲜明。所以我们了解到，因为当你发现你不生灭的真心佛性，那个发挥出来的功能作用，不会有这一些葛藤不会有这一些那个旁边的附带，没有。你没有这一些附带的话那个就是笃定的。那笃定的没有事相所以我们从这个事相里面来就已经告诉我们凡尘的生活应该要怎么样生活。我们时常都会要这样好呢，要这样好呢，都拿不定主意有没有？时常都会遇到，说的就是事相的呈现你笃定要怎么做，你就这个一直按照自己的去做，没有事相。所以我们在那个事实的中间一样的做，你的心态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你心态是有期待别人的赞叹，这个心就是有能手。那你要怎么做，人家这个称赞人家讽刺都不关你的事，这个已经说笃定的没有事相。所以我们一直说非三心少事相会不会非，会不会少？以前有没有非，有没有少？有没有过去心已经过去了，不要管它。不管以前风光你去想的话，它不会回来以前被人欺负，你去想的话，二度伤害。不要管它，过去就过去。那未来你也不用策划，策划是身体要用佛性不用。所以你未来的计划你赶不上变化，变化比你的计划快。那我们现在不住，我们说现在过去了，对不对？现在过去了，你都不掉了，所以现在不住。没有了灰心灰掉了，没三心了，然后少事相。刚才我们讲的做事方法就是少事相，然后我们就不会要这样好呢，还是要这样好呢？拿不定主意那个就事相呈现了。你笃定怎么做，直接就做了，就没有了。当然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可以大家商量，能够圆融圆满为重要，不能说一意孤行，一意孤行不对所以我们在讲说，你该怎么做就去做的这是符合于真理，该如何就如何，并不是说棒棒，不是，所以这个有时候它的那个差一点点，那个内心那个变化，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内心的变化很快，而且有时候想法就会差别也很大。你都要时时刻刻能够借用那个正思维。我们说不要起心动念可是正思维它是符合八正道，进入道。